在这个被遗忘的50区，到处都是废墟和垃圾，但这里却藏着一个传闻，大家都在转，只要那个大家伙出现，就有活下去的机会。有人大喊：“魔像来了！”他真的来了。一个年轻人举起手里的废铁，大声跟他做交易：“喂，把这个给你，换点吃的行不行？”没人知道这东西从哪来，更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只知道只要给他废料，他就会给你食物。可就在这一刻，魔像的眼睛突然变红了，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谁能想到，刚才还好说话的魔像突然翻脸，不认人，转头就走。少年气得大喊：“昨天明明还收手电筒，今天怎么就不灵了？”旁边的同伴赶紧拦住他：“别乱来，这东西要是发起火，可是会出人命的。”就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雷从高处一跃而下，稳稳地落在魔像面前。他没有废话，直接打开包递了过去，淡淡的说了一句：“拿去吧。”魔像停下了脚步，那双发红的眼睛死死盯住了雷手里的东西。魔像一把抓过雷递来的包，发出一阵金属摩擦的响声。交易达成了，围观的人全看傻了，又是这家伙，他到底从哪弄来这么多废料？魔像松开手，大把的罐头活面包掉进雷的怀里，这分量足够一个人舒舒服服吃上3天。人群里开始有人眼红了，这可是50区，为了这点吃的，多的是人愿意拼命。有人小声提议，要不咱们干脆动手抢吧？可同伴赶紧捂住他的嘴，你疯了吗？你难道没听说过，在50区的17街，他可是被称为幽灵的男人。雷独自走在昏暗的巷子里，身后的脚步声虽然很轻，但他早就察觉到了，一共7个人。雷停下脚步，头也不回的冷声说：“出来吧，打算跟我到什么时候？”带头的男人叫罗恩，他带着一群打兽从阴影里走出来，笑得一脸嚣张：“直觉挺灵啊，本来还想给你个惊喜。”罗恩捏了捏拳头，手上的纸虎闪过一丝寒光，看样子是打算硬抢了。雷缓缓转过身，眼神里透着一股寒意：“罗恩，上次的教训还没吃够吗？”就在这一刻，雷的眼睛亮起诡异的蓝光，他给出了最后的警告：“如果再让我抓到你，我会让你这辈子都站不起来。”罗恩笑得很大声，他觉得这次人多势众，肯定能找回场子。他指着雷喊道：“把包留下，我就放你一条生路。”雷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语气平静的让人害怕：“你在撒谎，你根本就没打算放我走。”罗恩被这一句话噎住了，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他突然想起，这片废墟里一直流传着一个恐怖故事，在17街住着一个神出鬼没的幽灵，他走路没有声音，也没有任何表情。最可怕的是，千万不要盯着他的眼睛看，因为在那双蓝色的瞳孔面前，任何谎言都无处遁形。罗恩彻底被激怒了，他挥起带着纸虎的拳头，嘴里骂骂咧咧的冲了上去，发誓要让雷闭嘴。可雷连动都没动一下。就在拳头快要贴脸的一瞬间，他只是微微侧过头，罗恩这一重拳直接打在了空气里，局面瞬间反转。雷反手拽住罗恩的衣领，动作快到根本看不清，紧接着一记重踢，直接把这个壮汉踹飞了出去。罗恩重重的摔在地上，疼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在那不停的咳嗽。刚才还叫嚣的那群小弟，这下全看傻了，谁也没想到他们的老大竟然连一招都接不住。看到罗恩被打趴下，这群小弟彻底炸毛了。彼得带头拎起球棒，红着眼大喊：“大家一起上，弄死这混蛋！”这下场面彻底乱了，好几个人同时扑向雷，彼得冲在最前面，抡起球棒就往雷的头上砸，嘴里还喊着去死吧。可雷连头都没回。就在球棒落下的那一秒，他像背后长了眼睛一样，一个侧身就闪了过去。彼得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雷的拳头已经到了，只听砰的一声，彼得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旁边的小弟刚想上去帮忙，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撞翻在地上。雷根本没打算留手，废墟里只剩下骨头断裂的声音和此起彼伏的惨叫。这群人甚至没看清他的动作，就全都被放倒了。雷站在满地狼藉中，语气冷得像冰块。他说人多并没有什么用，只会让结果更难看。罗恩这下彻底崩溃了，他瘫在地上拼命往后缩，嘴里语无伦次地喊着怪物，求雷不要再靠近。可雷并没有停下脚步，他低头看着这个曾经嚣张的男人，一字一句地提醒他：我早就警告过你了，既然你听不懂人话，那就付出代价吧。雷最后的话让罗恩彻底绝望，他说要让罗恩这辈子再也没机会站着走路了。罗恩已经彻底疯了，他颤抖着掏出一把折叠刀，对着雷歇斯底里的大喊：别过来，你这个怪物！雷看着指向自己的刀尖，不仅没生气，反而盯着刀刃上的倒影自嘲：怪物吗？也许我真的是。这种感觉从他10岁那年就开始了。那时候雷就发现自己和周围的所有人都不一样，哪怕腿上摔得血肉模糊，他也只是面无表情的走着。别的小孩都吓坏了，问他为什么不哭，可雷根本理解不了哭和疼到底有什么关系。甚至当同伴凯尔被打得满头包，大家都在义愤填膺的时候，雷也只是冷冷的看着，他完全不明白生气到底是什么意思。最让人觉得可怕的是，当伙伴维洛去世，所有孩子都在坟前哭成一团时，雷依然像个没事人一样。这种骨子里的冷漠，让他从小就成了别人眼中的异类。周围的小孩都躲着雷，他们觉得这个不哭不笑的男孩简直像个怪物。也就是在那时候，雷终于意识到自己天生就缺了根弦，他根本感觉不到什么是感情。他曾经也想变得正常，甚至幻想过也许长大之后就能明白。可惜6年过去了，他依然像个没有灵魂的空壳，对这个世界毫无波动。不过雷也发现了一件事，虽然他自己没感情，但他学会了怎么去读别人的心。对他来说，观察别人的情绪就像看说明书一样简单。画面转回现在，雷冷冷地看着对面的罗恩，提醒他这里有个规矩，那就是绝对不能动刀子。
他直接拆穿了对方的意图，问罗恩是不是打一开始就想在背后捅他一刀。罗恩吓得语无伦次，拼命解释说这刀是刚剪的。但在雷的眼里，这种拙劣的演技简直可笑。他心里只飘过2个字：谎言。雷眼中的世界和普通人完全不一样，他能通过颜色的变化直接看穿一个人的内心。在他看来，每个人的心都像个小容器，只要产生情绪，就会有对应颜色的魔力填满它。愤怒和仇恨是火一样的红色，冷漠和轻蔑是冰冷的蓝色，而高兴的时候，心里就会泛起亮眼的黄光。雷的世界永远被这些绚丽的色彩包围着。可就在这时，对面的罗恩一边挥刀乱晃，一边歇斯底里的威胁雷，说只要雷敢靠近他就立刻捅下去。但在雷的眼里，罗恩已经没救了，因为他胸口那个代表心的容器里正散发出一股死寂的黑气，那是代表毁灭的黑色魔力，这意味着极度恐惧。雷一步步走上前，看着眼前这个满嘴谎话的男人，在他看来，罗恩这种人就是纯粹的骗子。罗恩一边往后缩，一边尖叫：“别过来，你别过来！”可他身后就是冰冷的墙壁，这下是真的没退路了。既然是骗子，那就没什么好商量的了。雷缓缓抬起手，语气冰冷的让人脊背发凉：“骗子都该受罚。”冒着大雨，雷总算回到了桥下的秘密基地。费尔笑着说：“你回来的正是时候。”费尔带着孩子们立刻围了上来，在这阴冷潮湿的地方，只有见到同伴时才有一点温度。可当大家摊开今天的收获，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就这么点东西，7个人到底该怎么分？谁能想到，雷居然带回了满满一袋子食物，孩子们这下全炸锅了。大家都以为他是运气好，其实是因为那个魔像只收带有魔力的东西，看不见魔力的人去多少次都是白费力气。费尔拍了拍手说：“好了，咱们开始分吃的吧。”他特意照顾年纪最小的约瑟芬，想让每个孩子都能吃上一口。可看着大家狼吞虎咽的样子，雷心里很清楚，这点东西永远也不够所有人填饱肚子。雷独自坐在雨里，他觉得自己必须得做点什么，这不是为了当英雄，而是因为他欠这群孩子一条命。1年前的大雪天，他本来已经打算就这么死在雪地里，结果这群孩子发现了他，大家喊着快来帮忙，这里埋着一个人。他们合力把雷从死神手里拽了回来。睁开眼看到的第一幕就是这群孩子关切的脸。雷一直有个准则，别人给过他的，他一定要加倍还回去。既然这条命是大家给的，那现在就该轮到他来守护这个家了。雷还在纠结报恩和复仇的事，费尔却拿着吃的走了过来，提醒他还没领今天的份。雷还在那死要面子，说自己一点都不饿，结果肚子却不争气的叫了一声。费尔笑着把饼干掰成2半，分了一半给他，顺口提到了外面那场诡异的黑雨。费尔问雷：“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的雨是黑色的吗？”原来这根本不是自然现象，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魔法师们因为过度使用魔力，才让整个世界付出了代价。猜测那个守门的魔像很可能是那些大人物派来的机器。雷补充道：“或者只是一台机器。”费尔却摇了摇头，语气非常肯定：“那东西绝不是什么机器，而是靠纯粹的魔力在驱动。”其实雷心里很清楚，费尔说对了一半。每当那个魔像开始活动，周围的魔力就会疯狂向他核心汇聚，这些魔力在他体内剧烈摩擦，最后化作滚滚黑烟散发出来。原来大家一直痛恨的黑烟和黑雨，罪魁祸首竟然就是这个魔像，这2者之间绝对有联系。但对现在的雷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办。费尔还没反应过来，雷已经起身准备出门了。费尔急忙拦住他，外面可正下着腐蚀性的黑雨，这时候出去简直是疯了。雷头也不回的交代了一句：“盯着点河水，要是涨起来就麻烦了。”还没等费尔再劝，雷已经一头扎进了暴雨里，说走就走，真是拦都拦不住。费尔无奈的叹了口气，这家伙永远都是这副独来独往的样子。雷冒雨赶往的地方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下雨天所有人都躲在屋里不敢出来，毕竟谁也不想沾上那倒霉的黑雨，生怕染上什么怪病。但这正好给了雷机会，别人眼里的危险，在他看来却是行动的最佳掩护。他一路前行，来到了第18大街的一处食品仓库，这里就是他今天的目标。仓库里传出一阵阵喧闹声，这帮守卫正聚在一起赌钱，喊着要一把全押。雷早就料到了，每到这种黑雨天，这帮人的警惕性就会降到最低。他们以为没人敢在雨里乱跑，却不知道危险已经悄悄摸到了窗边。仓库里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但这难不倒雷。空气中飘散着成百上千种魔力，只要按比例把它们抽离并混合，就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想要的东西。一团火焰在雷的掌心猛然炸开，瞬间照亮了周围的货架。虽然他还没完全搞懂这背后的原理，但身体已经本能地学会了如何使用。他在一堆箱子里不停翻找，心里却在琢磨另一件事：所有的魔力中，唯独红色的魔力最难控制。雷隐约感觉到这种力量似乎和人的情绪挂钩，如果能彻底弄明白这层关系，手里的这团火恐怕会变得更加惊人。他顺手拿走了一罐物资，正准备撤离，就在这时，黑暗中突然传出一阵异响，一道寒光闪过，雷猛地侧身躲避，差一点就被削掉了脑袋。黑暗中传出刺耳的嘲笑声，他们骂雷是只东躲西藏的小老鼠，还说他跑得比预想中要快。雷迅速冷静下来，观察局势，对方一共3个人，而且动作非常精准，显然能看清他在黑暗中的位置。这帮家伙带着夜视仪，在这种鬼地方，雷的一举一动都像是在裸奔。守卫们步步紧逼，叫嚣着让他别再白费力气，躲仓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守卫狞笑着发起攻击，本以为在夜视仪的加持下，雷就是个活靶子，可下一秒雷的眼神彻底变了。他在密集的攻势中左右闪转，速度快到
只剩下一串残影。守卫这下彻底懵了，惊叫着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同伴还在后边破口大骂，怪他枪法太烂。开火的守卫急得大喊，不是他瞄不准，而是眼前这家伙根本就不是人。还没等他们吵出个结果，雷已经像鬼魅一样冲到了跟前，这一记重拳直接把守卫的夜视仪打成了碎片。守卫这下彻底慌了，他发现雷在漆黑的仓库里竟然能精准地盯着他的脸，这小鬼难道长了透视眼？愤怒和恐惧让守卫彻底失控，他挥舞着短刀疯狂扑向雷，嘴里还不停咒骂着，试图掩盖内心的不安。但在雷的眼里，这种攻击简直慢得离谱，只要看清魔力从核心流向血管的路径，对方下一步要往哪看，他早就一清二楚。这根本不是在战斗，而是在照着剧本演戏。雷一个侧身轻松躲过致命一击，动作优雅的像是在散步，守卫连雷的衣角都碰不到，局面已经完全失控了。雷不再躲闪，直接选择了最硬碰硬的方式，这一拳下去，守卫的防御像纸糊的一样瞬间崩塌。看着同伴被打飞，剩下的守卫彻底傻眼了，他怎么也不敢相信，一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小鬼，竟然有这种恐怖的力量。雷冷冷地回了一句，没什么不可能的。接着又是一记重摔，仓库里只剩下守卫痛苦的哀嚎。不到1分钟，这帮不可一世的家伙全躺下了。雷拍了拍手，径直走向那扇紧闭的大门。随着一声巨响，大门被雷暴力踹开。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那个像座山一样的男人汉弗莱已经在门后等候多时了。雷冷静地看着前方，他早就猜到这动静不简单，这就是赫克托邦的高层汉弗莱。光是站在那，就有一股让人喘不过气的压迫感。汉弗莱捂着脸冷笑一声，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手下的3兄弟竟然全栽了。他死死盯着眼前的雷，语气里全是愤怒和不屑。堂堂帮派精锐，居然会输给这么一个无名小卒。雷电在汉弗莱身后炸裂，他握紧了拳头，要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老鼠彻底碾碎。雷猛地挥出一拳本，想找机会突围，结果这一拳下去，对方的身体硬得跟石头一样。汉弗莱动都没动一下，语气里全是杀意，我看你这次还怎么躲。汉弗莱这一手抓过来，不仅力量大得惊人，速度更是快得离谱。雷只能拼命拉开距离。汉弗莱冷哼一声说，反应倒是挺快，算你有点本事。雷心里很清楚，这家伙跟之前的杂鱼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直觉告诉他，如果再这么耗下去，今天恐怕真的走不掉了。汉弗莱的攻势越来越猛，雷心里很清楚，正面硬碰硬，自己根本没有任何胜算。既然这样，那就只能兵行险着，故意露出破绽，等对方上钩。就在这一瞬间，雷终于抓住了机会，积蓄已久的火焰彻底爆发了。这一记重击竟然真的把汉弗莱打退了。他捂着胸口，怎么也没想到这只小老鼠竟然能伤到自己，竟然让他给跑了。大批帮派成员立刻围了上来，到处都是搜寻的声音。他们知道雷受了伤，肯定跑不远。雷躲在暗处看着密密麻麻的人影，这样下去迟早要出事，必须想办法翻过这道铁网。就在他准备行动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大喊，他在大门那边。帮派成员在后面疯狂咆哮，一定要杀了那个小鬼。所有人立刻跟上，雷在雨中拼命狂奔。他知道自己这次捅了马蜂窝，抢了赫克托邦的仓库，一旦被抓到，绝对没命。死并不可怕，但如果自己回不去了，那群孩子根本活不了多久。这份还没还清的恩情，绝对不能就这么断了。就在这时，身后的手电筒光晃了过来，帮派成员大喊他在哪，快追！坏了！雷猛地停下脚步，前面竟然是个死胡同。帮派成员气喘吁吁地追上来，一边骂一边冷笑着说，臭小子，跑得还挺快，现在看你还能往哪躲。他亮出短刀威胁道，识相的就把东西交出来，不然老子在你肚子上开个洞。雷环顾四周，发现那个怪物汉弗莱并不在这里，既然最麻烦的家伙不在，那接下来的局面可就要反转了。男人挥刀猛冲过来，大喊着要给这小子一点颜色看看。谁知道雷根本没躲，反而精准地扣住了他的手腕。男人这下彻底懵了，他拼命想要挣脱，却发现雷的手像铁钳一样，根本动弹不得。他惊恐地问，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雷没有回答，手上的红色光芒越来越亮，紧接着一股恐怖的金色雷电瞬间炸裂，随着一声惨叫，雷瞬间放倒了眼前的敌人。但远处的喊杀声越来越近，更多的帮派成员正往这边赶，这样下去没完没了。魔力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必须先找个地方躲起来。雷盯上了旁边的垃圾桶，闪身躲进了阴影里。追兵骂骂咧咧的从旁边跑过，根本没发现近在咫尺的目标。听着脚步声渐渐远去，雷总算松了一口气，看来今晚只能先在这里凑合一下了。雷独自躲在垃圾堆里，他很清楚，绝不能让孩子们跟着自己去冒险，所有的危险他一个人扛就够了。听着耳边的雨声，雷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等他再次睁开眼，已经是第2天清晨。虽然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但现在可不是休息的时候。他翻身跳出藏身处，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终于抓到你了！男人竟然又折回来了，他胸口散发着诡异的红光，显然已经彻底气疯了。他冷笑着说，看来这一趟回来的真值。雷冷静地拔出短刀，他心里很清楚，对方现在的状态非常危险，而自己的体力还没完全恢复，这下麻烦大了。看到雷也动了家伙，男人笑得更加疯狂。他说，既然你也是个爷们，那我就没必要手下留情了。话音刚落，男人整个人像炮弹一样冲了过来，大喊着要送雷上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雷侧身一闪，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致命一击。男人的攻势比想象中更猛，雷虽然拼命躲闪，但身体却因为惯性失去了平衡。这下糟了，重心稳不住了。
男人显然也发现了这个破绽，他狞笑着挥起短刀，对准雷狠狠劈了下去。他说再见了，小鬼。刀锋已经逼到了眼前，雷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眼看就要命丧当场。就在这生死关头，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整个局面瞬间被打破。就在刀锋落下的那一刻，枪声响了，男人身体猛地一晃，直接栽倒在地上，彻底没了动静。雷还没回过神来，一个男人收起枪，笑着调侃说：“雷，刚才差一点你就没命了。”男人不紧不慢地掏出打火机，给自己点上了一根烟。他吐出一口烟雾，有些不耐烦地抱怨：“大清早的，到底在吵什么呢？”这个男人就是17街的老大奈尔斯。奈尔斯一边走近一边说：“刚才可真够闲的。”雷随口问了一句：“你是收到消息才过来的吗？平时可没见你起这么早。”奈尔斯笑了笑，听说赫克托那帮人在附近转悠，我就过来看看。他盯着雷怀里一股囊囊的东西，这该不会是从赫克托仓库里顺出来的吧？雷没有否认，奈尔斯反而大笑起来，说：“这小子胆子真肥。”雷礼貌地回了句谢谢。他心里很清楚，这种情绪波动极小的人才是最难对付的，因为他们的魔力甚至连颜色都看不出来。奈尔斯没好气地警告：“再这么乱来，你早晚会没命的。”雷却一脸无所谓，要是不去拼命，反正也是个饿死。奈尔斯叹了口气，说：“刚才救人只是顺手捞废铁，现在谁也不欠谁了。”但雷心里很清楚，这个男人在撒谎。毕竟1年前是雷从河里救回了半死不活的他，那时候的奈尔斯还是个被背叛的帮派高层。为了报恩，他交给雷一套非常专业的格斗术。雷刚想开口问个清楚，奈尔斯却一脚踩灭了烟头。雷突然提起了那件事，关于让他入伙的邀请。他直视着奈尔斯说：“我答应了，我要加入你的帮派，只要能靠上这棵大树，那些孩子就能得到保护。”奈尔斯沉默了一会儿，转身靠在墙边，突然问了一个让雷没想到的问题：“你是不是会用魔法？”雷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没想到这个秘密会被看穿。奈尔斯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上次看雷不用打火机就能生火，他就已经开始怀疑了。看来这个小鬼身上藏着的秘密还不止一个。雷追问道：“关于魔法你还知道多少？”奈尔斯回忆说：“以前帮派里的法师提到过，魔力这种东西遍布空气，但只有极少数人能感应到。”雷紧接着问了一句：“那他们提过颜色吗？”奈尔斯一脸莫名其妙，说：“魔力根本就是肉眼看不见的，哪来的什么颜色？”雷彻底愣住了，如果别人都看不见，那他现在满眼看到的彩色流光到底是什么？奈尔斯被问得有些烦躁，觉得这小子是在质疑他的记性，甚至想动手教训他一下。结果雷轻而易举就躲开了攻击，这让奈尔斯更加火大。雷趁机又问了一遍：“入伙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奈尔斯却冷冷地回绝了：“不行。”雷完全没搞懂，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奈尔斯望着远方，心里已经有了打算。他很清楚雷这种天赋异禀的孩子，不该在阴暗的小巷里当个打手，那样简直是暴殄天物。他突然开口问雷：“想没想过离开这片贫民窟，甚至愿意送雷一辆车？”雷却摇了摇头，他放不下那些需要照顾的小伙伴。奈尔斯笑了笑，说自己正打算办一家孤儿院，把像雷这样的孩子都接过去。雷彻底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冷酷的男人竟然会有这种打算。雷观察着奈尔斯的魔力，虽然颜色很淡，但想到这个男人一向守信用，雷决定相信他。雷压低声音提醒：“赫克托最近好像在准备开战，甚至动用了卡车来运送武器。”奈尔斯却一脸淡定，显然他早就收到了风声，在这一行一旦动了真家伙，就意味着双方要彻底撕破脸了。雷接着转达了街坊们的话，大家都希望奈尔斯能赢，因为比起其他贪心的地头蛇，他的保护费已经算很公道了。奈尔斯听完有些哭笑不得，这时手下开车来接应，催促他该动身了。临走前，奈尔斯给雷留了个警告：这一带马上就要变成战场了，如果不想被卷进来，就赶紧带着小伙伴换个地方躲着。说完，他随手扔过来一个小瓶子，雷稳稳接住一看，发现竟然是一瓶药水。奈尔斯坐在车里叮嘱道：“那是给你耳朵消炎用的，别让伤口烂了。”随着引擎声远去，只剩下雷一个人站在原地，看着手里的药水，沉默不语。在17街的广场附近，雷终于赶了回来，伙伴一看到他就急忙冲了过来，问他昨晚到底去了哪里。看着雷这一身狼狈的样子，伙伴急坏了，连声追问是不是被人打了。雷却表现得很淡定，随口编了个理由，说自己只是不小心摔了一跤。看着伙伴心疼到不行的样子，雷心里反而觉得很有趣，他无法理解人类的情感为什么能如此丰富。雷把带回来的东西交给伙伴，让他先回帐篷去，顺便告诉大家自己很快就会回去。雷摸了摸伙伴的头，打发他先回去，随后走向了路边的老妇人。这位双目失明的维奥拉奶奶是这一带出名的说书人，她刚才正给孩子们讲彩虹的故事。雷却不太赞同，他觉得在这种鬼地方让孩子们做白日梦，只会让他们以后更难生存。维奥拉听完只是笑了笑，反问道：“如果连孩子都不能幻想，那还有谁会去憧憬未来呢？”雷没有反驳，但他注意到维奥拉身上正散发着一种奇特的紫色魔力，这种颜色他从未在别人身上见过。他很好奇，这究竟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临走前，雷特意叮嘱维奥拉奶奶，让她赶紧搬到别的街道去，因为这里很快就要打仗了。看着雷离去的背影，维奥拉感叹这真是个善良的孩子。到了第二天一早，雷准时出现在一家店铺门口送货。店老板有些纳闷，之前那个叫罗恩的家伙不是一直吹牛说以后送货都归他吗？雷面无表情的随口应付着，心里却很清楚，罗恩短时间内是来不了了，毕竟
那家伙的2条腿都断了。雷顺便提醒老板，现在局势这么乱，怎么还不赶紧撤离？老板却根本没当回事，他舍不得自己的店，还心存侥幸的觉得这仗未必能打得起来。雷看着这个固执的男人，没有再多说什么。店老板指着那扇紧闭的门，低声告诉他，18街的老大赫克托正和奈尔斯在里面谈判。老板还心存幻想，觉得只要谈得顺利，这场仗就能避免。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推开，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男人大步走了出来，他就是18街的头目赫克托。赫克托一眼就盯上了雷，他有些意外，在这种人人逃命的时候，居然还有个小孩敢留下来干活。他笑着拍了拍雷的肩膀，夸他有胆识，说像他这样的人以后肯定会有大出息。临走前，赫克托随手丢下几枚硬币，让雷拿去买糖吃。赫克托招呼手下准备离开，店老板在后面卑微的送行。雷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那几枚硬币。就在这群人转身的时候，汉弗莱突然回过头，冷冷的瞥了雷一眼。雷心里咯噔一下，难道自己的身份被认出来了？直到赫克托在远处喊了一声，问汉弗莱在那愣着干什么，汉弗莱才收回目光，快步跟了上去。随着引擎的轰鸣声远去，这群人终于离开了。看着那群煞星终于走远，店老板总算松了一口气，但雷却拉低了帽檐。刚才那个眼神绝对没看错，对方肯定发现了他在仓库留下的伤口。可为什么那个人刚才什么都没说？店老板急匆匆地跑进屋里，大声询问奈尔斯，刚才到底谈得怎么样了？奈尔斯独自坐在阴影里，沉默地抽着烟，过了好半天才吐出一句话：谈崩了。他抬起头，眼神里透着一股狠劲，要开战了。奈尔斯带回的消息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对方的胃口太大，谈崩了就是最坏的结果。店主决定关门躲避，还特意叮嘱雷这段时间千万别出门。雷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很清楚，一旦真的开战，想再找吃的可就难了。趁着现在还没乱套，他必须尽快囤购物资。就在雷准备行动时，一辆豪车突然疾驰而过，开车的竟然是汉弗莱。这种地方怎么会出现这种车？雷立刻察觉到不对劲，悄悄跟了上去。车子停在了赫克托帮的门口，看这架势，对方已经等候多时了。车里走出来的男人被他们恭敬地称为魔法师先生。看来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雷躲在暗处仔细观察，却发现对方体内的魔力竟然深不见底，那种颜色黑得发紫，简直和驱动魔像的能量一模一样。更诡异的是，他的魔力外围还缠绕着奇怪的圆环，这些圆环就像一道枷锁，死死锁住了内部狂暴的能量，仿佛一旦释放，后果将不堪设想。雷意识到这家伙绝对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必须立刻把这件事告诉奈尔斯。第17街区，奈尔斯帮的驻地已经忙翻了天，所有人都在为了即将到来的战争拼命搬运物资。就在守卫巡视的时候，雷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了营地深处。守卫吓了一大跳，问他是怎么溜进来的。雷却一脸淡定地说自己是走正门进来的。得知奈尔斯不在营地，雷没时间多解释，更没法跟普通人解释魔力的事，他只留下了一句警告，让奈尔斯一定要小心那个戴着单片眼镜的男人。深夜的避难所阴暗潮湿，孩子们挤在一起，在不安的梦中发出阵阵呻吟。费尔小声问雷，这场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雷沉默了一会儿说，快了，最多也就1个星期。虽然双方现在势均力敌，但雷心里很清楚，如果是奈尔斯赢了，这些孩子或许还能活下去，可要是赫克托赢了，他会毫不犹豫地把所有孤儿像牲口一样全部卖掉。就在雷思索对策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战争已经正式打响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让整个避难所都跟着颤动。费尔吓得大喊，战争肯定已经开始了。但雷却敏锐地察觉到，这声音里夹杂着一种从未听过的诡异频率，事情绝对没那么简单。镜头转到第17街区，这里的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帮派成员疯狂扣动扳机，火舌瞬间吞噬了街道。然而让他们绝望的是，密集的子弹打在魔像身上，竟然连一道划痕都没留下。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原本受控的魔像突然发疯，开始无差别攻击周围的一切，局面彻底失控了。失控的魔像突然蓄力，一道巨大的蓝色光束瞬间贯穿街道，所到之处只剩下毁灭。惨叫声此起彼伏，原本整齐的防线在这一击之下彻底崩碎。幸存的帮派成员瘫坐在地，看着满地的狼藉，完全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还没等他回过神来，魔像那双冰冷的蓝眼睛已经死死锁定了他。面对步步逼近的钢铁怪物，他只能绝望地骂出一句该死。紧接着，街道上只剩下了最后的哀嚎，鲜血溅落在黑色的雨伞上。男人优雅地走在废墟中，一脸嫌弃地抱怨着，下水道的臭味真是让人受不了。他抬头看向那个满身血迹的怪物，语气中透着掩饰不住的狂热。没错，这就是我的杰作。随着他冷冷地吐出抹杀一切，失控的魔像彻底变成了杀戮机器。街道上的惨叫声越来越近，避难所里的雷再也坐不住了，他准备冲出去，外面的动静已经完全失控。费尔死死拽住雷的衣服，声音颤抖着大喊，这次真的不对劲，如果你非要去，我也要跟着你。雷一把拦住想要跟上来的费尔，让他留在避难所等待。就在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一个睡眼惺忪的孩子走了出来，小声问他们为什么还不进来睡觉。费尔温柔地安抚好孩子，看着孩子离去的背影，他终于冷静了下来。他意识到这里还有更需要保护的人。我明白了，雷。费尔低声给出了承诺，他会留下来守护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因为他们已经无处可去了。但他还是忍不住叮嘱雷，千万不要走得太远，一旦发现不对劲就立刻回来。雷点了点头，最后
看了一眼身后的同伴，转身走向了外面那片被战火吞噬的黑暗。雷独自走上街道，眼前的景象让他停下了脚步，整条街都被火焰吞噬，地上横七竖八全是冰冷的尸体。他踩着血水一步步往前走，在废墟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满脸是血的幸存者。雷赶紧上前询问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男人虚弱的抬起头，认出了眼前的少年。他咬着牙挤出一句话：那群混蛋带来了魔像，根本没打算留活口。那个戴着单片眼镜的男人操纵着那个怪物，把这里变成了地狱。在那种力量面前，所有人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大叔用尽最后的力气，断断续续地叮嘱雷快跑，让他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说完这句话，那只满是血迹的手便无力地垂下了。雷站在倾盆大雨中，看着眼前这片被火光映红的废墟，一句话也没有说。他蹲下身子，轻轻合上同伴那双不肯闭上的眼睛，顺手捡起了掉在泥水里的短刀。照这样下去，奈尔斯邦根本撑不了多久，这场战争他们必输无疑。雷握紧了手中的刀刃，眼神里透出一股狠劲，他不能再等了，他必须去帮他们。与此同时，在阴暗潮湿的桥洞下，费尔正死死抱住怀里的男孩，周围横七竖八躺着的全是已经断气的同伴。他大口喘着粗气，整个人彻底陷入了绝望。可死神根本没打算放过他，伴随着一阵沉重的轰鸣声，那个巨大的魔像竟然已经追到了他的面前。冰冷的能量在魔像胸口聚集，刺眼的蓝光瞬间锁定了他。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他根本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有。雷，请不要再回来了，还是来晚了。满地都是奈尔斯的手下，但唯独没看见他本人。只要没见到尸体，就说明还有希望。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那个方向是营地的位置。这下真的出大事了，必须立刻赶回去，1秒钟都不能耽误。他拼了命往回赶，可眼前的景象让他停住了。一个巨大的魔像正挡在回营地的必经之路上，他直接腾空而起，实力差距太大了。这一记硬碰硬，他直接被重重的砸在地上，伤的确实不轻，但他现在根本顾不上自己，心里只惦记着大家的安危，必须去确认他们是不是还活着。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声呼喊，是有人在叫他的名字。大家竟然都还活着，看着伙伴们一张张笑脸，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可就在这时，人群中传出一个冰冷的声音：我真希望你永远别回来。眼前的温馨瞬间崩塌，原来这一切全是假象，现实比地狱还要残酷，满地都是冰冷的尸体。他颤抖着呼唤每一个名字，可再也没有人能回应他了。他不愿相信眼前的一切，可冰冷的现实让他连站稳的力气都没有。还没还清的债，现在连还债的机会都没了。就在这时，那个在战场上听过的诡异声音再次在耳边响起。他猛地抬起头，终于找到了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魔像杀光了桥下的孩子，杀光了所有的同伴，甚至连路过的行人，他一个都没有放过。他发誓要让这魔像血债血偿，可身体已经到了极限，根本动弹不得。眼看黑色的能量就要爆发，死神已经到了跟前，快躲开！伴随着一阵急促的呼喊，一辆车猛地撞向魔像，这突如其来的撞击硬生生把魔像顶了出去。奈尔斯从车里探出头，焦急地大喊：雷，你没事吧？奈尔斯冲下车，一把扶住虚弱的雷，万幸你没伤到骨头。可雷根本不在乎自己的伤，他指着那片废墟，声音沙哑地说：那些孩子。奈尔斯转过头，眼前的惨状让他彻底沉默，他死死攥着拳头，满心都是自责。对不起，我还是来晚了。雷坐在雨中，看着这个唯一赶来救他的人，低声安慰道：这不怪你。奈尔斯紧紧抱住雷，在这冰冷的雨夜里，这是两人唯一的依靠。雷低声问起那些同伴，奈尔斯沉默了片刻，语气里满是凄凉，他们全都没了。谁能想到赫克托那个疯子竟然从外面找来了魔法师，这根本就是想要赶尽杀绝。奈尔斯深吸一口气，打算先去寻找幸存者，再找那个混蛋算账。可话还没说完，一道蓝色的光束瞬间贯穿了他的胸膛，鲜血喷涌而出。奈尔斯甚至来不及反应，身体就被这股力量彻底撕裂。那道光束穿透了奈尔斯的胸膛，魔像在身后虎视眈眈，死亡的气息已经彻底笼罩了这里。雷愣在原地，看着奈尔斯胸口那个恐怖的血洞，甚至忘记了呼吸。奈尔斯咳出一大口鲜血，嘴角却挂着一丝苦笑。该死，竟然在这种时候，他再也支撑不住，沉重的身体猛地栽倒在雷的怀里。温热的鲜血瞬间染红了雷的双手，他呆呆地抱着奈尔斯，大脑一片空白。这一切发生的太快，快到他根本无法相信，这个刚刚还保护他的人，生命正在飞速流逝。耳边只剩下沉重的心跳声，每一下都像是要把胸腔震碎。那些和奈尔斯在一起的画面，像走马灯一样在脑海中疯狂闪现，那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温暖。奈尔斯最后的一声呼喊，彻底点燃了雷心中的怒火，悲伤到了极致，剩下的就只有毁灭一切的冲动。就在魔像准备彻底终结他时，一股恐怖的力量从雷体内瞬间炸开，他的眼神变了，那不再是绝望的泪水，而是要让所有人陪葬的杀意。大雨冲刷着一切，但这根本不是梦。奈尔斯已经倒下了，雷轻声喊着他的名字，可根本没有回应。如果这真的是场噩梦，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魔像可不会给喘息的机会，巨大的阴影再次笼罩下来，他想要彻底终结这一切。就在这一刻，雷体内的力量彻底失控，既然已经无路可退，那就让所有人一起陪葬。两股力量正面撞击，真正的清算现在才刚刚开始。魔像发起了最后的冲击，蓝色的能量已经汇聚到了极限，他想要一击必杀。雷根本没有退缩，红色的光芒在他手中炸裂，这是积压已久的愤怒。
两股力量正面硬碰硬，整片区域瞬间被光芒吞没，谁也别想全身而退。这一击过后，局面将彻底失控。谁说他只是个冷血的怪物？他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也会感到痛苦和愤怒。这一刻，所有的压抑彻底爆发，赤红的火焰席卷了整个战场，魔像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在这股力量面前彻底灰飞烟灭。尘埃落定，雷看着自己满是伤痕的手，这场惨胜让他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但一切还远没有结束。刚才那一击把整条街都给毁了，但雷现在根本顾不上这些，他死死抱住奈尔斯，拼了命地想让他睁开眼，你绝对不能死在这。奈尔斯虚弱地骂了一句：“臭小子，别摇了，再摇就真的要断气了。”他知道自己撑不下去了，像他们这种在贫民窟长大的人，早就想过会有这一天，只是没想到这一刻来得这么快。虽然嘴上说着不后悔，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如果当初能早点站出来反抗，结局会不会完全不一样。奈尔斯躺在血泊里，声音越来越轻。雷慌了神，想要去找药救他，可这双满是鲜血的手却被死死拽住了。奈尔斯笑着说：“离开这鬼地方吧，去个更好的地方生活。”他一直把雷当成亲弟弟，哪怕到了最后时刻，他想的也不是痛苦，而是希望这孩子能逆流而上，别被这该死的命运吞没。你一定可以做到，这是他留给雷最后的交代。最后的一丝温度也消失了，奈尔斯的手彻底滑落，雷呆呆地坐在原地，任凭雨水冲刷着血迹。愤怒和悲伤是他这辈子学会的第一种情绪，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当他再次站起来的时候，眼神里已经没有了光。昨天的惨烈战斗就像一场噩梦，可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却怎么也忘不掉。就在那一刻，有些东西彻底改变了，愤怒不再只是情绪，而是变成了手中燃烧的火焰。雷终于看清了真相，心里的恨意越深，这股魔法的力量就越强，但这股力量太霸道了，现在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再这么玩命下去，恐怕还没复仇自己就先垮了，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了。雷缓缓站起身，他知道自己必须行动，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既然那些人毁了他的一切，那就用血来偿还。第17街的中央广场如今已经变了天，赫克托当成了这里的土皇帝，到处都是横行霸道的守卫，路人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一句话不对就丢了性命。谁也没注意到，那个穿着黑色斗篷的少年已经悄无声息地潜入了这片死地，仇人就在眼前。赫克托还在骂骂咧咧，根本没意识到死神已经到了身后。雷死死盯着目标，手中的短刀燃起红光，既然找到了，那就别想活着离开。汉弗莱还想上来搭讪，结果雷根本不废话，手起刀落，瞬间就在他脖子上开了个口子，鲜血喷涌而出。刚才还嚣张的汉弗莱这下彻底吓破了胆，一边后退一边求饶，但雷的眼神里只有冰冷。汉弗莱，这只是个开始，赫克托帮的每一个人今天一个也别想活。汉弗莱彻底被打懵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这小鬼的身法为什么会这么快，跟之前简直判若两人。再这么耗下去，自己必输无疑。既然躲不开，就在雷一刀刺中他肩膀的瞬间，汉弗莱不仅没躲，反而露出一丝狠笑。雷这才反应过来，这家伙是故意让他刺中的，就是为了锁死他的行动。还没等雷抽刀撤退，领口就被死死拽住，紧接着整个人被狠狠砸向地面。汉弗莱死死掐住雷的脖子，语气里满是不屑。他觉得为了复仇把命搭进去，简直是天底下最蠢的事。第17街的幽灵，汉弗莱一字一顿地叫出雷的名号，看来他早就盯上这小子了。就在雷命悬一线的时候，汉弗莱突然话锋一转，说想跟他谈个交易。这个外号沉默者的男人竟然主动找上门，想要谈一桩买卖。雷一眼就看穿了，这个向来完美的任务机器，现在竟然显得走投无路。看来他不是在耍花招，而是真的遇到了大麻烦。雷停下脚步问：“你说的交易到底是什么？”汉弗莱开门见山，想让雷离开50区，去帮他找失踪多年的弟弟。原来他被赫克托骗了整整10年，弟弟早就被卖到了魔法师之城，而他只能像个傀儡一样被使唤。雷并不想多管闲事，可汉弗莱接下来的话让他瞬间警觉起来。汉弗莱说：“我知道你会用魔法，仓库那场仗我就看出来了。”但他紧接着又泼了一盆冷水，就算你会魔法，现在也绝对赢不了赫克托，因为那个男人身边跟着一个真正的怪物。汉弗莱提起那个魔法师，语气里全是忌惮，说那家伙简直就是个恶魔，不管是把人活活冻成冰雕，还是用魔法让人窒息，对他来说都只是消遣。雷心里很清楚，汉弗莱说的没错，自己现在这点本事，顶多算是靠本能下琢磨，跟那种职业选手硬碰硬，简直就是去送人头。想要报仇，就要先去那个传闻中的地方——埃尔顿河上游的魔法师之城，只有在那里，他才能真正掌握足以改变局面的力量。汉弗莱递出一个沉甸甸的布袋，说这是他攒了一辈子的积蓄，里面还有他弟弟的所有线索。雷看着这袋钱，冷冷地问了一句：“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守信用？万一我拿了钱直接消失呢？”汉弗莱却笑了，他说自己看人从没错过。雷不仅是个守信的人，更有本事闯进那些大人物待的上层区。就在这时，远处的动静越来越近，赫克托的追兵马上就要到了。汉弗莱一把抓住雷，催促他赶紧做决定，带上这些钱离开。雷提了最后一个要求，把桥下那些尸体全部处理干净。汉弗莱郑重地向雷点头，说剩下的麻烦他会处理好，只要雷能把人带回来。雷没有再多说什么，转身消失在巷子的尽头，只留下一句：“等我回来。”他一路穿过破旧的街道，直到确认身后确实没有赫克托的眼线。这只是计划的第一步，真正的挑战还在那个魔法师之城等着他。雷在巷子里找到了维奥拉奶奶，他往铁罐里丢了一枚硬币，开门见山的说：“我没多少时间，想请教您一件事。”
维奥拉奶奶笑了笑，让他有话快说。谁能想到这个冷酷的少年问出的竟然是一个童话般的问题？关于彩虹的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雷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小男孩的身影，那是他最珍贵的回忆。那个孩子曾兴奋地告诉他，只要找到彩虹的尽头，就能实现任何愿望。雷想起以前那个爱闹腾的小伙伴，总是缠着他抱怨甜甜圈被抢了，还非要他专心听那些关于彩虹的废话。那时候的雷只觉得这些事很麻烦，随口答应明天帮他出头，根本没把那个愿望放在心上。回到现实，维奥拉奶奶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她说彩虹不仅是真的，而且确实能实现任何愿望。雷能感觉到老人的魔力依然纯净且强大，这说明他没有撒谎，这个传说绝不是空穴来风。他想起汉弗莱说了个关键情报，听说曾经有一位强大的魔法师也专门来这里寻找过彩虹，看来想要得到这个愿望的人远比雷想象的要多。既然彩虹真的存在，雷终于问出了那个最关键的问题，如果找到了它，是不是真的能让人起死回生？维奥拉奶奶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她说在彩虹面前，任何奇迹都有可能发生。虽然没人知道彩虹到底在哪，可能在世界的尽头，也可能在遥不可及的远方，但对雷来说，只要有这一丝希望就足够了。他礼貌地向老人鞠躬道别，还叮嘱他尽快搬到安全的地方。雷拉紧了斗篷，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巷子。现在的他已经有了必须出发的理由。雷独自来到了第50区的郊外，这里到处都是废弃的建筑。他拿出奈尔斯留下的笔记，仔细核对着上面的每一个细节。果然，在蓝色建筑旁边停着一辆不起眼的白色轿车。看来奈尔斯早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连撤离用的交通工具都提前备齐。就在雷准备上车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问他到底是谁。雷的手僵在了车门上，一个穿着工装的男人正步步逼近，对方语气里满是不屑，嘲讽他是奈尔斯带出来的毛头小鬼。看这架势，对方显然已经等候多时了。男人一脸嚣张地摊开手，追问奈尔斯到底躲在哪。雷冷冷地看着他，本以为已经甩掉了赫克托的所有手下，没想到还是被这块狗皮膏药沾上了。雷根本没打算跟他废话，现在每一秒钟都很宝贵。他猛地拉开车门坐进驾驶位，男人见状直接炸了毛，一边怒吼着想跑没门，一边像疯了一样朝车子冲过来。就在车轮启动的一瞬间，他竟然飞身扑了上去。雷刚握住方向盘，就听到车窗外传来一声闷响，男人死死地扒住了车门。他一边疯狂地拽着门把手，一边隔着玻璃对雷咆哮，让雷赶紧滚出来。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雷感觉到体内的魔力消耗太快，原本维持身体素质的强化魔法已经开始出现了失效的迹象。如果再拖下去，他根本没法从这脱身。雷咬紧牙关，将剩下的魔力全部汇聚在掌心，准备给这个难缠的家伙最后一击。随着一声巨响，耀眼的红光从车内爆发，男人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这股恐怖的冲击力直接轰飞，重重地摔在了远处的地面上。雷没有片刻迟疑，他迅速锁死车门，猛地踩下油门，引擎的轰鸣声瞬间打破了街道的死寂。白色轿车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总算把那帮家伙甩掉了。雷双手稳稳地握住方向盘，看着前方不断倒退的废墟，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离开这里。随着引擎的一声轰鸣，白色轿车在荒凉的街道上疾驰而过，扬起漫天的尘土。打开后备箱的那一刻，他忍不住感叹：奈尔斯，你准备的还真是周到，满满一车的物资，足够他撑上一段时间了。雷看着远处的地平线，心里很清楚，想要到达下一个区域，1-2天的时间根本不够。深夜的篝火旁，雷正在盘算接下来的计划，他必须尽快摸清魔力的底细。这种力量分为2种，一种像红色魔力这样可以直接上手，另一种则需要复杂的融合。通常情况下，魔力并不会乖乖听话，除非靠特定的情绪来引导。只要心中燃起复仇的怒火，魔力就会变得前所未有的狂暴。现在的他满脑子只有复仇这一件事，看来单靠这一种颜色已经到达极限了。雷很清楚，只要稍微一分神，好不容易聚起的魔力就会消散。既然这样，那就试试把不同的颜色混合起来，但这比想象中要难得多。兼容性差的魔力会互相排斥，稍微操作一下就感觉整个人都要被掏空了。不过这也说明一定存在某种完美的组合，能让力量成倍增长。接下来的路，他得去寻找更多的魔力配方了。以前雷没觉得这事有多重要，但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必须坚持走下去的理由。天刚蒙蒙亮，他就已经开着那辆白车穿过了大半个荒原。趁着休息的空档，他开始尝试操控全新的魔力。淡蓝色的光芒在指尖跳动，这种感觉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清晰。雷收起力量，低声自言自语：行了，今天就先练到这吧。雷躺在车顶思考着一个关键问题，到底怎么做才能更顺畅地调动魔力？如果能像那个法师一样把魔力存进身体里的容器，效率绝对会翻倍。看来等到了49区，得好好研究一下那个魔像了。与此同时，50区的气氛却紧张到了极点，大批守卫正在封锁街道。男人坐在车里，冷冷地问：还没抓到人？手下下的话都说不利索，只能拼命求饶，再给点时间，一定能把东西找回来。男人根本没耐心听他废话，直接递过去一个东西，冷冷地说：把这个拿着。手下当场就愣住了，完全没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还在拼命求饶，希望能再得到一次机会，但男人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他冷冷地盯着对方：我不喜欢废话。就在手指接触的一瞬间，一股极寒的能量猛然爆发，蓝色的冰晶顺着指尖迅速蔓延。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喊疼，整条手臂就已经被彻底冻住，惨叫声瞬间传遍了四周。他已经彻底成了一座冰雕。
男人用手杖轻轻一敲，整个人就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他看都没看一眼，冷冷地丢下一句话：“真是个没用的废物。”就在这时，守卫急匆匆地跑来汇报：“长官，这边有发现，地上的裂痕非常深，魔像显然在这里跟人交过手，而且现场还散落着不少魔像的碎片。”男人看着地上的残骸，空气里的魔力还没散干净，看来刚才有人在这里用了一招威力极大的法术。男人继续在废墟中搜寻，他能感觉到这附近的魔力波动依然很强烈。他叫住一旁的守卫，冷冷地打听这里的底细。原来这地方以前是一群流浪儿的落脚点。流浪儿？男人心里冒出一个荒唐的念头，难道刚才那个威力巨大的法术竟然是一个小乞丐使出来的？想到这，他突然忍不住大笑起来，笑声里充满了轻蔑和嘲讽。一个肮脏的流浪儿怎么可能掌握这种级别的魔法？这简直是他听过最离谱的笑话。男人根本不相信有人能靠自己从无数种魔力组合中摸索出正确的法术，这绝对不可能。他断定是有外来的法师暗中毁掉了魔像，随即下令封锁现场彻查到底。可就在转身的一瞬间，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他的脑海：如果真的有人能做到这一步，那这家伙绝对是个怪物，这种级别的天赋注定会成为传说中的大魔导师。而此时此刻，雷已经穿过了废墟，正式踏入了49区的地界。奈尔斯喝着酒，随口问道：“你想知道我的家乡是什么样吗？”其实49区跟这儿差不多，都是一样的烂地方，无非是地方更大楼更高一点罢了。越往高处走，确实就越发达。可当他真正站上49区的土地，才发现这里大得惊人。更奇怪的是，这地方竟然一个魔像都看不见，气氛显然不太对劲。这地方比50区大了1倍不止。雷走在36号大街上，心里很清楚，想在这里生存下去，必须得先弄到情报，尤其是那个法师手里的圆环法器，那可是他复仇的关键。还有关于魔法师之城的线索，这些都得一个一个查清楚。不过眼下最现实的问题是，兜里的钱还能撑多久？这趟旅程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谁也说不准。他停在一间书店门前，或许这里能找到他想要的答案。维罗妮卡书店。雷盯着招牌看了半天，名字倒是挺好听，可书店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当初是奈尔斯教他识字的，只不过教的词儿全是求救、杀人或者枪支之类的，甚至连兄弟这个词，他也是在那时候才学会怎么写。多亏了那段日子，他现在才能看懂招牌上的字。可屋子里那些方方正正的东西，他这辈子都没见过。正当他打算进屋看个究竟，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大喊：“喂，干什么的？”2楼窗户突然推开，一个红发女孩冲着下面大喊：“上次砸窗户的就是你吧？居然还敢回来偷书！”雷被骂得一头雾水，原来屋子里那些东西叫书啊！还没等他开口解释，女孩又挥着拳头吼了起来：“赶紧滚蛋，别再来找我们的麻烦！”雷完全没把威胁放在心上，反而盯着女孩胸口散发的光芒，红色是兴奋，黄色是喜悦，深绿色则是烦躁。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颜色混在一起。女孩见他没反应，气得直跳脚，大人马上就下来了，你确定还要在这儿待着吗？雷抬头看着这个暴躁的女孩，心里只觉得莫名其妙，这人到底在说什么？真是个怪人！你说什么？红发女孩像是被踩了尾巴，她隔着窗户歇斯底里的大喊：“你们这帮家伙，知不知道爷爷被你们害得有多惨？”雷没打算继续纠缠，现在可不是吵架的时候。他转身离开书店，快步走入街道的阴影里。可还没走多远，他就察觉到气氛不对劲，路边坐着的几个年轻人正死死地盯着他，这些人的眼神里全是敌意。也难怪，一个陌生人在人家的地盘乱晃，确实很像是在故意挑衅。看来这地方的人对他这个外来客可是一点都不欢迎。这地方跟50区也没什么区别，到处都是一股腐烂的味道。今天跑了这么多条街，却连一点魔力的线索都没发现。他靠在椅背上盘算着，明天得走远一点，去更深处的地方碰碰运气。就在他准备闭目养神的时候，车窗外突然传来细微的脚步声，虽然声音很轻，但在寂静的荒野里格外刺耳。他睁开眼，眼神里透出一股冷意，终于还是找上门来了。1、2、3，一共4个人。这帮家伙拎着球棒，正悄悄地朝车子围过来。看来今晚注定是没法好好休息了。车外的几个小混混压低声音，正商量着怎么处置车里的人。要杀了他吗？不，先把他放到，别让他叫出声来。还得找后备箱的钥匙，里面肯定有吃的。这帮人还没意识到，他们的一举一动全在雷的掌握之中。就在红帽子伸手的一瞬间，雷猛地发力，整块车窗玻璃瞬间炸裂。突如其来的冲击直接把带头的混混掀翻在地，剩下的人全傻眼了。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雷已经从车里冲了出来。这下轮到这帮人慌了，本以为是个躲在车里睡觉的肥羊，谁知道竟然踢到了最硬的骨头。第一个还没爬起来，第二个已经急红了眼。他举起铁棍，发了疯一样朝雷的脑袋砸下去，嘴里还骂着要让他偿命。可雷连躲都没躲，只是随手一抬，就稳稳地抓住了落下的铁棍。偷袭的混混彻底懵了，他拼命想把棍子抽回来，可那只手就像铁钳一样纹丝不动。他只能一边往后退，一边语无伦次的求饶。雷没打算给他求饶的机会，咬紧牙关吧。黑暗中只听见一阵闷响，伴随着几声惨叫。战斗结束的比想象中还要快，刚才还嚣张跋扈的几个人，现在全都老老实实的跪在地上，连头都不敢抬。雷靠在车边，居高临下的看着这几个俘虏，他语气平淡的问：“喂，这附近几条街现在是谁在管？”跪在地上的3个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先开口。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这种死一样的沉默
显然让雷失去了耐心。他微微低头，眼神中透出一股让人胆寒的压迫感。回我的话，别让我再说第二遍。带头的男孩还想在这儿装死，结果下一秒雷直接动手了。男孩吓得魂都没了，赶紧交代说是3条街，从23街到25街。雷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盯着他一字一顿地说：“你在撒谎！”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雷狠狠一脚踩了下去，惨叫声响彻整条街。雷根本没打算跟他废话，既然敢撒谎，那就要付出代价。这一顿收拾下来，男孩彻底崩溃了，跪在地上求饶，把知道的全招了。原来他们管着14条街，手下足足有52个人，老大叫凯德里克，就躲在废弃工厂里。雷也没想到这帮人的胃口竟然这么大，他冷冷地盯着男孩，命令他抬起头来。雷继续盘问跪在地上的男孩，想知道他们的老大到底交代了什么任务。男孩哆哆嗦嗦地说：“老大让他们把雷揍扁，然后抢走所有的食物，甚至还带了一句挑衅的话，说他正在暗处盯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就在雷分神说话的时候，后方一个同伙突然暴起，手里攥着尖刀直冲后脑。雷连头都没回，只是冷笑了一声，周身瞬间炸开恐怖的气流。想完背后捅刀子这一套，那纯粹是自寻死路。偷袭的家伙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突如其来的狂风迷了眼，紧接着整个人倒飞出去，重重的摔在地上。雷走上前，一把揪住对方的头发，语气冰冷的让人发指：“回去给你们老大带个话，盯着这里的可不止他一个人。”在这个贫民窟里，没人知道什么是魔法，所有人都被蒙在鼓里。雷正琢磨着，要是能找到关于魔法的书，说不定能解开不少谜团。可还没等他走远，几个不速之客就挡住了去路。领头的蓝发少年笑嘻嘻的打招呼，说想占用他一点时间。雷一眼就认了出来，这帮人跟昨晚那伙流氓是一路的，看来昨晚大闹了一场，已经引起了对方高层的注意。蓝发少年倒也坦诚，直言他们的老大看中了雷的身手，特意让他来送一封信。可尴尬的事情发生了，这帮人手里拿着信，却面面相觑，竟然谁也不认识上面的字。这下场面一度非常离谱。看着这帮大字不识的小子，雷直接一把夺过信件，打算自己看个究竟。这一下可把对方给惊着了。在这片混乱的街区，除了几个头目，竟然还有人能读懂文字。信上的内容很简单，对方老大想收编雷，还承诺让他以后再也不用挨饿。雷看完信，突然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你们这儿是怎么选老大的？”带路的小子愣了一下，下意识回答说：“当然是谁拳头硬，谁说了算。”雷听完冷笑一声，直接转身示意他们带路。既然谁强谁就是老大，那这事儿就好办了。穿过几条偏僻的街道，带路的小子在一座废弃工厂前停下，这里就是凯德里克的老巢。推开沉重的大门，里面阴森森的，到处都是巡逻的打手，气氛压抑的让人透不过气。雷面无表情的往里走，在工厂最深处，一堆篝火正烧得噼啪作响，火堆旁坐着一个男人，正一脸玩味地打量着他，显然已经等候多时了。凯德里克缓缓开口：“看来你就是那个闹事的新面孔。”凯德里克站起身，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他直截了当地自我介绍，顺便想给这个新人一个下马威。雷平静地报上姓名，可他的注意力全被凯德里克手上的戒指吸引了。那枚戒指散发着惊人的魔力波动。雷以前见过不少魔法碎片，但魔力强到这种程度的，他还是头一次见。凯德里克摆出一副大方的样子，招呼雷坐下说话，还强调雷今天是这里的客人。可当雷坐下的那一刻，周围的打手瞬间围拢过来。雷在心里暗自评价，这家伙年纪轻轻，竟然能把这么多手下管得服服帖帖。凯德里克笑着打听雷的来历，还提到了那辆传闻中的车。雷也没打算隐瞒。50区这话一出，整个工厂瞬间炸开了锅，手下们议论纷纷，根本不相信有人能从那种远地方活着过来。凯德里克突然一声怒喝，全场立刻变得鸦雀无声。这种绝对的掌控力让雷也有些意外。凯德里克收起笑意，正式向雷发出了邀请，只要加入他的组织，一切都好商量。雷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词：组织。看来这帮人可不是什么不入流的小混混。凯德里克越说越兴奋，他透露自己正准备投靠一个大靠山，那是45区赫赫有名的组织，只要凑够人数，他们就能彻底翻身。他张开双臂向雷发出邀请，直言这是出人头地的最好机会。雷听完点了点头，语气平静地说：“加入你们倒也不是不行。”凯德里克刚露出满意的笑容，还没来得及庆祝，雷的话锋却突然一转，他冷冷地盯着凯德里克，一字一句地说道：“但我这人有个规矩，从不听命于比我弱的人。”此话一出，工厂里的温度瞬间降到了冰点，原本热闹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杀气腾腾。凯德里克愣在原地，显然没料到对方敢这么嚣张。他压低声音反问道：“你的意思是我比你弱？”雷坐在对面，语气平淡道：“在50区，老大是靠拳头打出来的，可不是靠一张嘴。”旁边的手下听不下去了，刚想开口骂人，结果下一秒直接被凯德里克死死掐住脖子。“谁准你插嘴的？我最讨厌说话的时候有不长眼的在旁边乱叫。”这下全场都安静了。凯德里克这种疯子发起火来连自己人都杀，这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力量，而是某种强化咒语。雷一眼就看穿了真正的猫腻，全在凯德里克手上的那枚戒指里。旁边的人早就吓破了胆，这疯子一旦动手不闹出人命，绝对不会停手。雷可没打算干看着，他随手打了个响指，直接切断了戒指上的魔力供应。刚才还杀气腾腾的凯德里克瞬间像断了电一样，他随手把人扔在地上，笑着说自己刚才有点失控，这变脸的速度简直比翻书还要快。没人知道他这副笑脸背后到底还藏着什么鬼主意。雷根本没打算给面子，直接当众挑衅，说凯德里克
看着就比自己弱，想比划比划，随时奉陪。这句话彻底点燃了火药桶。凯德里克浑身冒着红光，指着雷的鼻子破口大骂，还转头逼问手下，到底谁才是最强的？那帮手下哪敢说半个不字，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拼命点头哈腰，生怕慢一秒就没命了。雷在一旁冷眼旁观，他发现这枚戒指会跟着情绪走，只要凯德里克一发火，魔力就会失控。最离谱的是，凯德里克自己竟然完全没察觉。就在气氛降到冰点的时候，凯德里克却突然收了手，他叹了口气，像是要把这笔账先记下。凯德里克歪着头问：“你真想见识一下我的实力？”雷直接把话挑明了：“咱们来一场首领争夺战，如果我输了，以后就死心塌地跟你混。”凯德里克听完笑得更狂了，他不仅答应了，还要把时间定在1周后，当着所有帮派的面公开决斗。他要让所有人都看清楚，谁才是这片地盘真正的王。雷面无表情地答应下来，但他没忘记那枚古怪的戒指，顺口打听这东西的来历。凯德里克却故意卖了个关子，说只要雷能赢，到时候自然会知道答案。不过这永远不会发生。到了第2天，雷独自走在街头，脑子里全是那枚戒指的事。那东西透着古怪，绝对不是普通的装饰品。就在他出神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一阵破空声，雷头也没回，抬手就抓住了飞来的暗器。几个小混混拎着棍棒围了上来，阴阳怪气的嘲讽他手挺快，还质问他谁给的胆子敢在这一带乱晃。带头的壮汉冷笑着凑近，问雷是不是活腻了，专门跑来找死。这帮混混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叫嚣着这片地盘是他们的，让雷别想活着走出去，还打算给他点教训。雷根本没耐心听他们废话，直接打断了对方，冷冷的回了一句：“废话少说，有本事就一起上。”结果显而易见，没过几分钟，这帮人就全躺在地上起不来了。雷拍了拍手，发现最近找麻烦的人越来越多，看来是因为要和凯德里克决斗的消息已经在城里传开了。凯德里克的手下虽然不敢乱动，但其他帮派可坐不住了。在他们眼里，如果让雷这种外人在地盘上横着走，那他们以后就没法混了。所以哪怕平时不对付，这帮人现在也开始联手对付雷。雷擦了擦脸上的血迹，其实这一切正合他的心意。对他来说，这些找上门的麻烦全都是最好的练手对象。魔力这东西越用越顺手，不仅施法速度变快了，消耗也越来越小。看来故意找人打架这招确实没白费功夫。雷握紧了拳头，突然察觉到一丝不对劲，他猛地转过头，对这空荡荡的巷子喊话，打算在那儿看戏看到什么时候。阴影里慢慢走出一个戴帽子的小伙，他推了推眼镜，盯着雷仔细打量了一番。银色头发，没什么表情，你就是那个传闻中的猎人吧？雷盯着眼前这个瘦小的家伙，看年纪还没到成年，而且浑身上下一点杀气都没有，实在不像个能打的。雷一步步逼近，语气冰冷的命令他把眼镜摘了，省得一会儿打起来碎玻璃割伤了手。男孩吓得魂都没了，赶紧摆着手大喊：“等一下，我真不是来打架的。”雷停下脚步，一脸疑惑的看着他，既然不是来找茬的，那这小子鬼鬼祟祟跟着干什么？男孩一边往后退，一边指着自己这小身板解释，说他这种人根本不会打架，更别提跟雷动手了。雷没耐心听他诉苦，直接问他到底有什么目的。菲利普咽了口唾沫，这才小声报出了自己的名字，他叫菲利普，是个专门在道上混的中介。这次找上雷是有个建议给他。菲利普在前面带路，说他的地盘就在垃圾场附近。这一路上他一直念叨着那个名号猎人，看来上次那场恶战之后，雷的名声已经彻底传开了，现在满大街都在聊他。说话间，两人已经到了一座旧仓库门前。菲利普推开大门，里面竟然别有洞天，到处都是打闹的孩子。这地方虽然破旧，但听起来却热闹的不行。雷看着眼前的景象，显然没料到这位中介的老巢竟然是这种画风。雷看着眼前的景象，忍不住感叹这地方真不简单。菲利普一脸得意地宣布：“欢迎来到他的地盘，菲利普酒店。”这地方看着乱，人头可不少。菲利普随口报了个数字，足足186人，这还不算那些正在外面干活的。雷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这里的孩子跟外面那些混混完全不是一类人，他们太小了，也太弱了。菲利普无奈地摊了摊手，说49区这地方矿井多，大人死得快，剩下的全是没人管的孤儿。为了活命，这些孩子只能去矿场和商店卖命，因为他们年纪小，要的工钱也低，反倒成了市面上的抢手货，甚至连那些占地盘的帮派都忙不过来。为了保住这块地盘，菲利普还得定期给帮派交保护费。这小子年纪不大，心思道是深得可怕。菲利普说的直白，他就是个倒卖劳动力的中介，把这些孩子送到需要的地方，顺便给他们提供一个落脚点。当然了，这地方可不是白住的。雷看着这规模，很难想象是这小子一个人搞出来的。就在这时，一个叫乔纳森的小鬼跑了过来，兴奋地说他在餐厅干得不错，再也没人敢欺负他了。说完，这孩子熟练地掏出一叠钱，那是他这个月的房租。菲利普收钱的动作非常利索，转头就在本子上记了一笔。这本子就是他的命根子，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关于这间酒店的管理细节。菲利普甚至大方地问雷，想不想看看他的商业机密。雷随手翻开那个本子，结果发现上面记满了关于他的情报，从住在哪到战斗风格，甚至连他那个猎人的绰号都被菲利普用红笔圈了起来。雷盯着本子说：“你对我研究的挺深啊。”菲利普这下彻底慌了，他显然没料到雷竟然能看懂他写的这些东西。菲利普赶紧低头道歉，解释说这只是他的职业习惯，他这人没别的爱好，就是喜欢观察每一个路过的人，并把细节全都记下来。
雷倒是没生气，他把本子还了回去，淡淡的说了一句：“你不用道歉，反正我观察别人也看不出什么。”菲利普这才把心放回肚子里。他收好本子，带着雷穿过走廊，停在了一扇大门前。到了，菲利普指了指前面，门口站着2个守卫。门口的守卫显然不认识雷，皱着眉头想把人拦下来。菲利普直接扯开嗓门大喊：“这可是大名鼎鼎的猎人，我今天特意请来的贵客。”守卫一听这名号，立马老实了。菲利普推开大门，把雷带进了自己的私人房间。这地方装修的挺讲究，跟外面的混乱完全是2个世界。雷坐下来，直言不讳，说刚见面那会儿，还以为菲利普是个满嘴跑火车的骗子。菲利普一边从保险柜里掏东西，一边严肃地反驳。他说自己做生意最讲诚信，钱没了可以再赚，但要是把名声搞臭了，这辈子就彻底翻不了身了。看着菲利普那副老练的样子，雷忍不住在心里嘀咕：这小子说话办事，真是一点都不像个同龄的孩子。雷开门见山的问：“你费了这么大劲，到底想跟我谈什么生意？”菲利普坐在对面，虽然心里还在打鼓，但他知道想要翻身就必须得赌一把大的。他站起身，伸出手，正式向雷发出了邀请。他想让雷成为他的合伙人，一起去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这个合作有个前提，雷必须先解决掉那个叫凯德里克的家伙，然后取而代之成为这片区域新的领袖。雷没有立刻回答，只是静静地盯着眼前的少年。他发现菲利普体内的黑色魔力竟然比之前少了很多，他一定是在鼓起勇气。雷冷不丁问了一句：“你就这么确定我能赢？”菲利普推了推眼镜，一脸自信地说：“这叫直觉。”他解释说自己最擅长观察人，只要盯着对方的习惯看，就能把这人的底细摸个8、9不离10。比如雷在跟人说话的时候，从来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菲利普甚至大胆猜测，雷的心里可能受过什么创伤，所以才会下意识地避开别人的脸，只盯着对方的胸口看。雷听到这儿，整个人突然僵了一下，他没反驳，反而猛地凑到菲利普面前，眼神变得异常冰冷。除了这些，你还看出什么了？雷的声音听不出情绪，但那股扑面而来的压迫感让菲利普瞬间出了一身冷汗。菲利普顶着压力继续说，他发现雷在转弯的时候总是习惯性的先迈出右脚，这是为了在遇到突发状况时能第一时间用右手反击。雷听着这些分析，心里泛起了一阵涟漪。以前别人看他只会觉得他是个冷血的怪物，或者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疯子，从来没有人像菲利普这样会去观察他这些细微的习惯，甚至试图读懂他背后的逻辑。雷很清楚自己的情况，除了愤怒和悲伤，他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其他情绪，整个人就像一潭死水。看着眼前这个滔滔不绝的少年，雷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也许菲利普就是那个关键，能帮他找回那些弄丢的情绪。菲利普还在那儿分析，说那个凯德里克打起架来容易上头，而雷却冷静的像台机器，所以这一仗雷必胜无疑。雷没等他把话说完，直接冷冷的回了一句：“你的提议我接受了。”这下轮到菲利普猛了，他没想到雷答应的这么痛快，连具体的报酬和细节都不问。雷站起身摆摆手，这些事你看着办就行，只要你别在背后耍花招。雷丢下这句话就准备离开，菲利普乐得和不拢嘴，拍着胸脯保证绝对忠诚。可就在这时，雷突然停下了脚步。他说自己也有一个条件，既然菲利普在这一带人脉这么广，那就要帮他办件事。雷转过头盯着他，一字一顿地说：“我要你帮我找个东西。”2天后，雷出现在一片荒地，车坏了，只能找人来修。修车工一边干活一边碎碎念：“看来传闻是真的，你真是从武士区过来的，看这车的惨样，你是直接横穿了荒原吧？”他接着感叹：“菲利普看来真的很看重你，不然也不会派我这种高手过来。喂，帮我拿一下扳手和螺母。”雷没说话，只是动了动手指，零件就这么凭空飘了过去。修车工从车底滑出来，看着手边的工具一脸懵，奇怪，这东西什么时候跑我身边来的？活干得挺利索。修车工拍拍手说：“搞定了，就是发动机有点过热，我特意从店里偷拿了最好的冷却液，保你之后没问题。”雷点点头，辛苦了。修车工一边收拾工具一边感慨，这都是看在菲利普的面子上，要不是他，我们这帮人连饭碗都找不着，所以大家平时都愿意分他一笔。看来菲利普这家伙人缘比想象中还要好。修车工突然想起什么，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对了，菲利普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他说当面说太麻烦，干脆全写在上面了。修车工摆摆手走远了，雷独自拆开那张纸条，记忆回到了2天前，当时他开门见山的提出，我要所有关于魔法师的情报。菲利普推了推眼镜，一脸自信的拍胸脯保证，只要有丁点可疑的人，我都能给你揪出来，找我办事你尽管放心。没想到才过了2天，这情报贩子的效率竟然这么高。纸条上写的清清楚楚，第2街道狼堡面包店的老板，一个42岁的男人，他竟然能单手轻轻松松拎起沉重的面粉袋。第8街区的收银员安德鲁，竟然能面不改色地啃完一整块硬得像石头的干面包。雷盯着纸条，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他决定亲自去街上转转，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破绽。路边一个搬运工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人轻轻松松扛着2大筐蔬菜，步子迈得飞快，但雷观察了片刻，还是在纸上划掉了一个名字。这家伙身上没有魔力波动，看来也不是他。现在名单上只剩下最后一个目标了。情报显示，那人躲在废弃商场的地下室，经常在深夜出没搬运杂物。
头顶上方却突然传来一声惊呼：“小心！”一根沉重的钢管意外脱落，正朝着路人砸了下去。就在钢管砸落的一瞬间，一阵怪风突然刮过，戴帽子的男人侧身一闪，竟然在毫厘之间躲开了死神。纸条上的情报果然没错，面对这种突发灾难，他脸上竟然一点惊恐都没有，这反应太不正常了。雷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这家伙绝对就是那个魔法师。雷一路跟踪到书店门口，却发现两个混混正凑在一起嘀咕，听他们的意思，这家店今天还是没敢开门。其中一个混混冷笑着说：“咱们天天往里扔石头，谁能受得了？估计店主早就撑不住了。”另一个混混压低声音提醒：“别废话了，雇主可是说了只要能逼他们把店卖了，就给咱们发双倍的工钱。”看来这间书店惹上了不该惹的麻烦。这帮混混真够绝的，砸了店面还不算完，这次竟然盯上了2楼的住家，打算把人彻底赶走。就在混混准备扔石头时，2楼的窗户突然推开，一个红发女孩愤怒的大喊：“住手！原来你们就是那帮捣乱的混蛋！”女孩虽然骂得凶，但雷一眼就看出了端倪，她身上散发出的黑色魔力，说明她现在其实怕得要命。底下的混混非但不怕，反而笑得更加嚣张。他们嘲讽女孩连手都在抖，还把这种恶意发泄在对有钱人的嫉妒上。女孩刚想反驳说大人马上就下来，可混混根本不给她机会，手里的石头已经狠狠砸向了窗户。这帮人真是坏透了，他们早就打听清楚，这书店里只有一个生病的老头和几个手无寸铁的小孩，所以才敢这么无法无天。混混一边叫嚣着，一边再次举起了手里的石头，这次他瞄准了女孩的脸，打算彻底毁掉这一切。就在石头飞向女孩的一瞬间，躲在暗处的雷终于坐不住了，他突然怔住，强大的魔力瞬间在指尖炸开，那块飞在半空的石头竟然硬生生的停住了。红发女孩死死盯着前方，双手猛地向前推去，雷在暗处看得清清楚楚，这股气息绝对错不了。原来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孩竟然也是个魔法师，刚才那一下把这俩小子给吓懵了，还以为只是个巧合。雷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那绝对不是什么意外，而是真正的魔法。窗台上的女孩已经快撑不住了，她大声呵斥，想让这群人赶紧滚开。带头的混混根本不吃这一套，反而变本加厉，直接带人冲了上去。这下麻烦了，光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挡不住这么多攻击。就在这帮家伙要动手的时候，雷终于不再旁观，直接抬手释放了魔力。这股力量来得太快，混混们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狂风吹得东倒西歪。他们还以为只是运气不好，结果下一秒冲击波就直接砸在了脸上，这下是真的踢到硬石头了。刚才还嚣张跋扈的2个人，现在只剩下满地的惨叫声。看着满地打滚的混混，雷连头都没回，只是淡淡的对窗台说了句：“好久不见。”女孩显然没料到会在这里遇见他，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赶紧跑下楼鞠躬道谢。雷倒是很直接，救人只是顺手，他这次过来是有正事要问。2人同时开口：“你刚才用的就是传说中的魔法吧？”2人对视了半天，女孩这才反应过来，赶紧尴尬的咳嗽2声，把雷请进了屋里。进了书店，她才正式做了自我介绍，原来她是这里的店员，名字叫维罗妮卡。想起上次见面的场景，他赶紧低头道歉，说当时闹了个大乌龙，把雷当成了那帮扔石头的坏孩子。雷倒是一点没往心里去，毕竟那种情况换成谁都会产生误会。维罗妮卡还在后怕，要是雷刚才没出手，后果简直不敢想象。可雷却表现得异常冷静，甚至说自己只是来逛书店的。这不按套路出牌的性格，让维罗妮卡觉得他真是个怪人。雷显然没心思闲聊，他直接问出了最关心的问题：“你的魔法是跟谁学的？”得知维罗妮卡的爷爷也是魔法师，雷立刻提出想要见一面，毕竟在这个地方能遇到同类实在太难得了。维罗妮卡正准备上楼去请爷爷，却突然发现雷的脸上带着伤，可雷自己却像没事人一样，根本没把这点小伤放在心上。维罗妮卡说这伤口会留疤，还没等雷反应过来，他就直接冲到了面前，手上泛起了一阵柔和的白光，随着光芒慢慢散去，雷脸上的伤口竟然奇迹般消失了。维罗妮卡松了一口气，觉得这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这下雷彻底坐不住了，他猛地站起身，死死盯着维罗妮卡质问：“你刚才用的竟然是白色魔力？这种力量不仅能发光，甚至还能直接治愈伤口，这简直是雷压根没想到的事。因为无论他怎么努力尝试，都始终无法触碰到这种传说中的白色魔力。这种力量只对善良和牺牲有反应，可对于雷这种没有感情的人来说，这些词汇实在太遥远了。”维罗妮卡觉得很奇怪，她压根没听说过什么白色魔力，在她看来，刚才用的只是最基础的再生元素。雷一下子愣住了，他想起奈尔斯曾经说过，魔力这种东西肉眼根本看不见，哪怕是魔法师也只能去感知。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对劲，维罗妮卡口中的再生元素，在雷的眼里却是清清楚楚的白色。这种认知上的巨大偏差，让雷意识到他眼中的世界和别人看到的可能完全是两码事。维罗妮卡随口科普了几句，雷才发现自己以前知道的那些简直就是冰山一角，光是魔法元素竟然就有上百种，这完全触及了他的知识盲区。雷隐约感觉到，如果能见到那位神秘的爷爷，或许能解开更多关于魔法的谜团。维罗妮卡让雷先在楼下坐会儿，他得先上楼看看，毕竟爷爷现在病得很重，连下床走动都非常困难。独自留在书店里的雷看着满屋子琳琅满目地藏书，心里忍不住感叹，这些书每一本恐怕都价值连城。他下意识地想要伸手去摸，可看到自己
那双满是污垢的手又猛地缩了回来，生怕弄脏了这些珍贵的宝贝。雷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自己上次洗澡还是几个月前，虽然他早就习惯了这种味道，但对普通人来说，自己现在肯定臭烘烘的。他忍不住开始怀疑，维罗妮卡刚才表现得那么自然，到底是他压根闻不到，还是因为他实在太有礼貌了？就在雷胡思乱想的时候，他发现桌上这些厚厚的册子根本就不是什么普通的藏书，而是一本本手写的笔记。上面的标题瞬间吸引了他的目光，里面记录了各种元素的分布研究，甚至还有关于黑羽扩散的调查。维罗妮卡急匆匆赶下楼，结果店里一个人影都没有。难道他等不及先走了？雷突然在身后开口：“我还在这。”这一声差点没把他魂吓飞了，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雷却像没事人一样问：“这里为什么没有关于魔法的书？”他居然把店里所有的书名都看了一遍，在这个地方识字的人可不多见。他盯着雷，觉得这个男人越来越有意思了。雷没心思闲聊，直接打听起他爷爷的下落，结果却碰了个钉子。老人家现在睡得正死，谁也见不着。既然今天见不到人，维罗妮卡只能试探着问：“你明天还能再来吗？”雷答应得很干脆，转身就准备推门离开。可就在这时，维罗妮卡突然在背后叫住了他。他早就看出来了，找书只是个借口。雷真正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冲着他爷爷来的。雷停下了脚步，沉默了片刻。我在找彩虹。说完这句话，他就消失在了门外的阳光里，只留下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背影。雷坐在餐厅里，盯着手里那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详细记录了一个男人的行踪，每天几点出门，几点拎着菜回来，甚至连住在哪都写得一清二楚。就在马路对面那栋废弃商场，雷盯着窗外，心里盘算着，只要能接近这个神秘男人，或许就能弄清楚魔法的真相。纸条最后留了个名字，情报提供者乔尼。就在雷琢磨这人是谁的时候，一个服务生突然端着盘子冲了过来，热情的有点过头了。雷还没反应过来，低头一看对方胸前的名牌，好家伙，这不就是那个乔尼吗？雷还没开口问，对方就开始疯狂套近乎，不仅送了一盘没点的菜，还把雷当成了什么了不起的英雄。这下雷也省事了，刚想顺着话茬打听点消息，结果这小哥嘴快的惊人，连餐厅保险箱密码都想往外抖。雷一脸无语，这种事真的可以随便乱说吗？乔尼拍着胸脯保证，这份情报绝对100%准确。他在这一带打工3个月了，那个神秘男人每天早晚都会准时出现，简直比闹钟还要灵。话还没说完，乔尼就被老板一嗓子吼了回去。他只能一边道歉一边开溜，临走前还不忘告诉雷，有问题随时再找他。雷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现在是下午6点，距离目标出现还有1个小时。既然急不来，那就只能先坐下来慢慢等了。他一边吃着盘子里的东西，一边观察着周围的动静。餐厅里看起来一切正常，可就在他端起杯子喝水的时候，雷的动作突然僵住了。他察觉到了一股异样的气息，原本平静的眼神一下子变得凌厉起来。就是那个男人，那家伙手上的戒指，还有那副标志性的单片眼镜，绝对错不了，他肯定是个法师。雷立刻悄悄跟了上去，只要那个男人出门，家里起码会有1个小时的空档，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雷打算趁这段时间潜进屋子里，看看能不能翻出点关于魔法的线索。他一路跟到门口，确认男人走远后，雷快步上前伸手试了试门把手，结果不出所料，门锁得死死的。既然都走到这一步了，肯定不能空手回去。雷盯着紧闭的大门，必须得想个办法，在男人回来之前溜进去。就在雷发愁怎么进去的时候，周围的魔力突然有了反应，这些光芒像是听到了某种召唤，顺着他的指尖一股脑地钻进了锁孔里。只听咔嗒一声，紧闭的大门竟然真的开了。雷愣在原地看着自己的手，他完全没料到自己竟然能做到这种程度。不过现在可不是发呆的时候，他推开门闪身进屋，虽然心里还有一堆疑问，但他很清楚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情报。雷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在昏暗的房间里仔细翻找。雷在桌上翻到了一封信，看样子是男人还没写完的。信里提到他被某个组织踢了出来，为了重新获得力量，这家伙竟然在打绯红之时的主意。更让雷脊背发凉的是，信里居然写着要用孤儿当祭品，整整66个无辜的孩子。雷一下子想起来了，之前凯德里克也提到过这个数字，说只要凑够66个人，就能被带进那个神秘组织。看来男人就是他们背后的接头人。可还没等雷理清头绪，屋子里的气氛突然变了，一股极其压抑的红色气息毫无征兆地从桌上爆发出来。雷打开了那个发光的容器，里面竟然装满了红色的碎石。这东西看着眼熟，跟凯德里克戒指上的那颗一模一样。看来这就是信里说的绯红之石。雷试着拿起一颗，他能感觉到一股纯净的魔力正顺着指尖源源不断地涌进身体，这可比从空气里吸收魔力快多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冒了出来，要是用这玩意儿来施法，威力会变成什么样？雷屏住呼吸，试着引导出体内的能量。轰的一声，一团极其耀眼的红火猛然炸开，这威力简直离谱，不仅火光比平时亮了好几倍，连施法速度都快得惊人。雷还没来得及高兴，门外突然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一下两下，正一步步朝房间逼近。坏了，肯定是男人回来了。雷整个人都僵住了，这才过了不到15分钟，男人竟然就折回来了。现在想跑已经根本来不及，只听咔嗒一声，房门被推开了，男人骂骂咧咧地走进屋，原来是忘了带钱包。他一边翻找一边自嘲说，难怪自己会被组织踢出来。雷死死贴在门后的阴影里，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眼睁睁看着男人拿了东西，嘟囔着要多囤点干粮。
然后转身朝门外走去。看着男人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雷刚想松一口气，觉得这回总算能脱身了。可谁能想到，这家伙在门口突然停住了。男人像是想起了什么，阴沉着脸自言自语说：“还有个重要的东西没拿。”他猛地从门边探出头来，那张脸笑得让人心里发毛。没错，我确实得准备点老鼠药了。谁能想到雷根本没打算继续躲，直接反手就是一刀。这下男人彻底破防了，他原本以为来的是职业杀手，结果竟然是个小鬼。伤口的血糊住了眼睛，局面开始失控，他发了疯一样扑了上去。雷已经想好了，必须拿下这家伙，把情报全部撬出来。男人还在那骂骂咧咧，觉得一个小鬼不该动刀，这力气大的根本不像人类。原来男人刚才没受伤，是因为他把魔力汇聚在手上，强行挡住了刀刃。这下他彻底被激怒了，一边咆哮着刚才只是在放水，一边挥舞镰刀疯狂反扑。雷盯着对方的动作，心里却在盘算，这种法术我是不是也能现学现卖？面对这致命的一击，他竟然打算直接上手模仿。男人彻底看傻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苦心钻研的原创招式，竟然被这小鬼一眼就学会了。雷不仅复制了法术，连魔力的配比都分毫不差，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男人的心态已经崩了，在混乱中被打得节节败退，甚至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看着雷那冷漠的眼神，他心里冒出一个恐怖的念头：这小鬼到底是什么来头？还没等他想明白，雷的刀锋已经再次见红。男人这下彻底栽了，倒在血泊里动弹不得。但他盯着雷，竟然露出了诡异的笑容。他认出了雷的身份，那个传闻中能复制魔法的杀手，竟然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鬼。雷把刀架在他脖子上，想从这家伙嘴里撬出点情报，可男人死到临头还在挑衅。雷的耐心已经耗尽了，既然没法正常沟通，那就没必要再浪费时间。如果问不出有用的东西，下一秒他就打算直接送这家伙上路。男人彻底疯了，他竟然想通过原地自爆来向老板证明自己的实力。就在这一瞬间，恐怖的火柱冲天而起，要把雷彻底烧成灰烬。谁能想到这家伙临死前还藏着这种杀招？他狂笑着自称血眼沃尔特，还要雷给老板带个话。男人现在完全是自杀式打法，他一边疯狂咆哮，一边强行把红色魔力灌进血液，就为了让老板后悔抛弃他。这种透支生命的爆发，让周围的温度瞬间失控。雷立刻用魔力护住全身，差一点就直接中招了。局面已经变得非常危险，男人现在就是个移动的炸药桶。他死守着绯红之石，挑衅着让雷过去送死。男人现在的攻势简直疯了，看到雷张开护盾防御，他反而笑得更加狂妄，嘲讽雷只会当个缩头乌龟。漫天的烈焰像海浪一样砸下来，雷被压制的根本没法还手。这家伙全身都裹起火，近身攻击完全行不通。更糟糕的是，护盾已经开始出现裂痕了，再这么耗下去，迟早会被活活烧死在里面。男人根本不打算给机会，又一颗巨大的火球当头砸下。雷意识到硬扛不是办法，他突然撤掉了防御护盾。男人还以为他被吓傻了，正准备冲过去彻底终结战斗，可就在这一瞬间，周围的空气突然变得湿润，无数水滴凭空出现，直接把男人的火焰给压了下去。男人这下彻底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雷竟然能同时操控2个大型法术，而且还是专门克制他的水元素。男人临死都想不通，一个杀手怎么会用这种大场面法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滔天巨浪已经把他彻底淹没了。战斗虽然结束了，但雷的情况也很不妙。刚才强行突破极限，双重施法，现在脑瓜子嗡嗡的，连站都快站不稳。他一边撤离一边复盘，男人那家伙确实不对劲，戒指里的魔力流动的太顺滑了，简直就像是有人在背后帮他作弊。看来这枚戒指背后的水比想象中还要深，真正的麻烦恐怕还在后头。如果连他都这么难对付，那个戴单片眼镜的法师实力到底的有多恐怖？雷心里很清楚，靠现在的自己去复仇根本没戏。虽然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他确实能慢慢变强，但仇人可不会站在原地等他。这种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的感觉，让他快要窒息了。既然常规手段够不着，那就只能走捷径了。他从兜里掏出那颗红色的东西，如果早知道局面会变成这样，当初就该把所有的力量全部带走。第二天一早，雷准时来到了书店。维罗妮卡一眼就发现他换掉了昨天的雨衣，雷随口应了一句已经扔了。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昨晚那个房间太暗，对方未必看清了他的脸，但为了保险起见，绝对不能留下任何线索。维罗妮卡接着说，已经把雷会魔法的事全部告诉了爷爷。雷心里咯噔一下，赶紧追问，你没再说别的吧？雷刚进门就被2个小鬼盯上了。维罗妮卡介绍说，这是爷爷从孤儿院领养回来的弟弟们。雷随口接了一句，领养你们是为了教魔法吧？维罗妮卡整个人都愣住了，没想到雷一眼就看穿了真相。雷倒觉得这不难猜，毕竟这年头谁会无缘无故收留孤儿？说话间，2人已经走到了门口，爷爷就在这扇门后面。维罗妮卡推开门，把雷带到了爷爷面前。老人打量着眼前的少年，随后示意维罗妮卡先出去一下，他想单独和雷聊聊。随着房门关上，屋里的气氛变得严肃起来。老人低声开口，先谢谢你救了那些孩子，本来这该是我的责任，但我现在的身体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雷谦虚地回了一句，举手之劳而已。但他看向老人时，却发现对方身上环绕着4道圆环，那是历经岁月沉淀的魔力，五颜六色的光芒交织在一起，记录着这个老人一辈子的起起伏伏。他觉得这个老人深不可测，完全看不透。老人率先打破沉默，听说你有事想问我？
雷直截了当地说：“我一直在找一名魔法师。”老人听完笑了起来：“你自己不就是吗？维罗妮卡可是把你夸上天了。”雷却摇了摇头：“关于魔法，我其实一窍不通。”老人盯着雷，问他到底是从哪来的。看雷半天没说话，老人笑了笑，提议玩个游戏，规则很简单，赢的人可以问输的人一个问题。话音刚落，一股强大的魔力瞬间在大厅弥漫。雷猛地停顿了一下，老人赞许地点头，反应挺快。你能感觉到我们之间的魔力吗？雷不仅感觉到了，甚至能清晰地看到那些魔力在空气中流动的轨迹。就在这一刻，雷的眼神彻底变了。老人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开始讲解起魔法元素的奥秘。而此时两人中间正汇聚着一种特殊的能量。老人解释这种魔力叫做保存元素，它非常稳定，几乎不会受到外界干扰，但也因为太稳了，所以极难被操控。雷听着，突然指着旁边问了一句：“那紧挨着它的又是另一种元素吗？”老人整个人都愣住了，他不敢置信地反问：“你能感觉到两种不同的元素？”雷淡定地给出了肯定回答，在他眼里，这两种灰色虽然接近，但颜色深浅完全不同，分得清清楚楚。雷瞬间就辨认出了保存和连续这两种高阶元素，这是绝大多数魔法师穷极一生都摸不到的门槛。老人突然放声大笑，甚至笑得有些癫狂。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找了这么久的人，竟然就这样出现在面前。老人看着眼前的少年，心里却满是苦涩。命运真是会开玩笑，偏偏在他时日无多的时候，才让他遇到了这样的天才。面对雷的追问，老人却卖了个关子，想知道答案就要先赢下这场游戏。规则其实很简单，两人中间悬浮着一个魔力球，谁能先把它吸到自己手里，谁就是赢家。老人为了公平起见，特意让魔力球离雷更近一些。雷心里很清楚，面对这种级别的魔法师，自己唯一的胜算就是这点先手优势。雷点了点头，那就开始吧。老人抬起手，真正的较量就在这一刻爆发了。比赛刚开始就结束了，雷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那颗魔力球就唰的一声，直接飞到了老人手里。这速度实在太快了，快到雷根本看不清对方的动作，实力的差距简直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老人露出一丝笑意，既然赢了，那他就当仁不让地问出第一个问题：你的魔法到底是谁教给你的？雷沉默了一下，平静地回答：我是自学的。听到这个答案，老人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他显然没料到这种级别的天赋竟然没有任何名师指点。自学魔法真的那么罕见吗？老人发出一声轻笑，赢了下一轮我就回答，毕竟这仍然是个问题。雷点了点头，我们进入下一轮。老人笑着说，看来又是他赢了。这场比试拼的根本不是魔力多少，而是对魔力最极致的控制。雷心里很清楚，再这么耗下去，自己的底牌会被全部看穿，必须换个招数了。老人再次发出邀请，雷突然改变了路数，直接出手干扰。老人显然没料到这一招，雷却淡定地说，刚才可没说不能干扰。既然赢了，老人也爽快认输，让他尽管提问。雷沉默了一下，问出了那个最根本的问题：魔力到底是什么？老人感叹道，那是构成这个世界的最基础的元素，他看不见也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老人继续解释，虽然极少数人天生能感知魔力，但能感觉到并不代表就能使用它，感知和控制完全是两码事。雷追问到，所谓的控制天赋是指调动魔力的能力吗？老人笑了笑，并没有隐瞒，而是说出了魔法的本质，那就是对自我的研究。只有那些真正了解自己，并且对自己诚实的人，魔力才会给予回应。雷反复咀嚼着这句话，对自己诚实，这才是变强的真正钥匙。第二轮比试开始，老人本想增加难度，特意选了最难控制的元素，没想到雷只看了一眼，就瞬间掌握了其中的门道。老人心里彻底惊了，这小子的领悟力简直强得不讲道理。雷再次赢下对局，他没有浪费机会，直接问出了心里的疑惑：魔法师胸口的圆环到底是什么？老人解释说，那其实被称为魔力环，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专门储存魔力的容器，只要魔力环形成，它就会像呼吸一样，自动吸收并提纯大气中的能量，而吸收什么样的元素，全看每个人的体质。雷好奇地问，提纯后的魔力是不是更容易控制？老人面色凝重地告诫，提纯不只是为了好用，更是为了保命。如果直接吸收大气中的魔力，后果就是魔力中毒。这种中毒非常诡异，它会直接放大人的情绪，有人会疯狂大笑，有人会陷入绝望痛哭，甚至有人会彻底失去理智，变成只知道杀戮的怪物。一旦中毒加深，大脑就会遭受永久损伤，彻底沦为废人。雷听到这里，突然想起之前的战斗，他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些对手会变得那么疯狂。原来魔力和情绪是互相影响的，越是动用不纯的魔力，就越会被负面情绪吞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雷一直没有中毒，因为他天生情感淡漠，那些足以让人发疯的情绪，在他这里根本掀不起任何波澜。雷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有人能直接使用大气中的魔力，而且还不会中毒，那是不是意味着他拥有巨大的优势？老人陷入了沉思，这种想法确实异想天开，但他不得不承认，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存在，那简直就是对普通魔法师的降维打击。毕竟大气中的魔力是无穷无尽的，谁能掌控它，谁就拥有了无限的弹药。老人话锋一转，突然问雷有没有什么梦想，是那种想要成为的人，或者一定要达到的目标。雷沉默了片刻，语气平静的让人发冷。他说自己确实有一件想做的事，那就是去杀掉一些人。除了复仇，雷的心里其实还藏着另一个念头，那就是变强，去守护那些他想要守护的人。老人听完感叹道，听过太多人说要杀谁，但这还是第一次听人说变强是为了救人。老人看着雷，正式发出了邀请，问他愿不愿意跟着自己学习魔法。
雷一时间愣住了，他心里满是怀疑，一个拥有4环实力的顶级法师，为什么要收一个无亲无故的孤儿当徒弟？难道对方在图谋自己什么？还没等雷开口，老人就像看穿了他的心思，直接挑明说自己对他没有任何企图。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雷也不再犹豫，他知道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他郑重地回答：“好，我跟你学。”老人微微一笑，对着门口喊了一声：“维罗妮卡，进来吧。”躲在门外的维罗妮卡吓了一跳，她推门进来，急忙解释自己并不是在偷听旨，是刚好路过。老人并没有生气，他太了解这孩子的性格了，示意他坐下，准备开始接下来的谈话。他看着眼前的2个孩子，问他们是否还记得当初为什么要把他们从孤儿院带回来。维罗妮卡脱口而出：“是为了传承您的知识。”老人点了点头。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些知识中最关键的一部分，而且雷也一直在寻找他的线索，那就是关于彩虹的传说。在古老的传闻中，彩虹并不是自然景观，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神秘力量。无数人为了寻找它，走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关于彩虹到底是什么，虽然有着成百上千种说法，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谁能找到彩虹，谁就能获得媲美神明的力量。维罗妮卡听得有些出神，她忍不住问老人，到底什么才是神？老人的回答很简单，神就是那种能把脑子里想的一切都变成现实的强大存在。雷一下子全明白了，难怪那个戴单片眼镜的法师会不惜代价的寻找彩虹，原来是为了这种逆天的力量。维罗妮卡刚想追问，那彩虹到底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一瞬间，变故突生，一道凌厉的寒光瞬间击碎了平静，死亡的气息直接锁定了维罗妮卡。谁也没看清发生了什么，雷的身影已经挡在了前面，他死死护住维罗妮卡，替他挡下了这致命的一击。谁能想到，漫天的玻璃碎片竟然就这样停在了半空中？维罗妮卡整个人都愣住了，这难道是传说中的风系魔法？雷一言不发，但事情显然没那么简单。雷本以为上次废掉那些家伙的胳膊能让他们长点记性，结果这帮人根本没打算收手，还是盯上了这间书店。老人感激地说：“这次真是多亏了你，又欠了你们一个天大的人情。”他看着自己的手，恨自己这身体不争气，要是能亲自动手，哪用得着孩子们去拼命？维罗妮卡心疼坏了，赶紧给雷处理伤口，生怕晚1秒就会留下疤痕。雷却觉得有点小题大做，这点小伤至于难过成这样吗？他甚至觉得留个疤也没什么不好的，看起来还能更像是个狠角色。老人却没心思开玩笑，他叮嘱维罗妮卡，以后千万别随便动用魔力。原来这段时间的骚扰全都是因为有人盯上了这间店，想逼着他把店卖掉。雷一眼就看穿了，这背后肯定有人在捣鬼。他直接问老人：“难道你真的打算把店卖了？”老人叹了口气，他当然不想卖，可现在的局面确实快要撑不住了。这间书店才开了半年，原本只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一边养病一边完成这辈子的研究课题。谁能想到这里竟然成了他最珍贵的地方，不仅遇到了这群孩子，还有维罗妮卡最灿烂的笑容。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只要看着孩子们，他就觉得这辈子值了。可老人心里最清楚，因为自己身体不好，这间店全靠维罗妮卡一个人在撑着。老人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哪天不在了，这群孩子根本守不住这间店，与其让他们被人欺负，不如趁早关门，给孩子们找个新家。不行，绝对不能卖！维罗妮卡突然大声反驳，他知道这间书店藏着爷爷一辈子的梦想，那是他从小就想守护的地方。老人叹了口气，虽然很欣慰，但这辈子哪能事事顺心？现实的压力已经让他快要低头了。维罗妮卡再也忍不住了，他不想看着书店关门，更不想就这样失去爷爷。看着维罗妮卡的样子，老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低声唤着她的名字。老人一直觉得是自己拖累了维罗妮卡，把这么重的担子全压在了一个女孩子身上。这种病叫长眠综合症，从2个月前开始，老人清醒的时间就越来越短，直到最后他会彻底陷入沉睡，再也醒不过来。现在的他一天只能勉强维持2-3个小时的清醒，剩下的时间全都在昏睡中度过。维罗妮卡勉强挤出笑容，让雷明天早上再来，那时候爷爷或许还能说上几句话。雷披上雨衣准备离开，虽然维罗妮卡表现得很坚强，但谁都知道这个家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了。雷一直觉得自己挺冷血的，他根本没办法理解别人的悲伤到底是什么滋味，但他知道这时候该说点什么才能让人心里好受一些。他转过头对维罗妮卡说：“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句话虽然简单，却让维罗妮卡愣住了。他低声说了句谢谢。雷并没有走远，他心里一直在盘算那群人到底去了哪里。如果没猜错的话，书店所在的这条街一直都在杰福帮的控制之下，那帮孩子肯定就在他们手里。这雨下的真不是时候，杰福那帮人估计都躲回老巢了。雷原本打算直接找他们算账，现在看来只能先改变计划。他打算先去找菲利普，那家伙路子广，或许能帮忙约杰福出来见个面。雷在雨中快步穿梭，想尽快把这事儿办了。就在这时，他突然停下了脚步，不远处的废墟里传来了阵阵沉闷的撞击声。雷躲在暗处观察，发现竟然是凯德里克帮的人。这帮家伙大半夜不睡觉，聚在这里干什么？听守卫的意思，他们的老大凯德里克就在集装箱里，而且这顿毒打估计要一直持续到天亮。集装箱里传出凄惨的叫声，菲利普就在里面。集装箱里的惨叫声越来越大，凯德里克这混蛋下手是一点没留情。他最看不惯像菲利普这样的人，觉得他们就像阴沟里的老鼠，只配被踩在脚底下。就在凯德里克准备下死手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一股冰冷的杀气从门口瞬间蔓延进来。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厚重的铁门被暴力踹开，雷直接闯了进来，把守在门口的喽啰全给废了。凯德里克愣在原地，他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有人敢单枪匹马杀到这里。雷冷冷地盯着他，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凯德里克一眼就认出了雷，他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又露出了那副招牌式的坏笑。怎么你跟这小子也有过节？而此时的菲利普已经彻底瘫倒在墙角，整个人被打得没剩下半条命，连呼吸都变得断断续续。看着昏迷不醒的菲利普，雷心里很清楚，虽然谈不上什么忠诚，但这小子确实帮过自己不少忙，有恩必报，这就是雷的规矩。凯德里克冷笑着问：“你也跟这小子有交情？”凯德里克笑得更狂了，他说：“雷真是个急性子，明明决斗就在2天后，结果现在就等不及要动手了。看来这一战已经没法再等下去了。”这家伙变强了，他手上的戒指散发出惊人的能量，看来这段时间他的实力提升了不少。雷冷冷地问：“既然只是路过，为什么要对菲利普下这种狠手？”凯德里克一脸鄙夷，他说：“菲利普这种人只会像寄生虫一样巴结强者，光是看着就让人反胃。”话音刚落，凯德里克竟然再次冲了过去，他这是打算彻底除掉昏迷的菲利普，想当面偷袭。雷根本没给他机会，反手一脚直接把凯德里克踹飞了出去。这下凯德里克彻底恼了，他稳住身形，借着戒指的能量再次冲上来，这一拳几乎用上了全身的力气。可谁能想到雷竟然连躲都没躲，就这么硬生生的单手接住了这致命的一击。凯德里克这下彻底懵了，他引以为傲的力量在雷面前竟然像小孩子闹着玩一样。凯德里克让雷少管闲事，说这事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雷死死抓着他的手不放，非要他给出一个交代。凯德里克彻底爆发了，他猛地甩开雷，大声咆哮着：“这还用问吗？我就是看不惯那种弱者，简直让我恶心的想吐。”雷冷冷地确认了一遍：“所以你仅仅是因为讨厌弱者就要下这种死手？”凯德里克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然在那骂骂咧咧，说弱者根本不配活在他眼里。雷没再跟他废话，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这可不是你伤人的理由。”话音刚落，凯德里克一拳砸向墙，凯德里克指着地上的菲利普，威胁雷赶紧滚蛋，否则下场就跟这废人一样。他越说越狂，甚至想把菲利普当成祭品，好让所有人知道得罪他的代价到底有多惨。雷看着手里的宝石，这股力量确实能瞬间解决战斗，但副作用还是个未知数，现在动用它风险实在太大了。想到这，雷干脆收起了心思，冷笑着嘲讽道：“看来你脑子不太好使，想拿人立威。我这儿有个更好的主意。”凯德里克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雷双手抱胸，一字一句的重复了一遍：“想立威，我有的是办法。”凯德里克显然没了耐心，让他少在这废话。雷看着凯德里克，语气平静的让人发毛。他说：“既然你想拿菲利普立威，那在这儿偷偷动手根本没人能看见。如果换作是我就选在人最多的时候，不管是杀是废，都要让所有人亲眼看着，那效果才叫震撼。”凯德里克听进去了，他脑子里已经开始幻想自己踩着菲利普的身体被所有人敬畏的画面，这确实比现在动手要威风得多。雷趁热打铁，提议就在决斗日那天动手，到时候49区的高手全都在场，那是立威的最佳时机。凯德里克还有点担心，万一这小子趁机跑了怎么办？雷直接给出了保证，放心，到时候我亲自把他带过去。凯德里克终于点头了，他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一步步掉进了雷设下的圈套里。凯德里克临走前冷笑着说：“看你的样子应该不是个会食言的人。”但他紧接着就放下了狠话：“要是菲利普中途跑了，或者被你偷偷放走，那到时候在处刑台上就要由你来替他去死。”随着一声沉重的关门声，房间里只剩下雷和重伤的菲利普。雷赶紧冲过去查看情况，连声询问菲利普能不能说话，可对方只能发出痛苦的呻吟，根本给不出回应。看着菲利普满脸是血的样子，雷的心沉到了谷底，这家伙伤得比预想的还要重。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深夜的黑雨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突然打破了屋里的宁静。屋里的少年被吓了一跳，还在纳闷谁会在这时候找上门。他一边推开门一边抱怨说：“这大半夜的还下着黑雨，店里根本不接客。”可就在门打开的一瞬间，他整个人都愣住了，忍不住大喊出声：“菲利普！”门外站着的正是雷，他浑身被雨水和血迹打透，背上还驮着昏迷不醒的菲利普。雷已经快要支撑不住了，他看着屋里的人，声音沙哑地发出了请求：“救救我们！”雷在走廊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了消息，菲利普醒了。看着病床上的伙伴，雷总算松了一口气，只要人还活着比什么都强。但雷心里一直有个疑问，像菲利普这么谨慎的人，怎么会被凯德里克盯上？菲利普无奈地笑了笑，原来他为了给孩子们找生计，一个人跑去地盘上踩点，结果撞到了最不该见的人。谁能想到平时看着胆小的他，竟然敢为了别人去玩命？菲利普一副钻到钱眼里的样子，直言只要有钱赚，天大的恐惧都能克服。但雷一眼就看穿了他在撒谎，他体内的魔力颜色根本不是贪婪的金色，而是代表情感的粉色。看来他拼命攒钱，背后一定藏着别的理由。雷顺着话茬问了下去，发现菲利普和那个凯德里克竟然是老相识。菲利普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说出了那个惊人的秘密：他和那个疯子从小就是形影不离的朋友。那时候的他们只是街头最不起眼的小鬼，为了填饱肚子，甚至要从厨师手里抢面包。好不容易有了这间避难所，菲利普以为苦日子总算熬到了头，大家终于能有个家了。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凯德里克根本不想要这种安稳，在他眼里，躲在这里
跟过街老鼠没区别。这种憋在心里的火气，让凯德里克变得越来越偏激。他开始没日没夜地折磨自己，疯狂地锻炼体魄。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两人的路彻底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半年前，凯德里克选择了一个人单飞，他开始在街头疯狂找人挑衅，像是在宣泄某种不满。起初他根本不是那些地头的对手，每天被打得鼻青脸肿。可就在某一天，事情突然变得不对劲了。他不仅战斗力直线飙升，甚至能轻而易举地解决掉对手，简直就像开了挂一样。雷敏锐地注意到一个细节，凯德里克手上那枚发光的戒指，似乎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戴的。菲利普这才反应过来，以前的凯德里克虽然偏激，但绝没有现在这么残暴。这枚戒指恐怕才是所有悲剧的源头。菲利普的话印证了雷的猜想，凯德里克的转变确实是从离开避难所那天开始的。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那个躲在地下室的神秘男人像幽灵一样出现在他面前。没人知道他们达成了什么交易，但那枚散发着诡异红光的戒指就这样落到了凯德里克手里。从那一刻起，曾经那个热血少年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冷酷又疯狂的怪物。他开始疏远所有的同伴，甚至连菲利普这个最好的兄弟，在他眼里也成了随手可丢的垃圾。雷看着菲利普身上泛起的粉色魔力，那是被背叛后的痛苦，也是至今无法放下的执念。菲利普怎么也想不到，曾经最好的兄弟，现在竟然真的对他下了死手。雷看着眼前的菲利普，低声问了一句：“你难道不想和他当面谈谈吗？”这句话直接戳中了菲利普的心。如果真的还有机会，他做梦都想把事情问清楚。雷站起身，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那就跟我一起去决斗场，等我赢了，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菲利普刚燃起的一点希望，瞬间又熄灭了。他无奈地摇了摇头，说：“这根本没戏，因为以他现在的身份，连决斗场的大门都进不去。”菲利普一脸无奈，说：“决斗场那是三大帮派的地盘，像他这种没名没分的小角色，根本连大门都摸不着。”雷却表现得很淡定，说：“这件事已经搞定了，他早就跟凯德里克打过招呼，这次会带菲利普一起入场。”菲利普听完感动得不行，以为雷是为了帮他完成心愿，才去求那个疯子网开一面。可雷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整个人都僵住了。凯德里克确实答应带人，但前提是有一个附加条件，如果雷在决斗中输了，作为随从的菲利普会被当众处决。菲利普彻底懵了，他反复确认雷是不是在开玩笑，可雷的表情比谁都认真，甚至还补了一句死法可能会非常惨。看着雷那副波澜不惊的样子，菲利普这才意识到，这根本不是什么温情叙旧，而是一场拿命在赌的豪赌。菲利普苦笑着说，虽然不知道凯德里克会怎么动手，但他现在感觉行刑官就坐在自己床边。雷直接按住他的肩膀，语气里透着一股绝对的自信：“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输给凯德里克。”看着雷那副胜券在握的样子，菲利普最后的一点心理防线也崩了。他咬咬牙答应跟着雷去闯一闯。可菲利普哪里知道，雷救他根本不是因为善良，而是为了让他欠下一个还不清的人情，好在未来彻底为自己效力。眼看鱼儿已经上钩，雷并没有就此罢休，他紧接着抛出了第二个条件：等到了决斗场，菲利普还得帮他办一件更重要的事。雷提出的这个计划简直要把菲利普吓疯了，这哪里是去决斗，分明是在玩命。雷却一脸淡定：“你不是说只要有钱赚，什么恐惧都能克服吗？这确实是一场大买卖，到时候三大帮派的首领都会到场，所有的钱都会汇聚到一起。”菲利普心里很清楚，雷说的没错，这确实是发财的最好机会。但问题是，就算计划真的成功了，他们还有命花这笔钱吗？在雷眼只要解决了凯德里克，剩下的杂鱼根本不值一提。这种绝对的自信让菲利普瞬间明白，这大腿必须抱死。菲利普翻脸比翻书还快，立马换上一副笑脸，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合同。能跟主席合作是我的荣幸，咱们现在就开始签合同吧。2天后，49区南部的废料场，决斗的日子终于到了。决斗场被围得水泄不通，一圈烈火把气氛顶到了最高点。雷和凯德里克终于正面碰上了，全场都在疯狂喊着凯德里克的名字。没人看好这个外来户，甚至觉得雷出现在这就是一种狂妄的挑衅。在他们眼里，雷根本没有赢的可能。大家今天聚在这里，就是想看这个外来户怎么被打趴下。台下的赌局已经彻底疯了，所有人都在往凯德里克身上砸钱，哪怕赔率再低也要投。台下的观众都在等着看笑话，恨不得雷马上就被打趴下。空气里全是贪婪和狂热的味道。凯德里克一见雷是独自来的，当场就变了脸，这跟当初说好的可不一样。他觉得雷根本没把他的警告当回事，正准备发作，雷却表现得异常冷静。别急，他这不就准时到了吗？随着大门缓缓推开，一个坐着轮椅的身影出现在光影里，怀里还死死抱着个大黑箱子。全场一下子安静了，谁也没想到雷找来的帮手竟然是菲利普。菲利普的出现让全场都炸了锅，大家都在纳闷，这种地方怎么会允许小孩子进来？凯德里克一声怒吼镇住了所有人，他一脸得意地宣布，菲利普可是他亲自请来的贵客，甚至还神秘地暗示，等决斗结束，还有一场精彩的加赛等着大家。菲利普面无表情地应了一声。就在凯德里克迫不及待要动手时，菲利普却突然开口叫停。既然大家都玩得这么开心，我也想下个注。菲利普当众打开了那个黑箱子，整整224万先令，这可是他的全部身家。凯德里克当场就愣住了，他一字一顿地说，这笔钱我全部压在雷的身上。雷早就料到，只要有人敢重金压住他这个外来户，那些贪婪的观众就会为了赢更多，拼了命地把钱砸给凯德里克。果然
鱼儿全都上钩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倾家荡产，生怕错过了这顿大餐。凯德里克咬牙切齿地问：“这一切是不是你指使的？”雷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算是吧。”凯德里克笑得合不拢嘴。既然菲利普这个送财童子主动把钱送上门，那他当然没理由拒绝。他已经等不及要收割这笔巨款了，冲着裁判大吼：“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敲钟！”随着一声清脆的铃响，凯德里克像疯了一样冲向雷，嘴里还叫嚣着要让他死。这一拳的速度确实比上次快了不少，但在雷的眼里，这种程度的攻击简直破绽百出。比起之前交过手的汉服来，凯德里克的动作实在太慢了。雷已经看准了时机，准备就在这一瞬间彻底废掉他的手臂。凯德里克是大力一甩，雷这一击直接扑了个空。但凯德里克不仅没生气，反而像个疯子一样大笑起来，直夸雷是个有趣的对手。这种死里逃生的压迫感让凯德里克彻底兴奋到了极点，他一边叫嚣着，一边准备使出全部的本事。这哪是普通的决斗，简直是两个怪物在拼命。火圈之内的每一次碰撞都是在生死边缘试探，台下的观众全都看傻了。这种强度的对抗已经完全超出了常理。菲利普看出了其中的凶险，现在谁都不能退后半步，只要稍微分心，瞬间就会被周围的烈火吞没。凯德里克已经彻底杀红了眼，这一招他是真的想要雷的命。凯德里克这一脚是陈力猛，但雷心里很清楚，现在硬碰硬纯属浪费体力，必须先让他失去重心。就在对方得手的瞬间，雷突然压低身子猛冲过去，这一招完全出乎意料，直接锁住了凯德里克的腰。凯德里克反应极快，反手死死按住雷的肩膀，他咬着牙冷笑，想这么简单就放倒我，门都没有。随着一声巨响，凯德里克竟然被正面击飞，重重的摔在了地上，全场瞬间炸开了锅。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瘦弱的少年竟然有这么恐怖的力量？连菲利普都看傻了，这根本不是普通孩子能打出来的架。雷站在火圈中心，表现得异常冷静，对他来说，这套战斗方式比预想的还要顺手。但凯德里克还没打算认输，他摇晃着站起身，嘴里不停地咒骂，浑身散发出令人胆寒的红光。看这架势，他这是要彻底拼命了。凯德里克现在已经彻底疯了，他嘴里不停地咆哮着，绝对不能接受自己会输。他像头野兽一样扑向雷，每一拳都带着同归于尽的狠劲。雷冷静地接下了所有攻击，但他能感觉到对方的力道一下比一下重，震得他手臂发麻。这么耗下去肯定不是办法，如果不能尽快打破僵局，局面迟早会失控。凯德里克这一拳威力惊人，雷虽然开了护盾，但还是被震得连连后退。这种体型上的差距确实很难靠硬碰硬来弥补。奈尔斯曾经教过他，徒手格斗的时候，体型大就是占便宜，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实。但想要以小博大，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只要锁住对方的关节，再大的力气也使不出来。就在凯德里克得意的时候，雷突然贴身而上，反手扣住了他的手臂，顺势一个过肩摔。谁也没想到体型占优的凯德里克竟然会被直接掀翻在地。雷从背后死死锁住了凯德里克，这一招直接封锁了对方的所有行动，任凭凯德里克怎么挣扎咒骂，都根本挣脱不开。雷语气平静地说：“认输吧，再打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可凯德里克根本听不进去，他宁愿把命搭进去，也绝对不向雷低头。手上的戒指突然爆发出刺眼的红光，雷立刻察觉到不对劲，这种强行透支力量的做法会把凯德里克的身体彻底搞垮。随着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局面彻底失控了。凯德里克重重地摔在地上，手上的戒指光芒熄灭，整个人彻底没了动静。全场观众瞬间炸开了锅，谁也没想到堂堂49区的最强者竟然就这么倒下了。那些压了重金的人现在全慌了。雷看着地上的对手，觉得这场闹剧总算收场了。以刚才那种伤势，他至少得在床上躺上几个礼拜。雷倒是反应极快，趁着场面混乱，一把抱住了装满赌金的箱子。在正式宣判之前，这笔钱绝对不能出差错。就在雷准备转身离开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响动，凯德里克竟然摇摇晃晃的又站了起来。他死死盯着雷的背影，声音沙哑的吼道：“还没完呢！”凯德里克还在那死撑着说自己没输，可台下的观众早就翻脸了，各种易拉罐和垃圾像雨点一样砸向他，谩骂声响彻了整个决斗场。那些赔了钱的人可不管什么强者尊严，对着他就是一顿臭骂，叫他赶紧滚出这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这种羞辱成了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凯德里克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别那样看着我，我不是弱者。”就在这一瞬间，他身后的气息彻底变了，无数只血红色的眼睛在黑暗中张开，那根本不是人类该有的力量。雷和菲利普在台上看得清清楚楚，凯德里克已经彻底失控了，他浑身燃起黑红色的火焰，对着全场发出了死亡威胁。这下麻烦大了，他要杀掉这里的所有人。大火瞬间吞没了整个会场，到处都是惨叫和逃命的人，场面已经彻底失控了。凯德里克还在疯狂大笑，他以为自己终于赢回了尊严，结果下一秒身体就先撑不住了。这下他彻底动弹不得，只能瘫在地上等死。雷在远处冷冷地看着这一切，现在救人就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甚至还会连累到菲利普。救还是不救，这成了一个玩命的选择。雷原本打算转身离开，可眼前的这一幕让他停下了脚步。瘦小的菲利普正拼命拽着凯德里克，哪怕四周全是熊熊烈火，他也完全没有放手的意思。看着菲利普吃力的往外挪，雷终于还是走了过去，问他是不是打算就这样一路把人拖到轮椅内去。菲利普抬头笑了笑，说：“真没想到你居然还没走，毕竟在这种时候，谁都会先顾着自
自己逃命。雷怎么也想不通，明明2天前凯德里克差点杀了菲利普，为什么现在菲利普还要拼命救他？在这种地方，难道不该是保住自己的命最重要吗？看着菲利普那副吃力的样子，雷还是叹了口气，走上前帮他把人弄上了轮椅。菲利普让雷赶紧带人离开，甚至连自己的那份分红也全给了他。毕竟在这种火场里，多带一个人就是多一份危险。雷还在担心菲利普的安危，但菲利普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我一个人应付得来。”雷依然觉得不可思议，这个世界上竟然真的有人会为了别人豁出命去。看着半死不活的凯德里克，雷终于忍不住问菲利普：“冒着生命危险救这种人，你到底能图到什么好处？”在雷的逻辑里，没有利益的事情根本不值得去做，更何况是这种赔本买卖。可菲利普的回答很简单，他说这根本不需要算计，因为凯德里克是他的朋友，他只是想保护自己的朋友而已。朋友这2个字让雷彻底沉默了，这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可就在这一刻，一些模糊的记忆突然涌上心头。曾经也有人递给他食物，笑着对他说：“因为我们是朋友啊。”原来这种不讲道理的善意，他很久以前就见过。雷的脑海中突然闪过很多零碎的画面，那是他曾经最不屑一顾的温情。奈尔斯曾笑着拍他的肩膀，说之所以这么照顾他，是因为早就把他当成了亲弟弟。还有费尔明明手里只有那么一点救命药，却还是毫不犹豫地拿去救了他。那时候别人问他图个啥，他笑得那么灿烂，只说了一句：“因为我们是朋友啊。”雷下意识地伸出手，想要抓住那些消失的光亮，也许只要再往前一点点，他就能真正明白朋友这2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雷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都理解不了那种舍己为人的逻辑，但看着眼前的火海，他还是没法做事不管。周围的火势越来越猛，菲利普觉得现在逃跑已经太晚了，只能躲在还没被烧到的角落等死。就在这时，雷突然一把扯掉了自己的外套，把菲利普吓得够呛，还以为他被浓烟熏坏了脑子。紧接着，雷的手中竟然凭空出现了水流，直接把撕碎的布料浸得透湿。菲利普整个人都看傻了，雷没多解释，只是把湿布递给菲利普，让他捂住口鼻。菲利普怎么也没想到，雷竟然就是魔法师。菲利普还没从魔法的震惊中缓过神来，他心想，既然雷能变出水，那直接把火灭了，逃出去不就行了？可雷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直接告诉他魔法不是无限的，每用一次都在消耗他的命。就在这漫天大火里，雷突然问了一个极其不合时宜的问题，他盯着菲利普问，到底什么才叫朋友？菲利普都懵了，这种保命的关头，谁有心思讨论这种哲学问题？但在雷看来，这件事比逃命更重要。他觉得菲利普口中的朋友和他理解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在雷的世界里，所谓的朋友不过是认识了足够长时间的人而已。这种冷冰冰的逻辑让菲利普彻底接不上话了，他这才意识到眼前的这个魔法师内心可能比这场大火还要荒凉。菲利普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雷总是给人一种格格不入的疏离感。面对雷那套冷冰冰的逻辑，菲利普再也听不下去了，他直视着雷的眼睛说，你说的没错，但那根本就不叫朋友。真正的朋友是那种你可以不求回报去拼命保护的人，也是在你走投无路时可以放心依靠的人。菲利普的声音在火场中回荡，他要让雷明白，朋友这2个字从来都不是靠认识的时间来衡量的。雷看着周围的漫天大火，问菲利普后不后悔留下来送死。菲利普却表现得很坦然，他说自己只是想保护重要的人，哪怕代价是丢掉性命。这种单纯的执着让雷一时间愣住了。可就在这时，头顶的建筑彻底崩塌，巨大的钢筋砸向地面。雷心里很清楚，这次是真的躲不掉了。看着眼前的火光，雷突然想起了那个晚上，当时他拼了命去杀那个怪物，以为只是为了孩子们的人情。可现在他终于想通了，根本不是什么人情不人情的，他在乎的是和这群孩子一起生活的日子，是那些真实存在过的温度。这一刻，他体内的魔力彻底爆发，哪怕头顶是万丈深渊，他也一定要把这几个人保下来。谁能想到，雷只是随手一挥，竟然真的挡住了崩塌的废墟。菲利普整个人都看傻了，语无伦次的问，这到底是不是魔法？其实连雷自己都没想到，这招居然真的管用。就在菲利普还没回过神的时候，雷突然让他别动，甚至一把按住了他的肩膀。菲利普吓得够呛，还以为雷要对他动手，结果一阵白光闪过，他低头一看，原本断掉的那条腿竟然奇迹般的全好了。菲利普激动的不行，不停的跟雷道谢，说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份恩情。雷表现得很淡然，随口回了一句别放在心上。其实他心里早就盘算好了，救下这2个人以后还有大用处。眼看周围全是熊熊烈火，菲利普急着问接下来该怎么办，是不是又要用魔法冲出去？雷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说这次不用再动手了，只要待在原地等着就行。大火还在疯狂蔓延，直到把这里的一切烧光为止，都不会停下来。男人看着被火焰吞噬的废墟，整个人都崩溃了。那是他们的秘密基地，也是他们唯一的家，现在全没了。就在这最绝望的时候，旁边那群人不仅不帮忙，反而开始冷嘲热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凯德里克头上，说这把火全是那个疯子点着的。杰弗更是带头嘲笑，说这事跟他们没关系，让这群孩子自己想办法自生自灭。说完就带着人扬长而去。男人气得浑身发冷却又无能为力。更惨的是，还有个男孩在旁边嚎啕大哭，说他刚才只顾着逃命，把腿脚不便的菲利普丢在火场里了。这下不仅家没了，连命都要保不住了。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火场里不可能有活人的时候，
浓烟中突然传来了脚步声，男孩猛地指向前方，声音都在打飘。他说那边好像有人引过来了。大家伙儿全都愣住了，谁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那片足以吞噬一切的火海里，竟然有人能走出来。走在最前面的正是雷，他看起来毫发无伤，身后还跟着推轮椅的菲利普。这下全场都炸锅了，大家都在小声嘀咕，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竟然能带着2个累赘从那种必死的绝境里杀出来。看来这个所谓的猎人本事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大得多。雷环视了一圈周围的人，语气冷得让人发毛。他说要是想动手的话，最好现在就一起上，他一个人全接了。这话一出，人群一下子全都没了声音，空气就像凝固了一样。紧接着周围的人一个接一个的跪在地，雷冷冷地看着他们，现在的他已经没人能拦得住了。这下热闹了，躲在围栏后的孩子们都懵了，谁能想到菲利普竟然带着这帮人大摇大摆地回来了。雷停下脚步，语气不容置疑，所有人留在这等我消息再行动。菲利普却突然叫住了他，等等，给我一点时间。他看向人群中的克里斯，怎么不打算过来打个招呼吗？克里斯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个被自己抛弃的人竟然还能活着回来。克里斯低着头，根本不敢看菲利普的眼睛，毕竟当初是他先逃跑的。菲利普却笑着拍了拍他，没关系，换做是我也会这么选。走吧，咱们回家。菲利普转过头，故意大声询问雷：“雷，能让他也一起进来吗？”雷心里觉得莫名其妙，这酒店本来就是菲利普的，为什么要问自己？但他还是随口应了一句：“随你便。”围观的人群开始小声议论，看来这个新来的猎人不仅实力强，心肠还挺好，连叛徒都能容得下。看着大家眼神的变化，菲利普露出一丝得逞的笑。这下酒店里彻底炸锅了，所有人都在交头接耳。谁能想到那个不可一世的凯德里克竟然像堆烂泥一样瘫在轮椅上？人群里没几个人同情他，甚至有人觉得这是活该，但更多的是害怕。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能把这个魔头伤成这样？菲利普正发愁呢，医务室在2楼，这轮椅根本上不去。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雷冷冷地丢下一句让开。没等众人反应过来，雷直接把凯德里克横抱起来，大步流星地往楼上走。等安顿好了一切，房间里只剩下他们2个。菲利普终于忍不住了，雷，现在你该把真相告诉我了吧？雷终于摊牌了，没错，就像你在决斗场看到的那样，我确实会用魔法。菲利普是个聪明人，他看得出雷不想多聊细节，于是很识趣的没再追问，毕竟有些秘密知道的越少越安全。雷直接把话题带到了正事上，他拍出一个沉甸甸的箱子，那是这次决斗的赌金，整整424万先令。看着桌上堆成山的钞票，菲利普还没回过神来，雷已经把属于他的那份推了过去，顺便又下了一个新订单。之前的据点已经烧没了，雷需要一个更隐蔽的新价。他盯着菲利普说：“如果这些钱不够你，尽管开口。”菲利普推了推眼镜，看着眼前这个深不可测的男人，他意识到跟着雷这辈子可能都要变天了。菲利普满口答应，找据点，买物资，只要有钱，这些都不是问题。但他没想到，雷竟然把大头都推到了他面前。菲利普一脸认真地说：“这钱我不能拿这么多，分成不公平。要是没有你，我根本拿不到这笔钱。”雷整个人都懵了，这年头竟然还有嫌钱多的。两人在桌子上把钱推来推去，谁也不肯让步。就在这时，雷的眼神变了，他能感觉到菲利普体内的魔力波动，那里面全是焦虑和不安，根本没有发财的喜悦。雷停下动作，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是在担心我吗？”菲利普一下子没接住话，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那点小心思竟然被雷一眼看穿了。他推了推眼镜，一本正经地解释说：“这不是同情，这叫长线投资。只要你变强了，我的酒店生意才能做得更稳。”雷虽然还是不太理解，但总算接受了这个说法。既然是生意，那就没什么好纠结的了。就在两人准备谈下一步计划时，房门突然被撞开，报信的小弟连滚带爬地冲进来，大喊着出事了。杰弗和罗特森带着人马已经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菲利普急得团团转，看来对方早就留了后手，一直在暗处盯着他们。他觉得肯定是带钱回酒店时被那2个帮派的眼线给盯上了。可雷却一脸淡定，说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刻。菲利普完全不能理解，既然知道有人盯着，为什么不提前动手拦住他们？雷却只是平静地回了一句：“反正迟早都要对上，不如一次性解决。”他看着一脸懵的菲利普，突然提起了刚才那个话题：“你之前不是说这叫长线投资吗？”雷走到大门前，双手用力一推，刺眼的阳光瞬间洒了进来。他头也不回地说：“现在就是你收回回报的时候。”门外黑压压的全是人，杰弗和罗特森站在最前面，笑得异常嚣张。看来传闻是真的，你竟然真的从那场大火里活了下来。不过今天你可没那么好运了。杰弗一开口就没安好心，他当众质问雷是不是故意放火烧了赛场，好趁乱把所有的赌金都吞进自己兜里。他甚至还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对着菲利普挑拨离间，说大家本来关系不错，没想到菲利普竟然会帮着外人背叛他。杰弗最后露出了真面目，他说不想把事情闹大，只要雷把所有的赌金都交出来，他们马上就走。菲利普气的话都说不利索了，这群人明摆着是想空手套白狼，这种无理的要求怎么可能答应？可谁也没想到，雷竟然表现得异常大方。他淡淡的说了一句：“行啊，给你就是了。”随着指尖轻轻一弹，那枚硬币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最后叮当一声掉在了杰弗的脚边。雷指着地上的那枚硬币，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说：“这就是你应得的全部。”杰弗看着脚下那枚寒酸的硬币，感觉自己的尊严被雷踩在地上反复摩擦，他当场就炸了，指着雷的鼻子破口大骂。
雷冷笑着挑衅，想要钱就凭本事来拿，这就是这里的规矩。杰夫哪受过这种气，直接招呼手下围攻，打算给这个外来人一点颜色看看。雷先让菲利普赶紧离开，虽然现在的身体还没恢复，但这根本不重要，因为他手里还有最后的底牌。戒指发光的瞬间，局面彻底反转了。谁也没想到雷的力量竟然这么恐怖，杰夫手里的钢管在他面前就像面条一样，这下所有人都看傻了。罗特森的武器也被瞬间震碎，这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战斗。雷直接把两人按禁地里，周围的人群全都不敢动弹。雷蹲在地上冷笑着问：怎么，刚才不是挺嚣张吗？现在不打算动手了？这群打兽觉得雷快没力气了，一个个叫嚣着冲上去，想趁他病要他命。结果雷的红眼一亮，戒指的力量瞬间爆发，雷在人群里横冲直撞，每一拳下去都有人倒地。这根本不是在打架，而是单方面的清场。躲在远处的男孩都看傻了，这家伙到底还是不是人？一个人单挑一群，竟然还能把对方按在地上摩擦。看来今天这帮人是真的踢到钢板了。男孩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雷刚才的表现简直帅炸了，甚至连那帮打兽都开始动摇，觉得自家老大输得一点不冤。大家私下里早就受够了凯德里克，看着他被雷按在地上摩擦，心里反而觉得挺解气，甚至有人想干脆让雷来当老大。男孩眼看人心要散，气急败坏地指挥剩下的人，打算强行冲进酒店大门。雷深吸一口气，体内的能量瞬间爆发，他指着那群还在犹豫的打兽，大喊一声：“给我拦住他们！”这道命令让全场都懵了。男孩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那帮原本属于凯德里克的手下竟然真的动了。他们大喊着这是猎人的命令，直接调转枪头冲向了自己人。男孩气得破口大骂，提醒这帮人，雷才是杀进来的敌人，是雷亲手废掉了他们的老大。可话还没说完，他就被手下狠狠一拳揍在脸上。这帮人现在想得很清楚，谁强谁就是老大。凯德里克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的局面彻底变天了。男孩捂着脸，彻底懵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帮跟了自己这么多年的手下，竟然真的为了个外人对他动手。大门前现在乱成了一锅粥。凯德里克帮的人为了执行雷的命令，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一样，死命拦住想冲进去的人。躲在楼上的菲利普暂时安全了，他看着这荒诞的一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本要命的敌人，现在竟然成了他们的保镖。就在这时，几个人扛着一根巨大的金属管冲了过来，巨大的管道呼啸着砸向大门，所有人都吓得愣在原地，甚至连推管道的杂兵都开始欢呼。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雷竟然瞬间移动到了管道正前方，他双臂发力，硬生生截停了这股恐怖的冲击力。这根本不是人类能拥有的力量，刚才他明明还在100米开外，怎么可能一眨眼就到了跟前？杂兵们先是吓得不轻，但很快就反应过来，他们仗着自己人多势众，发了疯似的合力往前推。他们觉得雷就算再强，也挡不住这么多人的合力冲撞，打算直接把他连人带门一起压扁。谁能想到，雷竟然单手抡起那根巨大的管道，像挥舞稻草一样，对着人群就是一个大横扫。这一下力道大的惊人，刚才还叫嚣着要拼命的杂兵，瞬间被扫飞了一大片。男孩们在后面看得眼睛都直了，这战斗力简直太牛了。雷随手把管道往地上一扔，那动作轻描淡写，就像刚扔掉一张废纸。这下杂兵们彻底崩溃了，有人带头喊了一句快跑，这群乌合之众瞬间作鸟兽散。他们心里很清楚，再待下去就真的没命见明天的太阳了，已经到极限了。雷强撑着最后一口气，听着耳边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这一战他彻底打服了所有人。现在的他不再是那个被排挤的怪物，而是这群人心中唯一的领袖，大家疯狂喊着他的名字，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雷看着费尔和周围的人，他们胸口散发出一种温暖的光，那是他从未见过的颜色，也是他从未体会过的情绪。虽然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但这种被所有人认可的感觉似乎真的还不赖。菲利普拼命拨开人群，想要冲过来，可雷已经支撑不住了，他眼前一黑，重重地倒在了地上。雷环顾四周，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他喃喃自语，这难道是在做梦吗？可他平时根本就不做梦。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了，远处那座像山一样的废墟到底藏着什么？在这个只有黑白两色的世界里，这道光显得格外刺眼。雷虽然说不清楚原因，但他心里有个声音在呐喊，这道光原本就该是这个样子。他像是着了魔一样，慢慢伸出了手，就在指尖触碰的一瞬间，整个世界开始崩裂，原本单调的色彩瞬间变得绚烂夺目。这不再只是梦境，真正的觉醒现在才要开始。绚烂的色彩瞬间爆发，雷还没来得及看清，整个人就被这股力量彻底淹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猛地睁开眼，发现自己正躺在酒店的医务室里。刚才那些震撼的画面，难道真的只是个梦吗？那种感觉太真实了，真实到让他有些恍惚。就在他还没缓过神的时候，门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雷先生，你终于醒了。雷刚睁开眼，就被这两个随从的热情给淹没了，又是问睡得好不好，又是问肚子饿不饿。看这架势只要他点个头，这两人恨不得把满汉全席搬过来。雷无奈的摆摆手，他现在只想知道几点了。结果这一问，连他自己都愣住了。现在已经是第二天傍晚，这一觉竟然整整睡了1天1夜。雷起身走出房间，想看看外面变成了什么样，刚好撞见两人正抱着物资聊得起劲，听起来大家似乎都找到了新差事。看来菲利普的动作比想象中快，趁着他昏睡的这段时间，已经把地盘上的工作全部安排妥当了。还没等他多想，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欢呼，大家发现他醒了，全都兴奋地围了上来。雷先生，
那场战斗简直太神了！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老大了！这帮粉丝也太疯狂了，从战斗技巧问到内裤尺寸，雷被围在中间，尴尬的恨不得直接大吼一声，把这群人全吓跑。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原本嘈杂的现场瞬间变得死一样寂静，所有人都在问到底出什么事了。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一个身影猛地冲上楼梯，是凯德里克。他满脸愤怒地咆哮着雷的名字，手里还死死攥着一把手术刀。周围的人都被吓傻了，尖叫着四散逃开。随从们想冲上去保护雷，却被他伸手拦住。雷冷静地看着冲过来的凯德里克，语气平淡的让人害怕。没关系，你们都退后。凯德里克彻底疯了，他挥舞着手术刀，嘶吼着冲向雷。看这架势，是真的想要了雷的命。可雷就那样静静地站着，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刀尖离他的眼睛就只剩下几厘米的距离。凯德里克却突然停住了，周围的人都看傻了，谁也没想到凯德里克竟然在最后关头怂了。他握刀的手不停颤抖，嘴里还在不停的咒骂。雷却像个没事人一样，语气平淡的问了一句：“怎么了？”就在凯德里克愣神的这一秒，雷突然出手，一把死死扣住了他的手腕。雷冷冷的盯着眼前的刀尖，反问凯德里克：“你不是要割开我的喉咙吗？怎么还不动手？”凯德里克气得浑身发抖，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雷一眼就看穿了，这家伙体内根本没有杀气，他只是在发泄愤怒，并不是真的想杀人。凯德里克挥刀刺向自己的脖子，结果雷的眼睛瞬间变红，周身涌起一股恐怖的气息。只听哐当一声，手术刀掉落在地，雷单手死死扣住凯德里克的手腕，直接把他按在护栏上。雷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冷冷地丢下一句：“够了，跟我走，我们之间确实有很多话要好好谈谈。”菲利普一脸自责，觉得是自己没收耗力气，才让局面变成这样。雷倒是看得很开，只要没出人命，一切都还好说。可接下来的问题让空气瞬间凝固了。你刚才真的想寻死吗？凯德里克竟然承认了，对他来说输掉比赛比死还难受，他受不了别人那种看废物的眼神。菲利普还想开口安慰，结果直接撞在了枪口上。凯德里克彻底爆发了，你根本什么都不懂，凭什么在这里说3道4？雷在一旁看得真切，凯德里克体内的魔力正在以一种不正常的速度流失，这就像是一个劣质的充电宝，虽然能强行吸收魔力，但副作用极强，搞不好就会魔力中毒。凯德里克整个人都崩溃了，他觉得与其这样苟延喘喘，还不如刚才直接烧死算了。菲利普却大声吼了回去：“就因为我们是朋友，我绝对不能看着你去死！”听到朋友这2个字，凯德里克像是被扎了一刀，他指着自己的鼻子质问：“你是不是忘了我之前可是想要你的命？你管这叫朋友？你到底有没有自尊心啊？”菲利普还是那副老好人的样子，他觉得凯德里克变成这样，背后肯定有说不出的苦衷。雷在一旁冷眼旁观，他发现这小子体内的魔力很干净，难道这满腔的怒火全都是装出来的？菲利普根本不在乎这些，他只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把当年的好兄弟逼到了今天这一步。他死死抓着凯德里克的手，眼神里全是恳求：“如果你还把我当朋友，就告诉我真相。”凯德里克彻底没话说了，看着眼前这个被自己伤害过的人，他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为什么在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情之后，你还能这样对我？看着眼前这张真诚的脸，凯德里克再也撑不住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做了那么多坏事，为什么对方还愿意叫他一声朋友？这一声对不起，他憋了太久，所有的伪装和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崩塌。菲利普什么都没说，只是像以前那样抱住他，任由他在怀里发泄。雷在一旁看得直摇头，谁能想到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对手，私底下竟然是个爱哭鬼。凯德里克终于说出了真心话，他不是天生坏种，只是恨透了那个没用的自己，更受不了像条狗一样每天向那些所谓的强者卑躬屈膝。为了不再被踩在脚底下，他做了一个决定，一个让他无法回头的决定。为了变强，凯德里克开始没日没夜地折磨自己，他幻想着能靠拳头打出一片天，以为只要够狠，机会总会掉到自己头上。可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那次惨败让他明白，所谓的天赋和运气全都是他的一厢情愿。其实那天他本可以回头，但他那该死的自尊心让他选择了一条最极端的路。他开始怨恨身边所有人，仿佛只要恨别人就能掩盖自己的无能。他不停地告诉自己，我和你们这些平庸的人不一样，我绝对不会向现实低头。就在他最偏激的时候，那个男人出现了。男人一眼就看穿了他，说他就像个一点就着的火药桶，心里憋着一股随时会炸开的火。男人问他，你到底在气谁？凯德里克沉默了很久，终于说出了那个藏在心底的答案。他最恨的其实是一事无处的自己。男人笑着摇了摇头，他告诉凯德里克，你之所以这么弱，是因为你必须了一种罕见的怪病。接着他掏出一枚发光的戒指，说这宝贝能治你的病，只要戴上它，你就能拥有梦寐以求的力量。凯德里克半信半疑地戴上戒指，结果下一秒他竟然单手举起了沉重的油桶，这种脱胎换骨的感觉让他彻底沦陷了。男人趁热打铁，叮嘱他这戒指千万不能摘，否则怪病就会立刻复发。接着他露出了真面目，要求凯德里克去组建一个66人的团队，只要事情办成，还有更带劲的奖励在等着他。当时的凯德里克哪里想得到，这根本不是什么救命稻草，而是一个让他万劫不复的圈套。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在那一刻，他终于看到了翻身的希望。雷突然叫住了凯德里克，他从兜里掏出那枚戒指，语气平静的让人害怕。他说，你之所以变强，根本不是因为什么病好了。凯德里克还没反应过来，雷就揭开了
那个残酷的真相。这枚戒指上附带了魔法，是他在强行提升你的体能。凯德里克疯了一样想抢回戒指，可接下来的画面让他彻底定在了原地。雷的手心竟然凭空燃起了火焰。他告诉凯德里克，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魔力，那个法师从头到尾都在骗你。看着眼前的火光，凯德里克感觉天都塌了。如果这一切只是魔法，那就意味着他所有的努力全都是一场笑话。他从来没有真正变强过，无论他流了多少汗，在那枚戒指面前，他依然是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凯德里克彻底崩溃了，他觉得一旦没了这枚戒指，自己就会被打回原形，重新变回那个没用的废物。就在他绝望的时候，雷突然开口了，他说：“你根本没必要回到过去。”还没等凯德里克反应过来，雷竟然当着他的面直接把那枚戒指捏成了粉末。以后跟着我混，我会给你更带劲的东西。看着雷那副自信的样子，凯德里克彻底懵了。凯德里克千恩万谢的走了，菲利普却有点看不懂了。他凑到雷身边问：“你真打算让这小子当二把手，以后把帮派交给他管？”雷的回答很干脆：“等办完这里的事，他迟早是要离开的，所以现在必须亲手把凯德里克带出来。”他告诉凯德里克，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技巧，就算体型和力量有差距，也照样能把对手放倒。菲利普在一旁看得直感叹，觉得雷这招收买人心简直用得太高明了。可他哪里知道，雷心里压根没想那么多，在他看来，有时候直接用武力解决才是最简单的办法。菲利普觉得光靠拳头还不够，因为被暴力屈服的人迟早会找机会回来报复。雷却不这么想，在他看来，只要让人感到足够的恐惧，他们就没胆量再胡思乱想。菲利普笑着摇了摇头，恐惧确实能管住人，但换不来真正的忠诚。想要让人死心塌地，还得给点甜头才行。雷虽然没完全被说服，但他知道菲利普更懂人心，于是决定换个法子试试。他把所有人带到酒店安顿，当众立下了规矩，谁要是敢在这里惹事，他绝对不会客气。紧接着，雷正式宣布了一件大事：从现在开始，凯德里克就是这里的二把手，他的话就是雷的命令。谁要是敢不服，那就是在挑战雷的底线。底下的人都在小声嘀咕，觉得凯德里克这次是踢到硬茬了，才会被雷收拾得这么服帖。雷记住了菲利普的话，想要让人忠心，光靠打是不够的，还得给点实实在在的好处。于是他当众宣布，要把大家之前赌输的钱全部退还，反正他已经从另外2个帮派那里搜刮到了足够的油水，这招收买人心简直绝了。刚才还战战兢兢的众人，瞬间就把雷当成了救世主，恨不得这辈子都跟着他干。不过正事还没完，菲利普凑过来提醒雷，那2个带头的家伙现在还关在后头等着发落。杰弗和罗特森此时已经成了阶下囚，被绳子捆得严严实实，只能发出惊恐的呜咽声。雷没打算跟他们废话，直接开门见山的打听关于维罗妮卡书店的消息。可对方只是拼命摇头，显然那个地方藏着什么不能说的秘密。雷这一巴掌扇过去，杰夫半边脸瞬间就肿了。他冷冷地问：“你是不是还没认清形势？”杰夫这下彻底怂了，语无伦次地问雷到底想要什么，是想要钱还是别的？结果话还没说完，又挨了重重的一拳。雷可没耐心听这些废话，他转头扯掉罗特森嘴上的布。这家伙显然比杰夫聪明，为了保命，赶紧把知道的全招了。原来他们是受人指使，专门去巴街的书店找麻烦，目的就是要把店员赶走，好让雇主霸占那个地盘。雷继续追问幕后黑手是谁，罗特森竹筒倒豆子一般供出了3街百货店的老板，得到了想要的答案。雷满意的点了点头，看来这场闹剧是时候该收场了。雷下手毫不留情，这才是他最真实的一面。菲利普在一旁看得真切，他意识到雷这不只是在泄愤，而是在玩一场高明的心理战。通过当众惩罚这2个头目，雷不仅帮酒店的人出了气，还顺便给凯德里克那帮人来了一招杀鸡儆猴。雷看着到地不起的2个人，冷冷地交代了新任务，让他们去把弗雷德的店给封了，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结果。最后他留下了一句死命令，要是敢耍花招或者给这边带来麻烦，无论躲到哪里，他都会亲手送他们上路。那2个带头的家伙现在就像丧家之犬一样，只能趴在地上痛苦的呻吟，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屋里已经摆好了庆功宴，大家伙儿吃着肉喝着酒，都在嘲笑那2个倒霉蛋，觉得他们纯属活该。男孩端着刚出炉的烤鸡，满屋子找雷的身影，想让他也跟着热闹一下，可一转眼的功夫，雷就已经不见了。雷独自躲在安静的角落，看着远处的灯火，这种热闹的氛围似乎总让他觉得有些格格不入。真正的朋友就是那种不求回报，却能在你最需要时拉你一把的人。雷沉默了很久，他以前一直觉得所谓的朋友不过是认识了很久的熟人而已，可现在他的想法似乎开始动摇了。他觉得想要成为朋友，就要真心实意的关心对方。可除了桥下那些孩子和奈尔斯，他似乎再也没对谁上过心。毕竟奈尔斯比他大20岁，这种跨越年龄的关系真的能算朋友吗？雷自嘲地闭上眼，觉得自己就像个没感情的异类，这辈子恐怕很难再遇到真正懂他的人了。就在他沉浸在孤独里时，菲利普端着2杯热巧克力走了过来。他说猜到雷不喜欢吵闹，肯定更想一个人待着清静。菲利普笑着递过杯子，说注意到雷平时总在吃甜食，所以特意准备了热巧克力。雷接过杯子，心里却有些哭笑不得。他吃糖只是为了补充体力，没想到在别人眼里竟然成了个喜欢甜食的人。菲利普试探着问能不能坐下，雷没有拒绝。雷轻轻喝了一口，热巧克力的甜味在嘴里散开，这种感觉很奇妙。虽然他平时只是为了补充能量，但这次味道似乎有些不太一样。菲利普坐在一旁什么话
也没说，只是推了推眼镜，露出一个温和的微笑。看着杯子里冒出的热气，雷突然觉得心里暖烘烘的，这种温度好像顺着指尖传遍了全身，哪怕这种温暖只有一瞬间，也足够让他暂时放下戒备，在这片星空下感受久违的踏实。和同伴分开后，雷独自回到了城里。虽然街上看着还算太平，但总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劲。他径直走向那家熟悉的书店，还没进门，维罗妮卡就急匆匆地跑了出来。他急坏了，一边抱怨雷消失了这么久，一边拉着他问长问短。可话还没说完，维罗妮卡突然愣住了，他盯着雷脸上的伤口：“你是不是跟人动手了？怎么身上全是烧伤？”雷还想硬撑着说没事，可维罗妮卡根本不信，伤成这样怎么可能不疼？就在这一刻，雷突然在维罗妮卡身上看到了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光芒，暖洋洋的，就像一颗小太阳。他这才反应过来，或许是因为自己学会了担心别人，才能看到这份纯粹的心意。眼看维罗妮卡要强行用魔力帮他治疗，雷赶紧拦住了他。现在到处都是混乱的能量，乱来只会让他自己中毒。维罗妮卡这才冷静下来，心里却觉得暖暖的。原来这个平时冷冰冰的家伙一直在替自己着想。雷没再多说什么，正准备带他去见爷爷，却又突然停下了脚步。雷突然停下来问了一个让维罗妮卡措手不及的问题：“你真的把我当成朋友吗？”他其实很困惑，到底要到什么程度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朋友？难道只要互相担心就算了吗？维罗妮卡纠结了半天，虽然认识时间不算长，但他确实救过自己的命，这种过命的交情肯定算啊。他鼓起勇气大声宣布：“没错，你就是我的好朋友。”结果雷听完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知道了，那咱们赶紧去找你爷爷吧。”这反应直接给维罗妮卡整不会了，合着我在这儿走心半天，你就给我看这个？维罗妮卡越想越不服气，反过来追问雷：“那你呢？你也把我当朋友吗？”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谁能想到雷连眼睛都没眨一下，直接回了一个字：“不。”这一盆冷水扣下来，维罗妮卡整个人都石化了，随后就是一阵歇斯底里的尖叫，这换谁不破防啊？维罗妮卡让雷先进屋，自己还得赶着回去喂弟弟妹妹。直到推开门的那一刻，他还在那儿纳闷呢，这姑娘刚才到底发什么疯？雷推开了那扇沉重的房门，病床上的老人缓缓睁开眼，自嘲说：“年纪越大反而越贪睡，再这么睡下去，恐怕这辈子就醒不过来了。”雷没有拐弯抹角，直接问出了那个最残酷的问题：“你是不是快要死了？”老人倒是看得很开，坦白自己最多还剩半年的寿命，所以从今天开始，他要把毕生所学都交给雷。雷点头答应了，但他并没有急着开始学习，而是从怀里掏出一枚闪烁着红光的戒指，想让老人看看这到底是什么。老人的目光瞬间被吸引了过去，这可不是普通的装饰品，而是一块混合了增强元素的充能石。老人盯着那枚戒指，语气突然变得非常严肃，这上面不仅有增强力量的咒语，还隐藏着一个极其阴毒的包削法阵。普通的充能石用完就成了空壳，但这玩意儿完全不同，它会疯狂吸收使用者的生命力来维持自己的能量，这哪里是法宝，简直就是一个吸血的怪物。可这种邪恶的咒语绝不是一般人能刻上去的。老人沉声追问：“你到底是从哪弄来这么危险的东西？”雷坦白了真相，他最近成了那群流浪儿的首领，这东西是从前任首领手里拿到的。他说他从一个叫莫克雷德的组织高管那里得到这枚戒指。这三个字一出口，老人的反应瞬间变得不对劲了。雷试探着问：“难道你听说过这个组织？”老人叹了口气：“何止是听说过，那是地下世界最危险的源头，军火、人口买卖，只要是能赚钱的脏活，到处都有他们的影子。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这个组织之所以能横行霸道，是因为他们人数虽少，但每一个成员全都是货真价实的魔法师。”雷听得一愣，魔法师难道已经满大街都是了吗？老人冷笑一声：“当然不是，那枚红宝石戒指就是莫克雷德成员的专属标志，也是他们力量的来源。”老人继续说道：“敢戴这种戒指的人根本不在乎什么魔力中毒，他们全是一群疯子。”雷盯着老人的侧脸，总觉得他知道的实在太多了。难道在很久以前他就已经调查过这个组织？老人看出了雷的疑惑，提起了自己年轻时寻找彩虹的往事。在那个圈子里，莫克雷德的名字无人不知，因为一直有这样一个传闻，大家梦寐以求的彩虹，其中一部分就掌握在莫克雷德的手里。雷彻底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苦苦追寻的目标竟然会和这群恶魔扯上关系。雷完全听懵了，彩虹不是天上的自然现象吗？怎么可能被人占为己有？老人看着戒指，这东西的能量远超普通矿石，而这仅仅是莫克雷德成员的标配。原来传说中的彩虹最初根本不是什么光，而是一颗蕴含无限魔力的宝石，这才是各方势力拼命争夺的目标。雷显然被勾起了好奇心，这背后到底还有什么秘密？老人沉默了一下，准备讲讲那个很久以前的故事。很久以前，世界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时候天空永远是蓝的，土地肥沃得不像话。在人类建造的第一座城市中心，有一颗巨大的棱镜宝石，它散发出的光芒能治愈伤痛，让万物生长。可好景不长，这种力量引起了所有人的贪念。为了把宝石占为己有，各方势力打得天昏地暗。那场战争持续了很久，结果谁也没能赢。宝石在混乱中彻底崩碎，化作7块碎片掉向世界各地。雷这下全明白了，原来莫克雷德手里的红宝石就是当年彩虹宝石的碎片，而且盯上这些碎片的可不止他们一家。老人原本想继续查下去，但那地方实在太凶险，只能被迫收手。雷坐在旁边没说话，他脑子里全是地下室那个男人，现在可以100%确定那家伙就是莫克雷德的人。
不管那人在组织里是什么级别，雷都已经下定了决心，必须顺着这条线查到底，因为彩虹的线索就在他们手里。老人看出了雷的心思，知道这孩子一旦做了决定，谁也拦不住，只能叹了口气，选择尊重。该说的秘密都已经说完了，老人把戒指还给雷，这是他掌握的所有线索。雷盯着那枚戒指，想知道有没有办法能把上面的东西彻底弄掉。就在这时，维罗妮卡推门走了进来。老人看着这两个孩子，决定从最基础的魔法课开始讲起。虽然维罗妮卡没意见，但接下来的内容却让气氛变得严肃起来，因为魔法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用的。老人解释说，直接吸收空气里的魔力，虽然看起来很方便，但搞不好就会导致魔力中毒，那后果谁也承担不起。所以魔法阵才这么重要，它就像一个过滤器，能把狂暴的能量变得温顺。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能使用的魔法属性其实是有极限的。听到这里，雷陷入了沉思。如果每个人都有极限，那他身体里的那个秘密又该怎么解释呢？雷回想起之前见过的法师，每个人的魔法环颜色都不一样，这似乎暗示了他们力量的来源。为了让雷看清楚，维罗妮卡决定现场演示一遍如何从零开始形成魔法环。第一步要把魔力聚集在手上，最好选择一种自己最熟悉的属性，这样控制起来才不会失控。接着要把这股能量顺着手臂直接引导向心脏的位置，让它在心脏周围快速旋转起来。维罗妮卡提醒雷，这个过程必须不断加速，绝对不能在中途停下来。随着旋转速度越来越快，蓝色的光芒几乎要透体而出，这种对身体的极限压迫让维罗妮卡也有些吃不消。就在魔法环彻底成型的一刻，周围的空气都跟着震动了一下。这看似简单的操作，其实每一步都在生死边缘徘徊。维罗妮卡还是失败了，她觉得自己没能控制住最后的魔力，魔法环在成型前就散掉了。老人并没有责怪她，反而笑着安慰说，只要每天都在进步，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虽然嘴上答应着，但维罗妮卡心里还是很失落。他真的很想向爷爷证明自己，可这魔法的门槛确实太高了。就在这时，老人转头看向了一旁的雷，问他想不想也来试试看。雷没有犹豫，直接答应了。他闭上眼睛，开始回想刚才听到的每一个细节。第一步是聚集魔力，雷并没有刻意去挑选属性，对他来说只要能动用的能量都可以。随着他进入冥想状态，周围的魔力开始疯狂涌动，这架势完全不像是一个初学者该有的样子。谁也没想到雷的第一次尝试竟然引发了这么恐怖的动静。狂暴的魔力像失控的野兽，疯狂冲向他的心脏。这种强度的能量波动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承受的。维罗妮卡吓得大叫起来，她急忙问爷爷到底怎么了。连见多识广的老人此时也彻底愣在了原地。雷感觉身体快要炸开了，每一寸骨头都在承受极限的压迫，但他没有打算停下来，反而死死护住胸口。他告诉自己必须撑住，哪怕身体已经到了崩溃边缘，也绝对不能在这里倒下，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连这一关都过不去，那他永远也别想达成那个目标。就在最关键的时刻，原本还在旋转的魔力竟然一下子全消失了。雷死死捂住胸口，心脏跳得让他几乎无法呼吸。他完全搞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努力会突然清零，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股更狂暴的能量直接从心脏深处炸裂开来。这不再是刚才那种温和的蓝光，而是像鲜血一样刺眼的红芒，它们疯狂地缠绕旋转，强行在心脏周围撕开了一个缺口。随着一声轰鸣，一个完美的红色魔法环彻底成型，那光芒甚至透过了斗篷，照亮了雷惊愕的脸。维罗妮卡激动坏了，抓着他的手大喊，雷，你简直是个天才，你居然真的凝聚出了魔力圆环。但这声天才在旁边的老人听来简直太轻了，想当年他这种被公认的神童，凝聚第一个圆环也花了整整3个月，可眼前的雷竟然第一次尝试就成功了，这哪里是天才，这简直就是个怪物。老人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雷体内的魔力圆环不仅包含了强化和再生，甚至还藏着世间所有的元素，愤怒的红色，忧郁的粉色，还有各种数不清的魔力色彩，全都汇聚在雷的身上，这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雷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没想到自己的秘密竟然被感应得一清二楚。老人严肃地提醒他，这种天赋要是被别人发现，麻烦就大了，必须学会隐藏魔力的流动。雷立刻照做，随着魔力渐渐平息，那道耀眼的圆环终于彻底消失在视线中。老人语重心长地告诫雷，在这个世界上，魔法师必须学会隐藏自己，一旦动用魔力，你的底牌就会彻底暴露。但他心里其实比谁都吃惊，雷刚刚凝聚出圆环，竟然一点疲态都没有，这小子的潜力简直深不见底。为了试探雷的极限，老人决定直接上难度，他随手展示了一个魔法语气，平淡地说，来，试着复刻一下。维罗妮卡在一旁都看傻了，这可是融合了7种元素的复杂魔法，不仅需要精确的计算，还得控制极难的比例。爷爷竟然什么都不教，就想让雷直接上手，这下连雷也遇到大麻烦了。谁能想到雷不仅复刻成功了，而且动作快得让人头皮发麻。维罗妮卡和老人当场就看傻了，老人还是有点不信邪，咳嗽一声掩饰尴尬，接着又甩出了一堆高难度作业，从房子到玫瑰，甚至连复杂的雕像都变了出来。结果呢，雷就像玩游戏一样，轻轻松松全部搞定。老人这下是彻底服气了，他原本以为雷只是进步快，没想到这小子
简直是天才中的天才，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维罗妮卡围着雷转个不停，非要问出个秘诀来，雷只能随口敷衍一句，就这么随便弄弄。其实他心里清楚，要不是能直接看到魔力的流动，这事儿还真没那么简单。维罗妮卡虽然嘴上抱怨雷不肯交底，但心里还是打心底里佩服他，直言雷是他见过最厉害的魔法师。说完便转身下楼，雷却突然叫住了他，语气里带着一丝试探：“你难道不想要这种力量吗？难道不觉得这个圆环本该属于你吗？”维罗妮卡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问懵了，他哪能想到雷会问得这么直接？其实雷心里一直没底，毕竟以前在村子里，所有人都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嫉妒和恶意早就成了他的家常便饭。他习惯了被排挤，所以他想知道眼前的维罗妮卡是不是也和那些人一样。维罗妮卡愣了一下，随即大方的承认，羡慕肯定是有一点的，但要说嫉妒，那还真谈不上。雷有些不解的追问为什么，维罗妮卡笑着给出了答案：因为我们是朋友啊，朋友之间本来就该为对方感到高兴。这句话像重锤一样敲开了雷封闭已久的心门，他甚至有点不敢相信，难道朋友之间真的可以没有嫉妒吗？这一刻他突然想起了费尔，那个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愿意把仅剩的口粮分给他一半的男孩子。雷终于点了点头，他好像有点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了。但在维罗妮卡眼里，这个面无表情的少年此刻看起来却比谁都悲伤。维罗妮卡临走前还不忘吐槽一句，说雷这个人真是怪得离谱。雷倒是一点没反驳，毕竟他自己也觉得这评价挺中肯的。不过他叫住维罗妮卡是为了见证今世，他想让维罗妮卡教他读书写字，毕竟空有一身魔力，却是个不识大白字的文盲，这以后可没法混。维罗妮卡一开始还有点犯难，觉得自己从来没教过人，但转念一想，雷之前帮了自己那么大的忙，这回高低的拉他一把，他突然燃起了斗志，拍着胸脯答应了下来。不过在正式开课之前，他伸出一根手指，说雷必须先完成一个条件。雷心里咯噔一下，看来天下果然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高级知识，对方肯定要开个不小的价码了。雷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甚至开始脑补维罗妮卡是不是要让他去杀人越货，去铲除那个什么杰夫帮。他握紧拳头，语气凝重地问：“说吧，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结果维罗妮卡指了指2楼，笑着说：“去洗个澡，浴室就在上面。”雷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他在这儿热血沸腾的准备拼命，结果对方只是嫌他身上太臭。维罗妮卡看他没动弹，又补了一句：“赶紧去洗洗，我这就去给你找身干净衣服。”雷洗完澡出来，随口问了一句：“毛巾放哪？”结果维罗妮卡直接看呆了，他心里直犯嘀咕：这小子长得也太漂亮了。被盯着看的雷一脸莫名其妙，维罗妮卡赶紧把衣服甩过去，掩饰自己的尴尬，催他赶紧换好衣服。等两人坐下来，他好奇地问：“你干嘛非要学识字呢？”雷看着书架回答：“因为想看书，更因为接下来的路光靠现在的本事可不够。”雷提到以前跟奈尔斯学过一点，但那点东西根本不够看。维罗妮卡听完大方表示：“反正书店开不了，以后我来教你。”雷却突然冒出一句：“书店现在就能开，那些捣乱的小鬼再也不会回来了。”这话听得维罗妮卡心里发毛，他颤声问：“你该不会把他们都解决了吧？”雷一脸无语的解释：“我还不至于为了这点小事杀人。”虚惊一场后，维罗妮卡直接搬出一座书山，这些全是他当年的教材和笔记。维罗妮卡盘算了一下，觉得教完这些起码得1个月。雷也没废话，点头表示自己会努力。谁知道教学才刚开始，局面就有点失控了。不管多难的语法，雷听一遍就能完全掌握。维罗妮卡还有点不放心，递给他一张练习卷子，想考他。结果雷拿起笔刷刷几下就写完了。这下轮到维罗妮卡没话说了，满打满算还不到1分钟。他看着眼前的雷半天没反应过来，这哪是在学习，这简直就是个怪物。维罗妮卡拿着卷子大喊：“你竟然只错了1道题，照这个速度下去，这整本书你几天就能翻烂！”眼看今天的进度提前完成，他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支支吾吾的开口：“其实我也有个事想求你。”他想让雷在旁边看着，看他练习怎么凝聚魔力。雷听完有点犹豫，觉得自己可没本事教别人。维罗妮卡赶紧摆手说：“只要在旁边看着就行。”雷想了想，还是答应了，就当是抵了今天的学费。维罗妮卡开心的道了谢，转头就开始收拾乱糟糟的书店，毕竟关门太久，到处都是厚厚的灰尘。雷在旁边看了一会儿，问能不能在这里随便看点书。维罗妮卡道是没反对，就是担心他一个人能不能看懂。他指了指书架，让雷先去拿本字典背着，遇到不认识的词好随时查查。雷拿着厚厚的字典，突然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这上面会有关于彩虹的定义吗？维罗妮卡被问住了，他说那属于魔法范畴，普通的字典里恐怕查不到。雷听完没再说话，只是盯着手里的书若有所思。雷随手一挥，书架上的书就自动飞了出来。以前他连搬1本书都费劲，现在却能让他们在空中排队，这全靠他手指上那枚戒指，里面的魔力就像取之不尽的宝库，尤其是那股浅粉色的能量，以前控制起来特别生硬，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这些魔力变得异常听话，甚至比他自己的手脚还要灵活。他一边翻书一边琢磨，如果能把这股力量彻底吃透，说不定能折腾出什么前所未见的新法术。这种变强的感觉让他对接下来的计划更有信心了。虽然浅粉色的魔力最强，但雷潜意识里却非常排斥，因为这种力量
连接着悲伤，那是他再也不想回忆起的噩梦。为了保护自己，他的身体本能地封印了这种情绪，只要跟悲伤沾边，他都会下意识地躲开。他原本以为在字典里也找不到什么线索，可就在翻页的一瞬间，他整个人突然僵住了。书页上出现的某个词让他瞬间变了脸色，他甚至来不及跟维罗妮卡解释，丢下一句话就冲出了大门。维罗妮卡还没反应过来，雷的身影就已经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在书里看到了什么。雷头也不回地冲出门外，只留下一句：“把那些书先放那别动。”他终于看清了那个人真正想要的东西。谁能想到书里记载的祭品，竟然是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雷终于看清了真相，那个男人想凑齐66个人，就是为了给戒指上的红宝石充能。现在人数已经快够了，对方肯定在等凯德里克的报告，局面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雷来到餐厅坐下，原本只想随便喝点东西，结果服务员乔尼却端上来一桌大餐。乔尼笑着解释说，是有群孩子提前付了钱，专门要请他吃顿好的。雷在餐厅打听消息，乔尼压低声音说，那个男人今天反常得很，不仅出门晚了3个小时，嘴里还一直念叨着时间快到了。与此同时，雷正盯着地窖的入口，他知道线索就在下面，但现在下去，万一撞上对方回来，那就真的没退路了。就在他犹豫的时候，街上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男孩正跟哥们儿吹牛，说自己刚才那一拳有多狠，结果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一下，他正想回头骂街，看看到底是谁这么没眼色，结果这一回头，整个人直接僵在原地。眼前的男人正是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猎人，刚才还嚣张跋扈的这帮人，现在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下一秒就没命了。雷没打算废话，他记着菲利普教的法子，得先给一巴掌，再给个甜枣。他开出门票，只要这帮地头蛇能帮他盯个人，好处少不了他们的。这帮怂包哪敢拒绝，只能乖乖听命。雷趁着夜色潜入，本以为能神不知鬼不觉，结果刚到门口就发现了不对劲，这把锁之前根本不存在，显然是有人临时加上的。就在他打算强行破开时，锁上的防御咒语突然被激活。但如果我把门把手弄坏，他就会知道有人来过，也许可以把铰链拆下来。男孩连忙跑过来，雷先生，他来了，那个人来了。这下想躲也躲不掉，只能赌一把了。毕竟当时地下室那么黑，对方应该认不出自己。可当沃尔特走近的那一刻，空气都凝固了。这个满脸横肉的男人可没那么好糊弄。两人就这样死死盯着对方，谁都没有先开口。看来对方还没认出他来，雷总算松了一口气，只要身份没暴露，接下来的计划就能继续。到了第二天中午，雷带着凯德里克来到约好的地方。凯德里克显然被吓得不轻，一直小声问会不会出事。雷冷静地告诉他，按我说的做就行，别想那些没用的。话还没说完，凯德里克整个人就愣住了，因为那个最不想见到的人已经出现在了面前。沃尔特还是那副打扮，压迫感十足的走了过来。凯德里克赶紧行礼打招呼，沃尔特根本不吃这一套，他直接打断了汇报，死死盯着旁边的雷问，这生面孔是谁？凯德里克只能硬着头皮介绍说这是新提拔的副手，想给长官引荐一下。沃尔特一言不发，直接逼近到雷面前，盯着他的脸问他叫什么名字。这下真的没退路了。面对这种压迫感，雷停顿了片刻，他最后还是开了口，我叫奈尔斯。雷面不改色的撒了谎，直接顶替了奈尔斯的名字。没想到对方竟然信了，甚至完全没认出他是谁。一旁的凯德里克赶紧凑上来邀功，说现在已经凑够了63个人，全都是精挑细选的壮丁。听到进展这么顺利，沃尔特忍不住大笑起来，只要再抓3个，就能把人全部送进组织了。沃尔特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好好干。看来这层伪装暂时稳住了。这所谓的组织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凯德里克还在那感恩戴德，觉得自己这回是走大运了，竟然能加入这种大组织。沃尔特顺着话头满嘴跑火车，说他们是被选中的特种部队。雷在一旁冷眼看着，这人穿得破破烂烂，哪有一点高层的样子？雷突然开口打断，直接打听总部的具体位置，想看看对方到底什么底细。沃尔特面不改色地说，组织没有分部，总部就在43区。雷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他能感觉到对方体内的能量波动。关于总部的位置，这老家伙撒谎了。雷紧接着抛出关键问题，想知道那个幕后老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听到老板这2个字，沃尔特整个人突然僵住了，刚才那股淡定劲儿瞬间消失，他嘴里不停念叨着这2个字，整个人像是魔怔了一样，随后露出一副狂热的表情。沃尔特压低声音说，老板是个真正卓越的人，像他这种级别的货色，甚至连直视对方的资格都没有，能让这种狠角色怕成这样，那个所谓的老板恐怕比想象中还要恐怖。沃尔特越说越激动，甚至称呼老板为世上最伟大的人。雷在一旁看得真切，这种狂热的背后其实藏着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沃尔特没再多留，转头询问凯德里克搬迁的进度，得知2天后就能搞定，他决定3天后来亲自验货。就在沃尔特转身离开的时候，雷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对方的手掌竟然在往地上施展魔力，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但这诡异的红色让雷瞬间警觉了起来。沃尔特终于不再隐藏，他竟然把整个工厂当成了画布，正在疯狂释放体内的魔力。随着他最后一步落下，地上的魔法阵彻底完成，局面瞬间变得压抑起来。他从怀里掏出几块红色晶体，面对凯德里克的质问，沃尔特只是露出一抹冷笑，直言这是非常有用的宝贝。眼看红光越来越盛，凯德里克急得想立刻出手阻止，这股力量实在太危险了。
可雷却表现得稳如泰山，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没关系。几颗红色晶体在空中划过，精准的嵌入了阵法的各个节点，红光瞬间笼罩了整个工厂。沃尔特看着瑟瑟发抖的凯德里克，冷笑着让他放轻松，直言这宝石和送他的戒指一样，不仅能治病，还能增强力量。凯德里克赶紧低头谢恩，表现得卑微到了极点。沃尔特却突然变了脸色，严厉警告他绝对不准触碰宝石。临走前，沃尔特一把按住凯德里克的肩膀，语气冰冷地补充了一句：“一定要像珍惜生命一样守好那枚戒指。”沃尔特死死盯着凯德里克，把话撂得非常重，绝对不能弄丢这枚戒指，明白吗？凯德里克只能唯唯诺诺地答应，直到沃尔特推门离开，那扇沉重的大门彻底关上，他才终于松了一口气。看着沃尔特远去的背影，凯德里克急忙询问雷：“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那家伙到底在打什么算盘？”雷表现得异常冷静，直言这正是要查清楚的事。他让凯德里克先回酒店，自己还要留下来处理点麻烦。空荡荡的工厂里只剩下雷一个人，真正的调查现在才正式开始。看着地上那个诡异的红色法阵，雷陷入了沉思。这东西显然跟魔法脱不了干系，但具体的门道一时间还真看不透。他冷静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既然在这里死磕没用，那就没必要再浪费时间。雷合上本子，心里已经有了主意。虽然他现在还没看破真相，但他知道谁的手里握着那个答案。只要找对人，这背后的秘密马上就要藏不住了。老人盯着笔记本，语气突然变得很沉重，问雷：“这幅画是不是跟那个组织的人有关？”雷还没来得及开口，对方竟然全都知道了。这老头果然不简单。老人无奈地摇了摇头，直截了当地告诉雷：“你这次卷进大麻烦了。原来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涂鸦，而是一种极其危险的魔法阵，能让法力瞬间翻倍，但这背后的代价恐怕谁也承担不起。”老人越看越觉得离谱，这种魔法阵构造极其复杂，普通人根本连碰都碰不了。但雷拿来的这一张，竟然画得天衣无缝。最让老头感到后怕的是，雷以前根本没学过魔法，却能凭空复刻出这种最高级别的禁咒阵法，这简直不是人干的事，就像是在一团乱麻里，只用指尖就精准地理顺了每一根发丝。哪怕是最顶尖的魔法师，没个几十年的功底，也绝对画不出这种水平。老头现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孩子难道真的能亲眼看到魔力吗？雷指着书上的阵法，想知道这玩意到底是干嘛的。老人看了一眼，脸色瞬间就变了。这竟然是一个包薛咒语，跟之前那个戒指上的如出一辙，就像那贪婪的吸血鬼，专门用来掠夺别人的力量。老人心里还在犯嘀咕：雷这孩子到底是什么构造，竟然真的能看穿魔力的流动，这简直太荒谬了。雷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如果这个阵法的规模更大，那威力岂不是要翻倍？老人点点头，语气里满是担忧。一旦这个阵法被激活，局面将彻底失控。一旦魔法阵开启，范围内所有的活物都会被抹杀，他们的生命力会被强行转化成魔力。雷这下全对上了，从祭品到那66个孩子，全都是那个沃尔特计划的一部分。他要把整个帮派的人都当成开启阵法的燃料。但老人却泼了一盆冷水，说这种魔力普通人根本没法用，因为这种从生命里榨出来的能量带有极强的毒性，谁要是敢直接吸收，下场只有魔力中毒这一条路。通常这玩意儿只能用来驱动石像怪这种死物，或者强化一些魔法道具。雷听完陷入了沉思，既然人不能用，那如果把它用来强化充能石呢？老人摇了摇头，普通的充能石都有上限，强行去强化它们其实根本没啥意义。但之前那个戒指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它背后的秘密远比想象中要深。老人看着陷入沉思的雷，忍不住开口问他：“雷，你现在到底打算怎么收场？”雷没有立刻回答，他只是静静地坐着，直到某一刻，他终于抬起头，心里显然已经有了答案。转眼到了3天后下午2点，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沃尔特准时出现在门口。他扫视了一圈，发现只有雷一个人在等他。雷表现得很淡定，说：“凯德里克正在里面整顿人马，专门派他出来迎接。”沃尔特听完发出一阵冷笑，显然他更关心的是那66个祭品到底凑齐了没有。得知一切顺利，沃尔特显得非常满意，甚至还假惺惺地夸了雷几句，随后大步流星地走向那扇门。雷站在身后，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走进去。随着大门缓缓开启，沃尔特还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走进雷为他精心准备的坟墓。沃尔特推门进去，发现屋子里空荡荡的，根本没有所谓的祭品和人马。就在他疑惑的时候，一道寒光突然从背后袭来，雷根本没打算废话，直接选择了动手。沃尔特反应极快，反手挡住了这致命的一击。他死死盯着雷，质问这小鬼到底想干什么。但雷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既然刀子被挡住了，那就换个更狠的。他手中瞬间凝聚起一团烈焰，趁着两人僵持的空档，直接对着沃尔特的脸狠狠地轰了过去。沃尔特被这突如其来的魔法逼得连连后退，他显然没料到眼前这个小鬼竟然还有这一手，他彻底炸了，一边躲闪一边咆哮，问雷知不知道自己在跟谁玩命。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声清脆的锁门声，沃尔特猛地回头，发现唯一的退路已经被彻底封死。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死死盯着雷，让他别再演戏了，直接报上名号。雷缓缓掀开兜帽，语气冰冷地吐出一个名字：沃尔特，我是奉老大的命令专门来清理你的。听到这个回答，沃尔特不仅没有害怕，反而仰天大笑起来。刺客！沃尔特冷笑着说：“看来你已经看穿了，这个魔法阵会在3点准时启动。”
雷看了一眼时间，现在是2点14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谁能想到沃尔特竟然直接掀了桌子？比起那些没用的小鬼，他看中了更完美的祭品。既然身份已经暴露，那就没什么好藏的了。他整个人被火焰瞬间吞没。去死吧，刺客！你才是最棒的祭品。菲利普正盯着外面的动静，凯德里克却在一旁瞎操心，甚至怀疑雷会输掉。菲利普赶紧捂住他的嘴，这种丧气话可千万不能让别人听见。两人凑在一起，小声嘀咕，都在好奇这个红发女人跟雷到底是什么关系。没想到维罗妮卡早就发现了，他直接叫出两人的名字，这下轮到他们尴尬了。菲利普问他是不是在担心雷，维罗妮卡语气坚定，他说雷是他见过最有天赋的法师，根本不需要担心。沃尔特一边疯狂进攻，一边咒骂雷是个不知死活的小鬼。维罗妮卡相信雷一定会赢，可谁能想到嘴上说着绝对相信的他，手其实一直在不停的打战。虽然心里怕得要死，但菲利普还是决定把赌注全部压在雷的身上。可就在这时，局面突然失控，沃尔特竟然彻底变了样子。他带着满身火焰，一边疯狂大笑，一边让雷赶紧认输。谁能想到这小子竟然能同时操控多种元素？沃尔特这下彻底坐不住了。雷很清楚，普通的物理攻击根本伤不到二环法师，必须得靠魔法阵才能翻盘。沃尔特冷笑着说：“臭老鼠，原来你是在拖延时间，看来真正的杀招马上就要藏不住了。”沃尔特冷笑着说：“你以为我会眼睁睁看着吗？死心吧，刺客！”这一招出来，局面彻底失控了，巨大的火蛇直接封死了雷所有的退路。雷虽然反应极快，但根本甩不掉这个怪物。沃尔特疯狂的叫嚣：“没用的！不把你吞掉，这头畜生绝对不会消失。”面对这铺天盖地的火蛇，雷只能不断寻找死角，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必须尽快破局。他一眼看穿了对方的弱点，沃尔特为了操控这些火焰，现在根本没法挪窝。既然这样，那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了。他直接引起火浪冲了上去，胜负就在这一瞬间。沃尔特冷笑着嘲讽，这种临时变招的小花招对他根本没用。雷心里很清楚，硬碰硬确实没胜算，毕竟等级压制摆在那，所以他特意找了维罗妮卡，就是为了这一刻。真正的杀招现在才刚刚开始，巨大的水蛇瞬间爆发，这局面怕是要彻底反转了。沃尔特这下彻底慌了，他发现眼前的对手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他气急败坏的大喊：“这根本不是普通法师的水平！”雷根本没打算废话，巨大的水蛇魔法阵瞬间成型，直接正面碾压过去。刚才还嚣张的火焰一下子就被彻底浇灭。看着眼前这腐烂摊子，雷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仿佛只是随手处理了一件垃圾。尘埃落定，这场恶斗终于分出了胜负。沃尔特已经彻底倒下，连站起来都费劲。雷看了看表，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必须在一切失控前彻底结束这一切。沃尔特嘴里还念叨着要回去找他的老板，哪怕命都快没了，他还是想往门那边挪。雷突然叫住了他，手里死死攥着那枚戒指，冷冷的警告：再往前走一步，这东西就彻底毁了。沃尔特停下了脚步，语气里满是绝望。他说：“现在做什么都没用了。”雷其实已经快到极限了，他现在就是在硬撑，故意编了一套瞎话，说这枚戒指其实有致命弱点，只要方法对，随手就能捏碎。他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拖延时间，想让对方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可沃尔特根本不吃这一套，他现在只想杀出一条血路。他咬着牙威胁说要把雷全身的骨头都拆了，然后带着东西离开这里。雷冷笑一声，直接回了一句：“有本事你就试试。”雷虚晃一枪，直接把手里的戒指扔了出去。沃尔特果然上当了，发了疯一样扑过去抢。可等他把东西抓在手里，才发现自己中计了，这根本就是个诱饵。雷趁着这个空档早就已经跑远了。沃尔特气得破口大骂，对着那个背影疯狂咆哮。沃尔特还在心里盘算，觉得还有5分钟的时间，只要能在这之前抓到雷，一切就还有转机。可他万万没想到，脚下的法阵竟然提前爆发了，红色的光芒瞬间吞噬了周围，这根本不符合常理。沃尔特彻底懵了，明明还没到启动时间，为什么法阵会突然失控？雷头也不回的走远了。他在心里冷笑。沃尔特算漏了一件事，那就是这5分钟的时间差。原来维罗妮卡早就动了手脚，他拼尽全力修改了法阵，把启动时间强行提前了。就在这一刻，狂暴的能量冲天而起，沃尔特连求救的话都没说完，就彻底消失在了红光里。这下是真的变天了，爆炸的余波终于散去，沃尔特倒在地上，最后发出一声微弱的呼喊，就彻底没了动静。烟雾之中，雷缓缓走了出来，他看起来虽然有些疲惫，但这场博弈终究是他赢到了最后。地上的衣服堆里，那枚戒指正散发着微光，雷伸手把它捡了起来，最重要的东西总算回到了自己手里。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角落里，三人正等得焦急，天色越来越暗，可还是没有一点消息。他们只能互相打气，说雷那么厉害，绝对不可能输掉比赛。可维罗妮卡沉默不语，心里的不安已经到了顶点。维罗妮卡突然停下动作，她感觉到周围的魔力彻底乱了，还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她就发了疯一样往外跑。凯德里克和菲利普完全没搞清楚状况，只能一边喊一边在后面死命追。等他们翻过废墟，停下脚步，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僵住了。雷就站在那片火光里，整个人被狂暴的火焰彻底吞噬，看起来就像一个失控的火球，这根本不是正常的战斗状态。维罗妮卡的声音都在打颤，她说这是最可怕的魔力中毒，如果再不让他停下来，雷的命就要保不住了。看着雷痛苦的样子，凯德里克知道不能再等了，他必须立刻出手，哪怕这会让他自己也陷入危险。凯德里克拎起铁板，
和短棍。既然维罗妮卡说老大出事了，那现在就不能坐视不管。他决定强行冲过去。凯德里克大吼一声，举着铁板就往火光里撞。可还没等他靠近，一股恐怖的热浪就扑面而来。这火焰的力量太强了，凯德里克直接被震飞了出去，重重的摔在地上，根本没法近雷的身。眼看雷又要发动攻击，菲利普突然冲了出来，他张开双臂挡在凯德里克身前，拼命呼唤雷的名字，想让他赶紧清醒过来，别伤了自己人。可现在的雷已经完全失控，他手里的火球越聚越大，根本听不进任何声音。狂暴的火焰像海浪一样扑过来，菲利普和凯德里克根本躲不开，眼看就要被火海吞没。就在这关键时刻，维罗妮卡猛地冲到最前面，她张开双手释放出寒气，硬生生挡住了这波致命的冲击。维罗妮卡咬着牙大喊，现在想让雷停下来只有2个办法，要么她自己恢复理智，要么从外面强行把火浇灭。菲利普意识到情况紧急，转头就往外跑。他说要去弄一辆灭火车过来，只要能撑过这5分钟就有救。维罗妮卡死死顶住前方的压力，虽然火焰越来越猛烈，但他已经没有退路了，能不能活命全看这最后的5分钟。眼看巨大的火球就要砸下来，菲利普在后面吓得大叫，维罗妮卡却一个人冲在最前面，用单薄的身体死死顶住那股冲击。可这股力量实在太强了，他心里很清楚，凭自己的本事根本挡不住，这一下可能就是最后的时刻。但维罗妮卡脸上没有一点害怕，她反而慢慢松开了手，露出了一个温柔的微笑，好像已经彻底放下了。她在心里默默祈祷，只要雷能平平安安的活下去，就算自己现在消失，也已经完全无所谓了。刚解决掉沃尔特，雷发现手里的戒指变了，里面的魔力强了不止1星半点。虽然还没法跟真正的强者比，但这种增幅确实有点离谱。就在这时，一段陌生的画面突然闯进脑海。漫天的大火里，那个不可一世的沃尔特竟然像个丧家之犬一样在求饶。他一边躲闪一边哀求，口口声声说自己没有偷东西，这副卑微到极点的样子，跟刚才那个恶棍简直判若两人。雷愣住了，难道说这些痛苦的记忆全都被这枚戒指记录下来了？原来这就是沃尔特的过去，在无尽的欺凌和火海中，他发誓要不择手段的变强，要把受过的罪1000倍100倍的还给那些人。这种深入骨髓的恨意，通过戒指瞬间点燃了雷。复仇的念头一旦扎根，就再也拔不出来了。耳边有个声音在疯狂怂恿，别压抑心里的火气，把这虚伪的世界烧个精光，杀掉他们一个都别放过。雷彻底失控了，他身后的阴影里，那个恐怖的怪物终于现身，他正张开大嘴等着收割所有的生命。那个声音还在脑子里回荡，杀光他们一个不留。雷彻底爆发了，毁灭性的火柱横扫而过。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维罗妮卡站了出来，她没有逃跑，反而开始了祈祷。谁也没想到，在这一片暴力的红光中，竟然升起了一轮白色的太阳，光芒柔和却又无比强大。雷整个人都看呆了，这股力量简直美得让人不敢相信。那道温暖的白光竟然真的压制住了暴力的火焰。雷愣在原地，看着那个叫维罗妮卡的女孩，在光芒中呼唤着少年的名字。这一声呼唤，总算把雷从失控的边缘拉了回来。战场上的硝烟终于散去。一转眼过了3天，在菲利普酒店的医务室里，维罗妮卡总算醒了过来，她看起来恢复的不错，还招呼雷帮她倒杯水。雷一言不发的把水递过去，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他的眼神里显然还藏着没散去的阴霾。维罗妮卡这一躺就是2天，因为强行透支魔力，她现在虚弱的连床都下不了。雷心里觉得过意不去，只能任劳任怨的在旁边伺候着，一会儿要看书，一会儿要夹枕头。维罗妮卡倒是挺看得开，她说自己这叫报恩，毕竟之前雷也帮过她。可雷心里清楚事情没那么简单，他翻出那枚从沃尔特手里抢来的戒指，这东西散发着一股让人作呕的气息，这才是导致他失控的真凶。维罗妮卡一眼就认了出来，这种从活人身上强行提取的魔力本身就是剧毒，他担心雷会经不起诱惑去碰他。雷死死攥住拳头，直接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要不是维罗妮卡拼命拦着，他恐怕早就被这股邪火烧得连渣都不剩了。听雷说不打算碰那枚戒指，维罗妮卡总算松了一口气，可雷心里却在想，这种力量至少现在还不能碰。看着眼前的女孩，雷沉默了半天，终于憋出了一句谢谢，谢谢他在那时候救了自己的命。这突如其来的感性让维罗妮卡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她甚至怀疑雷是不是烧坏了脑子，身体还没从魔力中毒里缓过来。就在这时，菲利普推门走了进来，打破了屋子里微妙的气氛。他带来了雷之前交代的任务，那个男人留下的所有东西全都被菲利普带了过来。雷随手翻开其中的文件，真正的秘密恐怕就藏在这些纸片里。在一堆杂乱的遗物里，雷翻出了一张泛黄的旧照片，上面是一群孤儿院的孩子，其中一个竟然是沃尔特。雷盯着照片看了半天，这些脸在他眼里都模糊不清，根本分不出谁是谁，只能先把照片收起来。菲利普又递过来一本笔记本，说这东西看起来非同寻常。雷随手翻了几页，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各种暗杀和抢劫，而且每一项都已经完成了。就在翻到最后一页时，雷的手突然停住了，上面的记录完全变了风格，不再是杀人越货，而是对各种颜色宝石的搜寻。蓝宝石、绿宝石、黄宝石，虽然全标注着失败，但雷立刻联想到了那个传说，难道那个组织费尽心机，竟然是为了寻找碎掉的彩虹？菲利普盯着手里的线索，心里已经有了主意，这事儿绝对值得查下去。菲利普在一旁看着，知道这少年已经下定了决心。菲利普拿出一个沉甸甸的大包，说是这段时间的辛苦钱，还特意多加了一份谢礼。要不是他帮忙，
他根本没机会跟凯德里克把事情说开。他甚至想好了后续，只要雷还没走，每天都会有人把钱准时送上门，只要开口条件随便提。菲利普嘴上说着要去送行，心里却满是失落。他觉得这一别以后恐怕就再也见不到了，这种离别的滋味并不好受。雷突然叫住了他，语气里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认真。他说等自己离开这里的时候，菲利普不愿意跟他一起走。听到这句话，菲利普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他怀疑是不是自己耳朵出毛病了，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菲利普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大喊出声：啥？你刚才到底在说什么？这话一出，菲利普整个人都懵了。你是认真的吗？这实在是太突然了，他根本没离开过这地方，要是现在走就等于要放弃这里的一切。但雷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你拼命攒下那么多钱，不就是为了去外面看看吗？那天说过的这些话，雷到现在都还记得。菲利普愣住了，没想到自己随口提过的一句话，对方竟然一直记到现在。他沉默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行吧，我答应跟你走，不过在那之前，我必须先把旅馆的事情交代清楚，总不能丢下一个烂摊子。雷问他具体需要多久，菲利普伸出2根手指，2周时间足够我教会其他人怎么经营了。接下来的日子，菲利普忙得脚不沾地，他要把所有的经验都留在这里。时间一天天过去，雷的学习速度简直惊人。维罗妮卡忍不住感叹：雷，我已经没什么能教你的了，你真是个天才。雷语气平淡的回答：那是因为你教得好。这种客套话听多了，总觉得少了点人情味。就在这时，雷察觉到角落里有动静，2个孩子被吓得拔腿就跑。维罗妮卡赶紧解释：抱歉啊，这些孩子只是太害羞了，其实他们特别崇拜你，甚至私下里商量着以后也要成为像你一样的猎人。雷站起身提议：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换个位置。随着2人位置调换，真正的重头戏才要开始。维罗妮卡释放出的魔力比之前要稳得多，甚至让雷都觉得有点意外。明明还没怎么教过他竟然已经能控制到这种程度。但就在这时，一个冰冷的声音响了起来：不够，还要更快。这股力量已经等不及了，它正在维罗妮卡体内疯狂的跳动。维罗妮卡以前总觉得爷爷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只能一个人扛着所有事，但现在身边终于有了可以信任的伙伴。维罗妮卡咬紧牙关，还要更快一点，绝对不能让大家失望。就在这一刻，魔力瞬间爆发，成了！雷简直不敢相信，他竟然真的把魔力填满了。维罗妮卡虚弱的笑了笑：我做到了。雷赶紧扶住维罗妮卡，他小声解释说，刚才突然有点站不稳。雷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静静的陪在旁边。他低着头轻声说：谢谢你。维罗妮卡越说越激动，觉得要是没有雷在身边，自己根本没法成功。雷却觉得很奇怪，明明自己什么都没做。眼看气氛越来越沉重，雷赶紧提醒他，不是还要去见爷爷吗？他这才反应过来。维罗妮卡急匆匆跑上楼，还不忘回头招呼：雷，你还不快点跟上来。雷还没反应过来，维罗妮卡就笑着说：这事儿多亏了你，咱们现在就去报喜。他兴冲冲地拉着雷一路小跑上了楼，看这架势，他是真的一刻也等不及了。来到门口，维罗妮卡轻轻敲了敲门，大声喊着爷爷，直接推门走了进去。维罗妮卡话还没说完，整个人突然定在原地。雷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维罗妮卡坏了，出事了！老人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维罗妮卡整个人都傻了，嘴里不停念叨着爷爷。谁能想到昏迷了2天2夜，老人竟然奇迹般的睁开了眼。雷守在床边低声说：你终于醒了。老人苦笑着叹了口气，看来这回是真的没多少日子了。他没看到维罗妮卡的身影，心里明白那孩子终究还是不敢面对离别。老人看着眼前的雷，谢谢你愿意跟我学魔法，哪怕这一切发生的这么突然。雷却依旧一脸冷静，没必要谢我，咱们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雷表现得异常冷静，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场知识的交换。老人看着这个年轻人，心里感叹他真是个怪人，随后轻声开口：这恐怕是最后一刻了，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雷沉默了片刻，终于说出了那个藏在心底的秘密。他感觉不到任何情感，老人并没有表现出意外，他早就察觉到了雷的世界里大部分时间都是一片荒芜。雷有些困惑，这难道也是一种病吗？老人叹了口气，心里受了伤确实会变成病，有人是因为痛苦才关上了心门，但你不一样，你能选择去感受，这背后的真相恐怕没那么简单。雷想了半天，最后问了一个憋在心里很久的问题：你到底对我用了什么读心术？明明自己什么都没说，可老人总能看穿他的心思，这在他看来简直就是魔法。老人听完忍不住笑出了声：哪有什么魔法，我不过是看你的脸就知道了。雷愣住了，他一直觉得自己脸上没什么表情，像块木头一样。老人指了指他的脸，魔法成功时你的嘴角会动，思考时眼神会变，哪怕现在我也能看出你正犯迷糊呢。这些细节虽然微弱，但这就是一个人的真心。与其去钻研咒语，不如先学会怎么看人心。雷无奈地摊了摊手，对他来说，这世上所有人的脸都长得一样，他只能靠声音和发色来认人。老人听完，只能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雷推门走出房间，在楼梯转角停下了脚步，他低头看向楼下那个缩成一团的身影，轻声唤了句维罗妮卡。他没有拐弯抹角，直接说出了最残酷的真相，他没剩下多少时间了。维罗妮卡死死抓着衣服，他害怕面对离别，更害怕亲眼看着爷爷离开。雷的声音再次从上方传来，这是你最后和他说话的机会了。这一句话终于击碎了他最后的逃避，他猛地站起身，发疯似的往楼上冲去。维罗妮卡发疯似的冲向楼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千万别迟到，
千万要等他赶到。随着砰的一声，房门被重重撞开，屋里的男孩早已哭成了泪人。老人缓缓睁开眼，看着眼前的维罗妮卡，声音虚弱的几乎听不见：“你终于来了。”维罗妮卡愣在原地，随后她兴奋地向爷爷报喜，成功凝聚了魔力环。老人费力地抬起手：“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做到的。”维罗妮卡守在床边，轻声诉说着那些往事。她说自己永远记得爷爷带她离开黑暗的那一天，那时候她不用再挨冻受饿，也不用再等那些永远回不来的人，只要能跟着爷爷走，就是她这辈子最开心的事。两个男孩也在旁边用力点头，他们想让爷爷放心。现在的他们已经学到了很多，无论未来有多难，大家都能一起挺过去。老人听完发出了微弱的笑声，他说自己一点都不担心，因为他早就看出来了，这群孩子比任何人都要坚强，能遇到你们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雷站在门外的阴影里，沉默地看着这一幕。葬礼办得很体面，维罗妮卡不惜代价在中央公墓选了最好的位置，送了爷爷最后一程，安顿好熟睡的孩子们。维罗妮卡轻轻关上房门，她转过头对雷道谢，如果不是有他在，自己一个人根本撑不下来。从始至终，维罗妮卡一滴眼泪都没掉，可谁都能看出来，她心里的悲伤已经到了极限，随时都会彻底爆发。雷沉默地注视着她，他看不清这张脸上的细节，却能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压抑。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这一刻，雷突然想起了老人生前的话，既然分不清整张脸，那就换个法子去观察，与其费劲去记那些长相，不如试着去感受每个人身上最特别的地方。雷试着按照老人的教导，去仔细观察维罗妮卡的每一个细节。可就在这一瞬间，维罗妮卡一直压抑的情绪像决堤一样彻底崩了。雷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感觉到脸颊上有凉凉的东西划过，伸手一摸，竟然是眼泪，这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明明只是在观察别人的悲伤，为什么自己也会跟着难受？这种陌生的情绪让他感到不知所措，甚至有些害怕。维罗妮卡再也支撑不住，重重地跪倒在冰冷的地面上，他死死抓着地砖，一声接一声地喊着爷爷，每一声都透着绝望。雷没有说话，他从身后紧紧抱住了这个女孩，虽然心里还在不停地否定，觉得这一切都不对劲，但他知道现在的维罗妮卡已经快要碎掉了，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雷不再去纠结那些陌生的眼泪，而是任由这种情绪在胸口蔓延。维罗妮卡伏在他肩头抽泣，所有的坚强在这一刻彻底瓦解，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雷轻轻收紧了双臂，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再只是一个旁观者，因为现在的他终于学会了如何发自内心地去安慰一个满身伤痕的人。离别的时刻还是到了，菲利普答应凯德里克一定会回来，随后坐上了雷的车，准备开启新的旅程。雷看了看时间，维罗妮卡终究还是没出现，明明已经提醒过很多次，他应该知道今天10点出发。其实雷早就找过维罗妮卡，希望她能一起加入，毕竟在理论和魔法阵方面，没人比她更专业。但最关键的原因是她体内那股白色的太阳，那才是雷真正想要弄清楚的秘密。面对邀请，维罗妮卡第一反应是拒绝，毕竟家里还有弟妹要照顾，书店也没人打理。可雷早就把后路都铺好了，弟妹有人接手，甚至连凯德里克都被安排去书店当保镖。雷一句话戳中了他的心，其实他自己也想离开这里，只是缺一个借口。维罗妮卡沉默了，她需要一点时间来做决定。回到车里，菲利普提醒时间已经到了，雷没有再等下去，直接挂档出发。看着远去的车影，所有人都以为他不会来了，谁知道就在这时，维罗妮卡背着行囊冲了出来，他一边狂奔一边大喊，让车千万别停，只要打开车门就行。菲利普整个人都看傻了，这姑娘难道是想直接跳上来？雷倒是干脆直接推开车门，朝着车外的维罗妮卡伸出了手，抓住我的手，两只手死死扣在一起。维罗妮卡借着这股劲，整个人直接摔进了后座，虽然动作有点狼狈，但他总算赶上了。菲利普推了推眼镜，调侃道：“看来你最后还是决定要跟我们一起去冒险。”但他很好奇，刚才为什么要冒着危险跳车，而不是让车停稳了再上？维罗妮卡低着头说出了实话，因为他知道，如果刚才停下脚步，他可能就再也没有勇气出发了。菲利普忍不住笑出声：“原来你比我还胆小！”气得维罗妮卡当场炸毛，这可是他好不容易才下定的决心。连着开了7个小时的车，雷倒是没什么感觉，可苦了后座的菲利普和维罗妮卡，两人下车时连路都走不稳了。雷检查了一下车况，确认没出问题后，决定今晚就在这荒郊野外露营，等明天一早再继续赶路。夜幕降临，三人围坐在火堆旁，雷突然开口说，他这次出来的目标是为了找到那道彩虹。维罗妮卡愣了一下，他记得雷以前也提过这件事，可这所谓的彩虹到底代表着什么？雷放下手中的碗，准备揭开这个一直隐藏的秘密。所谓的彩虹其实是一颗拥有无穷魔力的宝石，它碎成了7块，散落在世界各地。传说只要集齐碎片，就能实现任何愿望。菲利普一下子抓住了重点，既然这东西这么宝贝，那个叫莫克雷德的大组织肯定也在拼命寻找，而且听说他们的首领手里已经有1块了。雷看着眼前的火堆，语气变得严肃起来，跟着他去调查这个组织，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如果现在想退出还来得及。谁知道这2个伙伴根本没打算走，菲利普甚至已经想好了，以后由他来管钱和谈判，而维罗妮卡则负责所有魔法方面的引导。看着他们信心满满的样子，雷知道这趟冒险已经无法回头了。雷看着远方的光芒，那种彩虹绝不是普通的自然现象，它比任何东西都要耀眼，也更有力量。
菲利普也终于敞开了心扉，他这次出来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寻找失踪很久的妈妈。小时候，妈妈为了赚钱去外地打工，承诺过一定会回来接他。他这些年拼命攒钱，就是不想再让贫穷把家人分开。这番话直接戳中了维罗妮卡的泪点，他当场失控，反倒把菲利普搞得手足无措。等情绪稍微平复一点，维罗妮卡也说出了自己的秘密，她要完成爷爷没做完的研究，那是关于一种叫黑雨的诡异现象。这种雨会污染土地和皮肤，甚至传播各种可怕的疾病。维罗妮卡提到了那种可怕的绝症，那是现在的医术根本治不好的诅咒。他的爷爷就是因此丧命，所以他必须完成爷爷留下的研究，不让这种悲剧在别人身上重演。菲利普第一个站出来表态，虽然他不懂那些复杂的医学，但只要有用得着他的地方，他绝对义不容辞。雷冷静地看着这两个热血上头的伙伴，在他眼里，这更像是一场公平的交易，大家各取所需，互相帮衬着往前走。菲利普和维罗妮卡兴奋地伸出拳头，想跟雷来个正式的结盟仪式。雷看着递到面前的拳头，心里却觉得这种动作毫无意义。难道碰个拳就能凭空产生力量吗？菲利普现在整个人热血沸腾，感觉拳头都要烧起来了。雷虽然嘴上说着没意义，但还是放下了手里的勺子，主动伸出手加入了他们。三个人大喊着口号，气氛在这一刻达到了顶点。可还没等他们高兴太久，现实就狠狠泼了一盆冷水。雷之前确实提醒过，这趟旅程会非常危险，但谁也没想到麻烦竟然来得这么快。身后突然传来了剧烈的震动，一群红着眼睛的巨鹿正发了疯似的朝他们冲过来。在这片荒原上，他们已经没日没夜的开了9天车，本以为目的的就在眼前。菲利普突然发现不对劲，远处掀起了漫天沙尘，正朝着车子疯狂逼近。这根本不是什么沙尘暴，而是一群巨大的石鹿怪物，正成群结队的冲过来。维罗妮卡一眼认出了这些家伙，但这下麻烦大了，这群怪物显然没打算放过他们。谁能想到这种像石头一样的沿路竟然会成群结队的出现？维罗妮卡觉得不对劲，现在根本不是他们的迁徙季节，除非他们身后有什么更恐怖的东西。后退已经来不及了，雷当机立断，让维罗妮卡立刻张开护盾。这可是个大工程，要护住整辆车，还得跟着车一起移动。就在这时，菲利普惊恐的大喊：“他们冲过来了！”这下麻烦了，怪物正从四面八方撞过来，整辆车随时都会散架。雷大声喊着，让维罗妮卡死守住护盾。维罗妮卡已经快到极限了，再这么耗下去，大家谁也跑不掉。雷心里很清楚，必须得换个法子。他突然转头问菲利普：“你不是想学开车吗？”菲利普整个人都懵了，这种时候开什么玩笑？雷可没打算商量，他直接把方向盘甩了过去。现在就是你的机会！这种时候竟然敢松开方向盘，菲利普整个人都吓傻了。但现在只能硬着头皮顶上。雷直接翻身上了车顶，面对前方黑压压的怪物潮，他根本没打算后退。就在这时，鹿群中出现了一个异类，那是一头泛着蓝光的石鹿。找到了，目标就在那！菲利普大声喊着：“还要开多久？”雷死死盯着前方，只要再坚持一下，目的的就在眼前。这一击威力太猛，护盾已经到了极限。菲利普大声喊道：“维罗妮卡，你流鼻血了！再这样下去，谁都保不住这辆车。”雷很清楚，光靠维罗妮卡一个人撑不了多久，必须得想个办法，不然大家都要交代在这。还没等他出手，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护盾彻底碎了。这下彻底失控了，石像怪的攻击直接撞向车身。维罗妮卡吓得大喊：“既然躲不掉，那就把整辆车变成铜墙铁壁，这下看谁还能撞得动！”雷低声提醒：“快回车里坐好。”雷在车顶大喊：“马上就到了，千万别减速！”菲利普猛踩油门，带着大家死里逃生，总算甩掉了那些怪物。菲利普赶紧确认大家的情况，维罗妮卡还没缓过劲来，雷也只是勉强应了一声。看着满地的沿路尸体，菲利普还以为是他们撞死的。维罗妮卡摇了摇头，这些怪物的皮比石头还硬，光靠撞击根本杀不死他们。雷蹲下身子仔细观察，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这些怪物全是中弹身亡，而且伤口大的离谱，绝对不是普通的子弹干的。看来这附近还藏着更危险的家伙。荒郊野岭的这帮人显然没安好心，带头的男人一脸坏笑，觉得这几个小孩好欺负。男人凑到雷面前，语气里全是挑衅，甚至还想动手摸他的脸。雷根本没打算废话，只是冷静地问了一句：“这里离48区还有多远？”男人还没意识到危险，甚至还想继续嘲讽，结果下一秒他就知道自己踢到硬板了。雷突然出手，直接把男人的头砸向地面。雷递过去一把刀，语气冷得让人发指。他说：“等下听信号。”直接割开男人的喉咙。菲利普整个人都傻了，这根本不是在开玩笑。从来没拿过刀的菲利普，现在只能硬着头皮顶上去。为了活命，他必须演好这个恶人。菲利普一边大喊着威胁，一边死死扣住人质。这副凶狠的模样，竟然真的把周围的人都唬住了。就在这时，男人慢悠悠地走了出来，想让这孩子放人。可雷根本不打算收手，他冷冷地盯着前方，下达了最后的指令：动手，但别让他死得太快。谁也没想到，菲利普真的敢动手，这一刀下去直接见红了。菲利普虽然手在抖，但嘴上一点没怂，他冷冷地警告对方，这就是撒谎的代价。对面的人一下子炸锅了，嚷嚷着要当场报仇，可带头的男人却笑了，他觉得这小子有点意思。男人干脆不装了，直接承认自己没安好心。他身后瞬间围上来一群人，想靠人多把雷给压死。雷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手心里直接窜出2团烈火。他冷笑着回了一句：“有本事你们就过来试试。”
雷这一手火焰魔法直接把对面给看傻了。男人心里咯噔一下，这回真是踢到钢板了。刚才还嚣张的不行，现在这帮人整整齐齐的鞠躬，嘴里不停的赔礼道歉，生怕雷一个不高兴把他们全烧了。雷也没打算把事情闹大，他收起火焰，冷冷的问这帮人：大老远跑这荒郊野岭干什么？男人哪敢撒谎，赶紧交代说是在找东西，据说是一头额头上长着蓝宝石的神奇鹿。雷的眼神瞬间变得犀利，盯着男人让他继续说。男人被盯得心里发毛，只能把背后的雇主也给供了出来。男人口中的这个雇主是个叫约翰的老头，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在荒郊野岭差点丢了命。就在约翰快渴死的时候，一头全身冒蓝光的鹿出现了，不仅能飞，还能化成水，救了他的命。男人一边说一边撇嘴，觉得这老头肯定是老糊涂了，编出这种离谱的故事来骗人，根本没人把这当回事。可雷听完却当真了，他直接亮出匕首，逼问男人这个雇主在哪，他要亲自去见见这个老头。男人这下心里犯了嘀咕，要是让这小子找上门去，那麻烦可就大了。他赶紧找了个借口，想把雷打发走。男人还想耍小聪明，随口编了个假地址，想糊弄过去。结果话还没说完，雷的攻击就直接贴到了脸上。雷冷冷地警告他，别再尝试撒谎。这下男人彻底懵了，他干这行几十年，头一回被个年轻人一眼看穿。男人这回是真的怕了，老老实实交代了真地址，说雇主就在48区的酒店里，再也不敢动歪心思。雷接着追问鹿群迁徙的事，男人摇着头说，这事儿跟他们没关系，而且这次迁徙非常诡异，原本还没到季节，成千上万头鹿却突然聚在一起，提前开始了大规模移动，这背后显然藏着更大的麻烦。男人刚松了一口气，以为这尊大佛终于要走了，结果雷突然转过头说，还有最后一个要求。雷指着被撞坏的车说，刚才鹿群冲锋全是你们害的，这修车费你们这帮人必须得出了。雷把开价的权利交给了身边的菲利普，这小子一听要钱，整个人瞬间就兴奋了起来。菲利普也是真敢开口，直接从对方手里硬生生抠出了25万先令。看着这一大袋子钱，菲利普乐得合不拢嘴，雷却表现得很淡定，直接宣布这笔钱大家平分，谁也别想多占便宜。雷正在严肃地确立规矩，他觉得为了以后不闹内讧，不管是分钱还是办事，大家必须得绝对公平。菲利普和维罗妮卡都点头答应。可就在这严肃的时刻，维罗妮卡怀里突然传出一声怪叫，一个蓝色的脑袋钻了出来，所有人都愣住了。谁也没想到维罗妮卡竟然偷偷带回来一只蓝色的小鹿，这小家伙正瞪着大眼睛四处看。维罗妮卡支支吾吾的解释说，这小鹿跟鹿群走散了，当时正守在死去的母鹿身边，看着实在太可怜，他觉得要是把这小家伙丢下，他肯定活不过今晚。维罗妮卡这姑娘不仅捡了鹿，连名字都给人家取好了，叫什么弗兰，还一口咬定这小家伙是个男孩。菲利普在一旁直翻白眼，觉得带上这么个累赘，简直是给自己找麻烦。可雷却一直盯着小鹿没说话。雷想起了刚才在车顶看到的景象，在那群疯狂迁徙的沿路中，他曾瞥见过一个巨大的身影，长得跟这小家伙一模一样。直觉告诉雷，这只蓝色小鹿绝对不简单，它很可能就是解开这次诡异迁徙的关键线索。既然这小家伙身上有戏，雷干脆拍板决定带上他。维罗妮卡高兴的直接蹦了起来，只有菲利普在一旁无奈的叹气。第二天一早，菲利普看着眼前的街道感叹，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大，以前知道的不过是冰山一角。维罗妮卡在一旁搭话说，车门已经锁好，那个叫弗兰的小家伙还在补觉。大家正放松的往前走，结果没走几步就被两个不长眼的拦住了路。带头的男孩一脸嚣张，张口就要收什么过路费。这下可好，他们显然不知道自己惹了谁。雷甚至连正眼都没瞧他们，只是周身的气压瞬间低了下去。画面一转，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男孩，现在已经满脸青紫的缩在墙角。雷冷冷地问他老大的名字，他只能哆哆嗦嗦的全招了。雷直接给对方带了个话，让他们的老大去酒店见他。看着落荒而逃的背影，维罗妮卡也是真无奈，这已经是今天第6波了，总这么被盯着也不是个事。雷一眼看出了问题所在，这帮地头蛇觉得丢了面子，肯定会没完没了的缠上来，除非能让他们摸不清底细。既然接下来要去高级酒店，菲利普提议干脆换个行头，毕竟人靠衣装，穿的体面点也能少点麻烦。换上正装的雷，整个人气质完全变了，这下不仅能混进酒店，恐怕连对手都要重新掂量一下了。菲利普把旧衣服留在了店里，顺便还展示了一手砍价绝活。面对雷的好奇，他只是神秘的笑了笑，直言这是独门秘籍。换上一身行头，走在街上，周围人的眼神全变了。雷敏锐地察觉到，那些目光里写满了羡慕和嫉妒，原来仅仅是换件衣服，待遇就能有天壤之别。雷忍不住问，除了衣服，还有什么能改变别人的态度？菲利普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只要是跟外表有关的全都是武器。菲利普这一套理论说得头头是道，他觉得看人不能只看表面，关键得看那种说不清的气场。他盯着雷看了半天，忍不住感叹，有些人就算穿得再普通，那股贵气也是藏不住的。说话间，几个人已经到了地方，这大楼高的离谱，维罗妮卡眼睛都看直了，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气派的建筑。雷倒是没打算浪费时间，抬腿就要往里走。菲利普刚想伸手拦一下，毕竟门口还有保镖盯着，结果雷头也不会直接闯了过去。谁能想到这几个守卫居然连拦都没拦，就这么让他们大摇大摆的进来了。
菲利普拍着胸脯直呼走运，雷却表现得异常冷静，因为他早就看穿了这些守卫根本没有防备。菲利普反应也快，一溜烟跑去前台套话，张口就报出了约翰的名字。没想到还真让他给蒙对了，不仅拿到了房间号，甚至连怀疑都没引起。菲利普带头敲开了大门，本以为能顺利见到正主，结果出来的守卫态度极其嚣张，直接把他们当成走错路的小鬼。菲利普赶紧搬出雇佣兵的名号，还提到了关键线索沿路，想以此换取调查的机会，可对方根本不买账。守卫冷笑着下了逐客令，说会长忙得很，没空搭理这群毛头小子，甚至打算直接动手赶人。雷表面上没说话，其实已经把屋里的情况摸透了。门口有2个守卫，深处至少还藏着2个高手。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维罗妮卡突然察觉到不对劲，周围的大气魔力竟然开始剧烈波动起来。既然目标就在眼前，雷根本没打算客气，只要能达成目的，他不介意用点极端手段。就在他准备强行破局时，一个声音突然响了起来：“够了，看来我们有年轻客人。”约翰笑着推开大门，不仅没有怪罪这群不速之客，反而主动邀请他们进屋坐坐。看来雷这次是找对人了。约翰开门见山，直接提到了那个神秘生物。这个叫约翰的男人就是核心水业公司的董事长，他掌控着几10个区域的饮水命脉。约翰叹了口气说：“以前干净的水比金子还贵，穷人连想都不敢想。那时候的河流到处是垃圾，跟现在的死水没什么区别。谁能想到这位穿戴讲究的绅士，以前竟然是个四处流浪的游牧民？整个部落的命都系在能不能找到下一个绿洲上。那种绝望没经历过的人根本不懂。眼看水源断绝，整个部落的人都陷入了绝望，大家都觉得这回死定了。约翰却在这时候站了出来，他告诉所有人，等他回来，他一定会找到绿洲。”就这样，他一个人背着行囊走进了荒漠，那是所有人都不敢踏入的死地。可现实比承诺要残酷得多，在漫天的风沙里，他终究还是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就在约翰彻底倒下，以为自己要死在荒漠里的时候，一滴水珠突然落在了他的脸上。他费力地睁开眼，发现黑暗中竟然出现了一道蓝光，一只发光的鹿正静静地看着他。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生物。紧接着，整片荒原都被这种神秘的光芒照亮了。谁能想到，这绝境中的神迹，竟然成了他改变命运的开始。靠着那片神秘的绿洲，约翰开启了他的饮用水帝国。最初他确实想当个救世主，把水价定得很低，毕竟他比谁都清楚那种快要渴死的感觉有多绝望。可生意场上的事从来没那么简单。随着绿洲干涸，各路竞争对手疯狂涌入，局面彻底失控了。约翰冷笑着说，在金钱面前，没几个人能守住当初的底线。他见过太多人为了一点利益，就对亲人朋友背后捅刀子，所以他才心灰意冷退出了生意场。现在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在临死前能再见一面当年救过他的那只鹿。雷听完直接坐不住了，当场承诺要帮他完成心愿。可约翰只是笑了笑，并没有把少年的热血当回事。他话锋一转，盯着雷问了一句：“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为了掩盖真实目的，雷随口胡编了一个身份，说他们其实是雇佣兵。这话一出，旁边的同伴都听傻了。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推开，男人刚好撞了进来，场面瞬间变得非常尴尬。约翰这个老狐狸倒是一点不慌，还笑呵呵地介绍说：“这些年轻人是听了你的故事才找来的。”吓得男人赶紧低头认错。约翰摆摆手表示不介意，还故意问男人：“你觉得这几个年轻雇佣兵怎么样？”男人表面上客客气气，心里却在冷笑，这老头真是老糊涂了，居然连这种鬼话都信。雷也意识到自己失算了，这身昂贵的衣服在酒店是敲门砖，可现在却成了最大的破绽。早知道就该穿得破烂一点。约翰看着雷这身考究的打扮，心里100个不相信，毕竟哪有雇佣兵穿得跟个小少爷似的，既没带武器，看着也没什么经验。雷根本懒得再废话，抬手就是一道狂暴的雷电，瞬间席卷了整个房间。这下约翰彻底傻眼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少年，竟然是个深不可测的魔法师。雷冷冷地问了一句：“你说的武器是指这种东西吗？”话音刚落，狂暴的雷电就在他指尖炸开，把对面的男孩吓得魂都没了。男孩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明明没感觉到任何魔力波动。雷看向他，眼前这个少年竟然是个魔法师，而且看这架势，起码是个2环高手。雷收起雷电，语气平静地问：“现在我有资格当雇佣兵了吗？”刚才还一脸怀疑的几个人，这下连头都不敢抬了。他们忙不迭地求饶。面对质问，雷只是随手展示了一下雷电，语气平淡地说：“叫我佣兵就行了吧。”这一下直接把迈克尔吓得不轻，还是坐着的约翰沉得住气。他摆摆手势，一别紧张，毕竟谁也不会拒绝这么强大的战力。约翰开门见山地问：“你们确定要接这个委托？”维罗妮卡和菲利普倒是挺兴奋，一口答应了下来。约翰表面上笑呵呵的答应，心里却早就打好了算盘，能拉拢到一个魔法师，这笔买卖怎么算都不亏。不过负责带队的斯凯尔显然还没适应这几个不速之客，被雷盯着看了一眼，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斯凯尔笑得一脸灿烂，直说有法师帮忙，简直是求之不得。就这样，这桩临时组队的买卖就算谈成了。可刚一出门，维罗妮卡就忍不住担心，毕竟刚才把人家坑得那么惨，这合作真的靠谱吗？菲利普也觉得这事儿太悬，对方明显恨得牙痒痒，万一背后捅刀子怎么办？雷却表现得很淡定，在他看来，那个拿刀的家伙虽然嘴硬，但心里早就被吓破了胆，根本没胆量报复。比起那个怂包，雷更在意的是另外2个人。他突然停下脚步，问菲利普：“你觉得约翰和斯凯尔
到底是什么关系？菲利普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虽然约翰看起来是个大好人，但防人之心不可无。维罗妮卡倒是一脸崇拜，觉得约翰这辈子都在为了世界和平努力，简直就是个圣人。雷在一旁没说话，他看人的眼光显然比这两个同伴要毒辣得多。就在这时，麻烦主动找上门了。男孩带着手下堵住了去路，直接把雷当成了待宰的肥羊。这群人还没意识到，他们盯上的可不是什么软柿子，而是这辈子最不该惹的人。雷随手掂了掂沉甸甸的钱袋，问这帮人想不想知道里面有多少。听到100万先令这个天文数字，这几个人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以为今天撞了大运。雷带着他们走进无人的小巷，语气平静，却让人脊背发凉。想要钱就要乖乖听话。还没等这帮混混反应过来，局面就已经彻底失控。雷根本没打算浪费时间，直接用实力让他们闭了嘴。他伸出3根手指，现在我需要3个情报：彩虹、黑羽。雷开出了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只要能找到那个宗发女人，每天去旅馆向她汇报，表现最好的人就能拿到整整10万先令。这招简直绝了！菲利普一眼就看穿了雷的意图，用重金让他们互相竞争。这群人为了钱，绝对会拼了命地去搜集情报。安顿好眼线后，雷叮嘱维罗妮卡和菲利普，最近千万不要单独行动。虽然已经给过那些地头蛇警告，但小心总归没大错。雷盯着维罗妮卡，发现里面除了纯净的白色，还蕴含着一种淡蓝色的魔力。这种魔力代表着欢快与喜悦，它能极大的提升速度和敏捷，甚至能给咒语加速。如果维罗妮卡愿意，他随手就能召唤锋刃把对手撕碎。可惜他性格太温柔，根本下不去这种狠手。雷让两人伸出手，直接在他们手背上留下了印记。这是一种特殊的契约魔法，通常是法师用来绑定使魔的。维罗妮卡一眼就认了出来，只要注入魔力，几个人就能互相感应位置，甚至在危险时发出求救信号。菲利普有些尴尬，毕竟他根本没法使用魔力。维罗妮卡赶紧安慰他，只要紧跟着自己就行。雷让同伴们先回旅馆，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虽然维罗妮卡有点担心，但还是被菲利普拉走了。等四周安静下来，雷对着空无一人的街道说：“出来吧。”斯凯尔从阴影里慢慢走出来，他说自己可不是故意躲藏，只是不想打扰刚才的谈话。雷没心思跟他废话，直接问他到底想干什么。斯凯尔露出一副不怀好意的样子，提议换个没人的地方，好好聊聊接下来的计划。斯凯尔表现得格外热情，拍着桌子大喊今晚他请客，甚至还专门提前订好了包间，生怕招待不周。面对这一桌子的酒气，雷却显得非常冷静，他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来杯果汁就行。”斯凯尔一边灌酒一边吹嘘，说这酒就是能让人现原形的迷魂汤，还笑话雷是个不懂行的小鬼。雷倒是挺淡定，反正有免费的饭吃，叫他过来坐坐也无妨。斯凯尔终于亮出了身份，他是斯凯尔佣兵团的老大，这副自信的样子显然是在等对方崇拜。可雷一眼就看穿了，这家伙眼里的贪婪是他这辈子见过最重的。斯凯尔还想打听雷的底细，问他是哪条道上的，结果雷一句话就把他整不会了。我还没想好名字呢。这回答直接让斯凯尔当场愣住。斯凯尔试探着问：“你真打算去当佣兵了？”还特意感谢雷帮他保守秘密，毕竟私自狩猎这事，要是让雇主知道就麻烦大了。雷却突然打断他，要求立刻停止对鹿群的捕杀，因为那头特殊的岩鹿绝对不能出事。斯凯尔的语气瞬间变了，他盯着雷问为什么，虽然脸上还带着笑，但雷能感觉到这家伙已经动了杀心。雷这一手下马威，直接让气氛降到了冰点。他冷冷地问：“你有意见吗？”斯凯尔哪还敢废话，赶紧摆手表示没意见，只是好奇为什么要这么做。雷直接把话挑明，只要他还在这一天，谁都别想动那些猎物。斯凯尔也是个聪明人，立马点头答应，毕竟没必要在这时候触眉头。两人商定好明天一早出发，但在那之前，雷还留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斯凯尔表现得相当豪爽，一边大口灌酒，一边拍着胸脯保证，只要跟着他混，注册佣兵和赚大钱都是迟早的事。雷坐在对面没说话，他在心里默默盘算，这个男人的贪婪到底有没有底线？要不要干脆拿500万出来，直接把对方钓上钩？但他很快就否定了这个念头，财不露白的道理他还是懂的，万一弄巧成拙，反而会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既然金钱诱惑太冒险，那就换个思路，魔力总是跟着情绪波动的，如果能反过来利用这一点，局面或许会更有意思。雷盯着眼前的男人，打算直接往对方身体里灌入魔力。既然这人的情绪太杂，那就干脆全部清理干净。斯凯尔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还以为是自己酒喝得太猛，但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意识已经被人动了手脚。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让他完全没办法集中注意力了，满脑子全是钱。斯凯尔现在根本停不下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雷看准时机开口问：“如果加入你们佣兵团，是不是能赚很多钱？”一听到钱这个字，斯凯尔整个人都亢奋了，大笑着说：“那当然，凭你的本事，大赚一笔只是时间问题。不如我们一起干票大的。”终于大功告成，金色的魔力已经填满了容器。斯凯尔兴奋地说：“我们要把约翰那个老混蛋炸得1分钱都不剩，那可是几百亿的财富。”雷看着眼前的局面，看来金色的魔力确实让他彻底陷入了贪婪。斯凯尔接着解释：“那老头2年前就卖了公司，断绝了所有亲戚往来，把所有的钱都存进了影子银行，现在只要拿到密码和卡，那笔巨款就是我们的了。”雷冷静地问：“那你打算怎么拿到这些东西？”斯凯尔拿出一张照片，真正的关键就在这上面。
雷一眼就看出了破绽，照片里的蓝颜露额头上竟然少了一块宝石，这照片是假的吧？斯凯尔听完笑得更开心了，直夸雷的眼力不错，他大方承认这就是个诱饵，只要能骗到那人的卡片和密码，真假根本不重要。雷盯着眼前的男人，看来这场局远比想象中要阴险得多。雷冷冷地问：“所以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斯凯尔指名道姓要解决一个人，迈克尔，那个像影子一样守在老头身边的年轻法师，只要有他在，谁也没法靠近老头半步，他才是这次行动最大的绊脚石。斯凯尔开出了诱人的价码，只要能搞定迈克尔，事成之后账户里的1成分红全是你的。这事儿违背了雷的原则，他这人有个规矩，有恩报恩，有仇报仇，除非对方先动手，否则他绝不轻易伤人。可现实却很残酷，想进法师城，他手里那点钱根本不够，更何况他还答应过汉服来，一定要把失踪的弟弟找回来。既然承诺了，就要说到做到。斯凯尔拿出一张黑色的卡片，这是伊格尼斯卡，那个老头手里也有一张一模一样的。看着眼前的目标，雷沉默了片刻，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了。第二天一早，菲利普就被一群壮汉围在了墙角，他尴尬地笑着打招呼，问大家有没有吃早饭，可对方显然不是来叙旧的。雷随口吩咐菲利普去把刘浪的报告处理了，自己还有别的事要办。菲利普这下彻底懵了，这么多麻烦，难道真要让他一个人扛？看着菲利普手足无措的样子，那帮混混得意极了，在他们眼里，这小子就是个随手就能捏死的软柿子。雷心里很清楚，在这条街上，混态度必须强硬，只要你露出一丁点胆怯，这帮人就会把你生吞活剥了。雷临走前特意叮嘱，记住，你才是这里的监督员，那帮混混不过是你的下属。混混还以为菲利普好欺负，拿着一叠废纸过来邀功，还一脸得意地问这情报不错吧？谁也没想到菲利普竟然直接爆发了，他一把夺过情报，当众撕成了碎片。他指着混混的鼻子大骂，这种垃圾东西连流浪汉看了都会笑话，拿去烧火都嫌脏。看着漫天飞舞的纸屑，混混们彻底被镇住了，谁敢相信平时唯唯诺诺的菲利普竟然有这么狠的一面？雷独自走在街上，心里还在惦记着那边的情况，如果可以的话，他真想亲手给菲利普注入一点真正的勇气和信心。雷一直在暗中做实验，他发现并不是每个人的身体都能被注入情感，路边的乞丐和商贩大多都能被他轻易操控，可偏偏有那么几个人就像是绝缘体一样，无论他怎么尝试都毫无反应。菲利普和维罗妮卡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除了人选有限制，这种能力还有个致命的弱点，他只能放大对方心里原本就有的情绪，如果对方心里压根没那颗种子，他也变不出花来。而且注入的量也有上限，最多只能填满一半。想要彻底控制一个人，还得靠言语和行动去诱导，才能把剩下的那一半填满。就在雷以为摸清了规律时，他发现了第3个秘密，这种能力用起来太累了，每次注入情感都要消耗大量的精神力，想要运用自如，恐怕还得练上很久。最麻烦的一点是，他无法往自己的容器里注入魔力，这意味着如果想感受更多样的情感，他只能靠自己去亲身经历。雷正走在小巷里，脚步却突然停了下来，他冷冷地看向身后，问对方打算跟到什么时候。空气中传来一阵波动，迈克尔缓缓现身，他显得有些惊讶，自己明明用了隐身咒，竟然还是被一眼看穿了。迈克尔一边靠近一边感叹，这洞察力确实有点意思。他解释说自己用了魔塔的隐身咒，还以为雷是个外行，才没发现他的行踪。雷可没心思跟他叙旧，直接问他到底想干什么。迈克尔这才不好意思的挠挠头，说自己只是没找到机会搭话。他憋了半天，终于问出了那个让他抓狂的问题，在酒店的时候，雷到底是怎么隐藏魔力环施法的？雷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心思，迈克尔身上散发着淡紫色的光芒，那是代表极度好奇的信号。看来这家伙确实没撒谎，反正离聚会还有点时间。雷索性告诉了他真相，自己施法根本不需要魔力环，而是直接调动了大气中的魔力。这句话一出，迈克尔整个人都傻了，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雷随手一挥，金色的雷电瞬间在两人之间炸开，他淡定地说，就像这样。迈克尔整个人都看傻了，这种大气中的魔力出了名的难搞，魔塔的学生只有在急用时才会勉强尝试，可雷表现出来的水平完全是另一个次元的。雷指间缠绕着电光，问他刚才有没有感觉到魔力环的波动。迈克尔呆呆地摇了摇头，这种施法方式连魔塔的教授都做不到。他甚至开始在心里琢磨，雷到底开了几个魔力环，5个还是更多？雷敏锐地察觉到迈克尔散发出的魔力颜色变了，那是代表尊敬的洋红色。既然对方已经彻底服气，雷决定再加一把火，直接放大这份情感。雷看着自己的手，心里有些纳闷，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无法被注入情感？这中间的判断标准究竟是什么？迈克尔并没有察觉到异样，他礼貌地道了谢，准备先回去找主席复命。雷看着他的背影，随口试探了一句，看来你很崇拜那位主席。提起主席，迈克尔整个人都精神了，在他眼里，主席是这世界上最正直的人，不仅到处捐款做慈善，还收留了像他这样的孤儿，甚至供他读完了魔塔。雷听着这些赞美，却低声嘀咕了一句，那家伙看起来可不像是什么大好人。迈克尔愣了一下，显然没听清雷在说什么，但这微妙的语气已经让气氛变得有些不对劲了。雷说话一点没留情面，在他看来，慈善本该是不求回报的，但他见过的那个约翰可不像这种大圣人，他甚至怀疑那些所谓的受助者是不是私下给了约翰什么好处，或者干脆就是约翰安插的亲信。这句话一出，迈克尔彻底炸毛了，他愤怒地咆哮着，
质问雷到底懂什么。随着一声尖锐的鸣叫，数只戴着金属面具的巨鹰凭空出现，狂风瞬间席卷了整条街道。迈克尔死死盯着雷，语气里满是杀气：“约翰先生绝不是那种人，立刻把刚才的话全部给我收回去。”雷一眼就看出了端倪，这些鹰竟然是从斗篷里钻出来的，这绝对不是普通的法术。迈克尔最后一次警告，如果不道歉，后果谁也担不起。这种操控和同化的手段，放眼整个魔法界也没几个人能做到。只要能力够强，普通的野兽瞬间就能变成致命的怪物。迈克尔最后警告一次，再不道歉就别怪他不客气了。可雷根本没打算低头，直言自己说的全是实话。这下彻底谈崩了，迈克尔瞬间发动突袭，这股力量和速度完全超出了正常的范畴。雷立刻意识到，对方绝对使用了强化魔法，而且真正的杀招还在后面。战斗一下子就打响了，雷这身手确实让人没话说。他一边躲一边观察，原来使魔咒语还能这么玩，这招确实有点意思。迈克尔这下彻底被激怒了，他大声质：“你到底对他了解多少？”漫天的紫色锁链封锁了退路，雷心里很清楚，难怪之前那么多人都拿这个迈克尔没办法。如果这时候再来一波搅局的，局面可就真不好收拾了。现在的局面很有意思，对方投鼠忌器，根本不敢随便动用重火力。雷很清楚，如果不先解决掉这些盘旋的畜生，接下来的仗根本没法打。虽然不知道迈克尔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火，但现在的他显然已经失控了。既然你们不敢动手，那就由我来清场。这一击要让所有的干扰彻底消失。看来这一招行不通，如果不下狠手，根本没法把这些家伙抓起来。迈克尔冷声警告：“现在道歉还来得及，这是给你最后的交代。”紫色锁链瞬间封锁全场，这只巨鹰被死死困住，根本挣脱不开。雷看准了机会，必须先把这根锁链弄断。他直接正面迎击，他竟然在攻击魔法本身，这简直是疯了！从来没人敢这么干。坏了，迈克尔的魔力已经到了极限，这道法术要是现在断开，他所有的使魔都会彻底消失。他只能死死撑住，绝不能在这里放手。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局面瞬间发生了变化，原本失控的能量竟然被强行压制了下去。胜负已定，迈克尔彻底瘫倒在地上，他已经没有任何还手的能力了。雷一眼就看穿了，这家伙体内的魔力已经彻底耗尽，现在的他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迈克尔低着头说：“我说了，随你处置吧。”但他依然在维护会长的名誉。谁能想到雷根本没打算继续动手，他只是淡淡的说：“剩下的问题以后再问，我现在赶时间去开会。”还没等迈克尔反应过来，雷已经转身离开，只留下迈克尔一个人在原地发懵。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谁能想到这些生物为了活命，竟然一夜之间跑了这么远？斯凯尔一边开车一边感叹：“迁徙季节到了，他们为了找口吃的，连觉都不敢睡。”雷看着窗外问：“为什么今年的迁徙提前了？”原因很简单，那场诡异的黑雨已经让原本的栖息地变成了寸草不生的荒地。雷确认了一下时间，明天下午1点，按计划把迈克尔引过来。斯凯尔得意的笑了，先把鹿群赶进峡谷，再把迈克尔困在里面，到时候他的卡和密码全都是我们的。雷盯着远方，这确实是个完美的计划，但真正的较量明天才正式开始，只要不出什么意外，计划就能顺利进行。男人突然找上门来，开口叫住了雷。他说：“约翰会长想见你。”大半夜的把人叫过来，约翰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又是端茶又是嘘寒问暖，这老狐狸表现得越热情，背后的目的就越不简单。雷盯着杯子里的倒影，并没有被这假惺惺的客气给绕进去。他放下茶杯，直接摊牌：“既然人都到了，就别再绕弯子了。”约翰终于不装了，他开门见山的提出要跟雷做一笔见不得光的交易。在他眼里，没用的手下就跟野狗一样，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就该像垃圾一样被扔掉。约翰冷笑着说：“我想让你除掉斯凯尔。”理由竟然荒唐得离谱，因为死人是不需要支付报酬的，只要斯凯尔消失，他就能省下那笔巨款，甚至连埋伏的地点，这老狐狸都已经提前选好了。在雷眼里，约翰和那个斯凯尔其实是一类人，他们的骨子里都刻满了对权力和金钱的贪婪。雷有些不解，既然迈克尔也是个厉害的法师，为什么非要找他来干这活？约翰无奈地叹了口气，迈克尔那个人太正直了，简直就是个拧折不弯的木头。那种热血过头的年轻人根本没法理解这种阴暗的计划，要是让他知道了真相，恐怕整个人都会彻底崩溃。约翰最后自嘲地笑了笑，现实总会让人明白，光靠一个人是改变不了世界的。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早就学会了用卑鄙的手段去换取想要的结果。在他眼里，不管是迈克尔还是其他人，只要失去了利用价值，就都是该被清理掉的废物。雷冷冷地问了一句：“如果我拒绝呢？”约翰还想用钱来收买，笑着问雷：“想要多少报酬？只要能办成事，钱根本不是问题。”可雷接下来的话直接让空气都凝固了，他盯着约翰的眼睛说：“你根本没钱，因为你已经是个穷光蛋了。之所以急着对佣兵团下手，不过是想靠黑吃黑来填补窟窿。”约翰先是一愣，随即发出了狂妄的大笑。他收起那副假惺惺的礼貌，眼神变得阴森恐怖。他盯着雷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你知道刚才喝下去的是什么，恐怕就笑不出来了。”约翰得意地晃着茶杯，承认自己在茶里加了料，这是一种能引发心脏病的慢性毒药。如果没有他手里的解药，雷根本活不了多久。可他万万没想到，雷早就看穿了这一切。刚才那副劝茶的嘴脸实在太假，雷不过是顺水推舟，陪着老狐狸演了一场戏。就在刚才喝茶的一瞬间，雷已经用魔力包裹住了毒素，滴水不漏的隔绝了危险。约翰还沉浸在掌控全局的快感里，他嚣张地定下了
明天见面的时间，警告雷不要想着逃跑，因为解药是他唯一的活路。雷却露出了一丝玩味的笑，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就算自己现在不动手，这老家伙恐怕也活不了几天了。现在的局面已经很清楚了，斯凯尔和约翰这两个老狐狸，表面上客客气气，背地里早就已经各怀鬼胎。斯凯尔想把雷拉进自己的佣兵团，而约翰更狠，他想找个听话的走狗，直接把迈克尔给替换掉。雷心里很清楚，自己现在就是他们博弈的棋子，谁都想把他当枪使。就在雷思考对策的时候，他在阳台边撞见了迈克尔。这家伙正一个人躲在暗处叹气，还在为早上的冲动感到后悔。雷突然出声询问，把迈克尔吓得不轻。他支支吾吾的反问雷什么时候出现的。看迈克尔这副反应，雷心里立刻有了底，这家伙显然还不知道自己刚刚才和约翰见过面。迈克尔急着想接过这一夜，主动提起了早上的争执，甚至还低头道了歉。迈克尔这回是真觉得理亏了，他低着头大声道歉，甚至拍着胸脯保证，只要能补偿雷，让他干什么都行。雷等的就是这句话，他语气平淡的问，那你就把始末咒语的原理原本地告诉我吧。迈克尔本来都做好了大出血的准备，结果一听只是问这个，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显然没料到雷的要求竟然这么简单。既然话都说出口了，迈克尔也没打算藏私，他从最基础的元素融合开始讲起，把自己知道的干货全都倒了出来。雷一边听一边认真记笔记，表面上是在虚心求教，实际上是在疯狂收集情报。当迈克尔讲到如果始末失去了利用价值，或者双方性格不合就会被释放时，雷听得格外仔细。迈克尔讲得正起劲，却根本没有察觉到雷问这些问题的真正目的可没他想的那么简单。雷趁热打铁，抛出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问迈克尔知不知道关于彩虹的消息。迈克尔愣了一下，随后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是不是那只住在河底会喷彩虹水的乌龟？听到这个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雷一时间竟然无言以对，他只能耐着性子继续追问关于约翰在找的沿路，或者是传说中的魔法师之城。结果迈克尔尴尬地抓了抓头，表示这些虚无缥缈的传闻他平时根本就没关注过。雷在心里叹了口气，看来指望这家伙掌握核心机密简直是异想天开，他现在是一点用场都派不上。既然高端情报打听不出来，雷索性换了个务实的话题，打听起关于上层区域的情况。这下可算是撞到了迈克尔的专业领域，他立刻来了精神，拍着胸脯表示这个他最熟了。迈克尔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原来这上层区域的规矩还真不少，越往高处走，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就越紧密，结构也更像是一座真正的城市。尤其是从35区开始，每个区都有专门的管理者，简直就像是一个个自治的小镇。迈克尔自己就是从36区出来的，对这些门道清清楚楚。雷一边听一边点头，等迈克尔讲完，他礼貌地道了声谢，准备结束这次谈话。迈克尔倒是不好意思了，觉得这点小忙根本抵消不了他早上的过错。可就在雷合上笔记本的时候，他突然盯着迈克尔问了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对他来说尊重到底意味着什么？迈克尔直接被问懵了。时间已经来到了第二天下午，在荒凉的废土峡谷里，一群猎人正神色匆匆地搜寻着，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找到那个蓝色身体的家伙。狭窄的峡谷里挤满了沿路，场面乱成了一锅粥，手下们正骂骂咧咧地驱赶着鹿群，想尽快把路清理出来。约翰看着眼前的景象，沉声问了一句，那只蓝色的沿路是不是就藏在这些畜生中间？旁边的斯凯尔一脸谄媚的保证，绝对错不了，他的手下已经把出口封死，现在就是瓮中捉鳖，只需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安抚完会长，斯凯尔凑到雷的耳边，雷先生，今天能不能成可全看你的本事了。时间回到2小时前，雷突然宣布要带人离开，这消息让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他打算一个人去冒险，让维罗妮卡留在安全区，毕竟外面的情况谁也说不准。可维罗妮卡根本不听劝，哪怕雷把后果说得再严重，他也铁了心要跟着，嘴上说着自己胆子大，其实谁都看得出来他在逞强。雷心里很清楚，外面的残酷远超他的想象，虽然他擅长防御魔法，但真正让人担心的是他能不能承受接下来的场面。雷最终还是点了头，既然劝不动，那就干脆一起行动。维罗妮卡这下高兴了，赶紧跑去收拾行李。此时的峡谷里早就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大批人马封锁了出口。弗兰被吓得不轻，只能缩在襁褓里发抖。维罗妮卡紧紧抱着他，小声安慰着，别怕，有我在，谁也别想动你。嘴上说着不会有事，可维罗妮卡心里清楚，这次的行动没那么简单，他只能默默祈祷雷能平安回来。斯凯尔已经在催了，雇主那边等不及，所有人必须立刻行动。谁能想到雷早就布好了局，他低声叮嘱斯凯尔，一旦法术落空，就立刻对迈克尔动手。斯凯尔露出一丝阴冷的笑，他在等那个动手的信号。约翰盯着眼前的雷，想起他之前放下的狠话，要是情况不对，他打算用雷电咒语把对手全解决。雷已经在布置下一步了，如果计划出了岔子，就直接对斯凯尔动手。谁能想到斯凯尔和约翰都看中了雷的本事，正琢磨着怎么把这人弄到手，就在各怀鬼胎的时候，一阵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响彻峡谷。斯凯尔还在那大言不惭，说这些生物温顺得很，只要人一靠近，他们就会吓得溜之大吉。可事实却是这些所谓的温顺生物正被人类肆意踢打，连还手都不敢。雷看着这一幕，心里的怒火再也压不住了，这种程度的愤怒让周围的气息都变得恐怖起来。
就在这时，男人突然大喊一声，他终于发现了藏在鹿群里的蓝色岩鹿。谁能想到，传闻中的蓝色岩鹿竟然真的存在？斯凯尔整个人都懵了，这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宝贝。雷盯着眼前的猎物，语气平静的让人害怕。既然正主已经现身，那计划也该开始了。就在这一刻，局面瞬间失控，2声枪响打破了所有的幻想。谁也没想到，变故就在一瞬间发生。斯凯尔的还没反应过来，胸口就直接开了花，这下全乱套了。两边的老大竟然同时被偷袭，约翰这才意识到自己这是彻底中计了。手下的人哪还管得了那么多，火气瞬间被点着，两边都以为是对方下的黑手。既然已经撕破脸，那就谁也别想活着回去。整条街瞬间变成了战场，真正的混战现在才刚刚开始，子弹满天飞。迈克尔正冒着危险救人，结果这被救的约翰不仅不配合，反而理直气壮的在那大喊大叫，命令雷过去救他。雷站在后面冷眼旁观，根本没打算出手。他一句话就让对方哑火了，我为什么要帮你？眼看保命的护盾要消失，约翰彻底急了，直接甩出了最后的底牌，因为我有解药。这话一出，迈克尔整个人都愣住了。解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没想到，这群沿路竟然在这个时候发疯，场面一下子全乱了。子弹根本拦不住这些畜生，防线瞬间就被冲垮。迈克尔心里很清楚，平时对付人的招数，现在一点用都没有。当务之急，必须先带约翰主席离开这里。迈克尔咬了咬牙说：“主席，您忍着点，我现在就带您走。要是能用治愈魔法就好了，哪怕现在能有1辆车也行啊。”迈克尔看着满地的怪物，心里已经彻底乱了。就在这时候，雷带着护盾出现了，迈克尔连滚带爬的冲过去，大声哀求着让会长也进护盾里。他快撑不住了，雷却只是冷冷的叫了他的名字：“迈克尔，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烂摊子到底是谁搞出来的？有一半的责任都在你背上那个人身上。”迈克尔整个人都懵了，完全没听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年轻时的约翰在分发食物，说着人与人就该互相帮助。可就在不远处的巷子里，阴暗的一幕正在上演，几个大人围住了迈克尔，非要逼他交出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眼看这一拳就要砸下去了，壮汉显然已经彻底炸毛，非说迈克尔偷了他的东西。就在这节骨眼上，约翰及时出手拦住了他，质问他为什么要为难一个孩子。迈克尔赶紧翻开空荡荡的口袋，证明自己根本没拿什么物资。男人还是不肯罢休，非说东西肯定被藏起来了。约翰只能先稳住对方，他承诺会给男人双倍的补偿，这才勉强把这桩麻烦事给平了。约翰在巷子里拦住了迈克尔，语气听着挺客气，但他心里早就跟明镜似的。迈克尔还想抵赖，摊开双手装无辜，说自己手里什么都没拿。约翰笑了笑，让他把背后藏的东西拿出来看看。这下迈克尔彻底没话说了，原来约翰早就看穿了一切，他想不通，明明排队就能领到的物资，这孩子为什么要冒险去偷？迈克尔低着头说出了实话，家里还有个生病的兄弟，每人只能领1份，他只是想让兄弟也能吃上一口。这下轮到约翰沉默了，原本以为抓了个小偷，结果却是个走投无路的孩子。这孩子怎么也没想到，约翰不仅没怪他，反而给了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约翰叮嘱他别忘了2人之间的约定，以后绝对不能再干坏事了。迈克尔兴奋的满口答应，只要能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他以后一定老老实实做人。2人兴冲冲地赶回家，想给屋里的瑞尔一个大惊喜，可谁知道推开门后的景象，却让所有人都没料到，瑞尔终究还是没能挺过去。迈克尔怎么也想不到，这一眼竟然成了永别。只要身上出现了黑斑，身体就会慢慢变硬，谁也逃不掉死神的纠缠。约翰紧紧抱住孩子，迈克尔彻底崩溃了。这种病就像诅咒一样，专门盯着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尤其是像瑞尔这样的小孩。在哥哥的葬礼上，约翰向无家可归的迈克尔伸出了手，他说一个人生活太寂寞，邀请这个孩子跟他一起走。雷当众撕开了真相，昨晚约翰竟然提议要彻底除掉已经没用的佣兵团，把所有的钱财据为己有。为了防止计划泄露，约翰甚至在茶里下了毒。他死死盯着迈克尔质问，难道你到现在还没看清这背后的真相吗？雷看着眼前这一幕只觉得讽刺，明明真相已经摆在面前，迈克尔竟然还在维护那个男人。他最终还是心软了，让维罗妮卡撤掉护盾放人进来。迈克尔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甚至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可雷根本不稀罕他的报答。雷直接摊牌了，想要活命就要把银行卡和密码交出来。约翰虽然命悬一线，但还是舍不得这笔钱，死死撑着不肯松口。迈克尔在一旁急得不行，一边安抚伤员，一边求雷赶紧拿药救人。维罗妮卡也看不下去了，主动请缨想帮一把，毕竟人命关天。雷心里其实很纠结，这种想杀自己的人，死掉才是最好的结果。就在他犹豫的时候，旁边的弗兰突然有了动静。约翰现在已经彻底疯了，他眼里根本没有别人，只想把那个小生灵抢到手。在他看来，只要抓住了弗兰，他的公司就能起死回生。维罗妮卡急得大喊，可根本拦不住这个亡命徒，他已经把这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就在他拼命追赶的时候，一声枪响让所有的一切戛然而止。斯凯尔嘴里一直念叨着复活，明明已经伤成这样了，竟然还嫌周围太吵。话还没说完，约翰整个人就栽了下去，这下彻底断了气力。迈克尔吓得魂都没了，发了疯似的冲过去，死死抱住倒下的约翰。他根本不敢想象，如果这个男人真的撒手人寰，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约翰先生，你绝对不能死在这里。就在这时，一头岩鹿朝他们袭来，局势已经彻底失控。
迈克尔死守在约翰身边，哪怕对方已经没了意识，他也不打算独自逃走。就在这时，雷突然现身，语气里满是不解。他冷冷地问：“为什么还要尊敬这种人，甚至不惜为他丢掉性命？”他摇着头低声说：“这根本想不通。”迈克尔只是低声叫着他的名字，却给不出一个答案。雷很清楚，约翰曾经救过迈克尔的命，让他摆脱了贫困，但这并不是送死的理由。这种死心塌地的忠诚，在雷看来简直逻辑不通。雷把那些肮脏的真相全部摊在了桌面上。约翰不仅想抢劫佣兵公司，甚至为了控制手下，还偷偷下了毒。在约翰眼里，所有人都是可以随时丢掉的工具，包括眼前这个还在为他卖命的男人。雷怎么也想不通，既然都已经知道对方是个卑鄙的小人，为什么还要坚持那份可笑的尊重？迈克尔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口了：“昨天你问我尊重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他说自己确实不够聪明，给不出什么高大上的理由，但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迈克尔终于说出了真心话，在他眼里，约翰曾经是那个最特殊的人，是他拼命想要追赶的目标。可那个人站得实在太高了，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让他觉得自己这辈子都够不着。他早就已经认命了，无论自己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活成约翰的样子。虽然他也知道，现在的约翰早就不是当年那个英雄了，但这并不代表他能随随便便就此收手。面对今天发生的一切，他确实没法再装傻了。雷说的那些真相，他其实比谁都清楚。但他突然大吼了一声：“那又怎么样呢？就算他追随的那颗星早就已经熄灭了，也不代表他走过的路全都是一场笑话。”现在的约翰确实没法再指引他什么了，但他根本不在乎。从约翰把他救起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决定了，不管那个人变成什么样，他都要死磕到底。哪怕全世界都觉得他疯了，他还是认准了那个人，这就是他活着的全部意义。他突然反问了雷一个问题：“雷先生，你难道就没有一个让你死心塌地去尊敬的人吗？”这句话像一根针，直接扎进了雷的心里，让他一时间竟然接不上话。雷的脑海中确实浮现出了一个背影，那是他一直以来最想成为的样子。可那个人实在太强大了，强大到让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连对方的背影都够不着。在雷的回忆里，奈尔斯是个极有智慧的人，他总说做事千万别把对手逼得太死，得给人家留条活路，不然兔子急了还咬人，真把人逼疯了，最后倒霉的还是自己。他不光懂生存，还特别懂这片地界的规矩，哪条街能碰，哪个人不能惹，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最难得的是他对手下人是真的阔气，大家累死累活干了1个月，他二话不说就把钱发下去，让他带大家去吃顿好的。雷看着这个男人，心里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奈尔斯这个人从来都是说到做到，他的行动永远比语言更有力。所以在那片街区，不管是老街坊还是手下兄弟，没人不喜欢奈尔斯。只要他一露面，所有人都会围上来。虽然他嘴上嫌麻烦，但谁都能看出来他才是这帮人的主心骨。在雷的眼里，奈尔斯是一个活得特别精彩的人，他的世界里好像全是色彩，不像自己活得这么单调又乏味。雷甚至在想，如果自己能变成奈尔斯那样，是不是也能体会到那种丰富到无法想象的情感？那种人生是他这种性格的人一辈子都理解不了，也根本学不来的。他摸着自己的胸口，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这种打心底里的向往，难道就是所谓的尊敬吗？可还没等他想明白，一个满脸横肉的士兵突然从暗处钻了出来，他死死盯着雷，语气里全是嘲讽：“原来你躲在这儿啊，我们亲爱的专员大人，或者我该叫你那个臭名昭著的叛徒。”话音刚落，密集的子弹就扫了过来。这家伙一边上膛一边叫嚣，胆子真是不小，竟然敢对我们的指挥官开枪。迈克尔环顾四周，发现守卫竟然全被干掉了。这帮家伙是斯凯尔佣兵团的人。带头的男人冷笑着，开始一笔一笔算账，亏掉的钱，浪费的时间，还有死掉的指挥官和兄弟，这些债全都要雷拿命来抵。眼看对方手里的枪已经上膛，迈克尔急得不行，这些子弹都是特制的，光靠魔法根本挡不住。他挡在雷的身前，求雷带着约翰先走，自己留下来拼死断后。可雷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没那个必要。”就在这一瞬间，雷身上的魔力彻底炸开了，那种恐怖的波动让周围的人连站都站不稳。雷正在经历最关键的一次突破，他脑子里全都是当年老人的那些叮嘱。凝聚第1道魔力环，只要肯下苦功夫，谁都能办得到。可从第2环开始，这游戏规则就彻底变了，每往上走一步，难度都是翻着倍往上涨。光靠死练，就算练上一辈子也摸不到门槛。老人最后告诉他，想要跨过这道坎，唯一的办法就是觉悟。这种事儿没法教，也没有什么科学规律，每个人要走的道都不一样，只能靠自己去悟。雷在心里一遍遍呐喊，他必须变强，只有变强才能活下去。因为魔力这东西只会眷顾那些真正忠于自我的人。这一步要是跨过去，雷的实力可就真的要脱胎换骨了。就在这一刻，雷终于找到了那个答案。为了找到那道彩虹，他必须跨出这一步。手中的魔力瞬间失控，不再是微弱的光芒，而是化作了一个巨大的光球，将他整个人都包裹在里面。紧接着，无数道紫色锁链从光球中心疯狂地炸开，像是有生命一样冲向四方。这股力量实在太强了，不仅是眼前的敌人，就连远处的森林和鹿群都被这股恐怖的波动彻底笼罩。带头的男人急疯了，对着手下疯狂咆哮，让他们赶紧把这该死的屏障轰开。可还没等他们动手，地面突然剧烈震动起来，本该早就逃命的沿路群竟然成群结队的冲了回来。男人气急败坏地喊道：“给我开火！一群畜生也敢跟我们叫板！”火枪喷出的火舌密密麻麻，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那些沿路就像能预判一样，在弹雨中轻盈地跳跃。
所有的子弹全部落空。眼看这群庞然大物已经冲到跟前，佣兵们彻底懵了。这下攻守瞬间易位，这帮倒霉蛋马上就要被踩成肉泥了。惨叫声响彻了整个森林，这帮佣兵到死都没弄明白，这些笨重的沿路动作怎么会变得这么灵敏。雷战在战场中心，随手挥动着紫色锁链，就像在摆弄一群听话的玩偶。眼前的敌人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旁边观战的迈克尔整个人都看傻了，这可是极难掌握的支配魔法，他当初费了老劲才学会。可雷倒好，仅仅是看了一眼，听了几句，竟然就直接现学现卖了。更离谱的是，雷不仅学会了，还能同时操控这么多傀儡，这天赋简直强得不讲道理。随着最后一名敌人倒下，雷终于松了一口气，这场一边倒的屠杀总算是画上了句号。放眼望去，整片荒原已经彻底安静了。刚才还疯狂冲锋的沿路群，现在全都老老实实的站着。迈克尔看着雷纳副淡定的样子，心里翻起了惊涛骇浪。他很清楚这种级别的支配力意味着什么，这已经不是靠努力能达到的境界了。除了用老天爷赏饭吃来解释，他实在找不到别的理由。这简直就是神迹。雷转过头，眼神里看不出任何波澜，仿佛刚才那场改变局面的魔法对他来说只是顺手而为。谁能想到费了这么大劲，抓到的竟然只是个变异种。维罗妮卡赶紧跑向雷，确认他有没有受伤。倒在地上的约翰盯着那头拦路，额头上根本没有宝石，难道真是因为中暑看走眼了？迈克尔还在旁边安慰说，刚才绝对没有看走眼。雷却在一旁冷冷地看着，这家伙恐怕已经没救了。就在这时，维罗妮卡突然指着前方大喊，刚才消失的那头鹿竟然全身冒着蓝光再次现身，最关键的是他额头上那颗耀眼的宝石，说明这绝不是什么普通的变异种。迈克尔死死盯着前方，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头幻兽鹿步步逼近，全身散发的蓝光照亮了荒原。约翰颤抖着声音说，原来是你，当年救了我的竟然就是你。雷盯着那颗宝石，心里莫名产生了一种怀念的感觉，仿佛这股力量原本就属于他。当约翰的手触碰到鹿的一瞬间，幻兽鹿全身爆发出耀眼的光芒。约翰已经泣不成声，他终于再次见到了当年那个救他于水火的神奇生物。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重逢，某种沉睡已久的力量似乎正在被彻底唤醒。那颗宝石爆发出的能量瞬间席卷了整片荒原，无数鹿群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受伤的约翰看着眼前的神迹，喃喃自语说，简直和当年一模一样。迈克尔也被这场面震撼了，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奇观。就在这时，受伤的约翰像是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他递出一张神秘的卡片，迈克尔，把这个收好。受伤的约翰递出一张银行卡，低声交代着，密码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他苦笑着说，这就算是我给你的遣散费了，以后我们就两清了。迈克尔急得大喊，别胡说，只要接受治疗，你一定能挺过去。可约翰的态度突然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他猛地推开迈克尔，破口大骂说，你这个没用的废物。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咆哮着，滚远点，我根本不需要你。谁都能看出来，他这是在用最狠的话逼迈克尔独自逃生。迈克尔跪在雨中，声音颤抖着说，这18年能陪在您身边，真的是我的荣幸。约翰看着眼前这个忠诚的下属，无奈地笑了笑，你这家伙直到最后都还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随着这句话说完，约翰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所有的恩怨都在这场大雨中画上了句号。雨停后，迈克尔背起了约翰的遗体，他要带这个约翰回家，为他举办一场最后的葬礼。迈克尔低着头问，我对他来说难道真的只是个累赘吗？雷直接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其实约翰之所以对你那么狠，完全是因为他太在乎你了。雷回想起上次见面时的场景，只要一提到迈克尔的名字，约翰的内心就会充满纯净的白色魔力，这说明他早就把你当成了家人，所以才宁愿自己背负黑暗，也不让你碰任何肮脏的工作。迈克尔还是不敢相信，他觉得自己离开了约翰，就只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废物。雷看着他，意味深长地回了一句，那可不一定。雷看着迈克尔，语气肯定地说，你这种人将来一定会成大事。迈克尔指着自己，一脸猛地反问，你是在说我吗？雷表面平静，其实心里很惊讶，因为他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像控制别人那样影响迈克尔的心智。在雷的感知里，这些无法被操控的人，灵魂深处都藏着一颗微小的星星，这颗星代表着绝对的信念，只要是他们认准的道理，就绝不会被任何人动摇。拥有这种钢铁意志的人，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绝境，都注定会走得比别人更远。迈克尔最后道了一声谢，便独自走向了荒野的深处。维罗妮卡兴奋地拍着雷，直夸他刚才的表现简直神了，甚至怀疑雷是不是已经偷偷突破到了魔法2环的境界。毕竟刚才那一瞬间爆发的魔力，根本不像是一个新手能做到的。可雷却给出了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回答，他说自己现在是1环半，跨过了第1道门槛，却还没真正踏入第2环。看着雷这副不想多说的样子，维罗妮卡也识趣的没再追问，转而感叹起刚才那只神秘的沿路，它化作一道光消失在天际，那一幕美的简直不像是在人间。就在维罗妮卡感叹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阴森的声音，那场面确实很美，美到让人根本挪不开眼。这个戴着笑脸面具的人，语气里透着一股莫名的诡异。他说自己原本想出手抓住那只鹿，但最后还是忍住了，这可不是因为他心软，而是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只要自己刚才敢动一下念头，现在恐怕已经像冰雕一样碎了一地。这家伙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雷完全没察觉到他的气息。更诡异的是，这人脸上的面具竟然在动。维罗妮卡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
库里奥萨盯着雷，语气里满是疑惑。他问雷到底是谁？在他看来，雷冷静的简直不正常，明明不是人造人，却一点人类的情绪都没有。更可怕的是，这家伙竟然能操控别人的情绪，除了那位教授，根本没人能做到这一步。雷心里很清楚，眼前这个男人是个极度危险的法师，而且还是个4环法师，这下麻烦大了。雷低声叮嘱维罗妮卡，待会儿要是打起来，你什么都别管，立刻往车那边跑。库里奥萨有些不耐烦了，他歪着头问道，孩子，你为什么不回答我？面对这种步步紧逼，雷一句话也没说，空气在这一刻彻底凝固了。这下麻烦大了，对方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疯狂逼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咆哮着说，快点给我回答，不然就把你们全撕了。这股恐怖的压力让维罗妮卡根本动弹不得，感觉整个人都要被压碎了。就在他快要崩溃的时候，雷一把抓住了他的手。面对眼前的威胁，雷没有退后半步，反而把维罗妮卡护在身后。对方显然已经动了杀心，可雷却表现得异常冷静，甚至直接开口挑衅，有本事你就现在杀了我。这根本不是一个孩子该有的反应，这种冷静太不正常了，就像是被强行注入了某种情绪。更诡异的是，他身上散发出的紫色魔力，这种力量到底代表着什么？雷直接摊牌了，他说如果自己现在没命，那对方想要的答案就永远没人能回答了。库里奥萨显然被激怒了，觉得这只是小孩子的把戏，想靠这种威胁活命简直是白日做梦。可雷根本没打算退缩，他反客为主，要求对方必须先回答自己的问题。看着雷冷静的样子，库里奥萨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个少年没在开玩笑，这笔交易他只能接下了。雷直接开出筹码，用4个答案换一个真相，这买卖听起来挺划算，但对方显然觉得被冒犯了。库里奥萨冷冷地问，你是在耍我吗？雷根本不退让，直接把价码压到3换1，爱要不要，不要就没得谈。库里奥萨权衡了一下，大不了最后把他们全杀了，于是点头答应。问吧，你想知道什么？雷第一个问题就直奔主题，你到底是谁？面具下的声音很平静，我叫库里奥萨。库里奥萨举起左手展示戒指，直接点破了他的来历，原来他也是那个组织的高层。雷立刻反应过来，这个名字就在沃尔特留下的照片里，既然谁也骗不了谁，雷干脆开门见山，你到底从哪冒出来的？库里奥萨的回答让人脊背发凉，他竟然一直躲在影子里面，盯着雷的一举一动，而他潜伏这么久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寻找那个所谓的蓝色踪迹。库里奥萨突然打断对话，他死死盯着雷手中的戒指，质问这东西为什么会在他手里。雷表现得异常冷静，直接承认自己杀了戒指的主人。本以为对方会愤怒，结果库里奥萨只是冷笑一声，觉得死掉的那个人纯属活该。看来这家伙根本不在乎人命，他在意的只有那枚戒指。雷反客为主盯着对方问，你又是怎么知道这枚戒指在我手里的？库里奥萨亮出手上的戒指，这是教授亲手交给干部的，不仅能互相感应位置，上面还附带了特殊的束缚魔法，连爷爷都没察觉到的手段。这个教授到底是什么来头，竟然能把魔法隐藏得这么深？雷没有继续纠结，直接抛出了第二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找那只岩鹿？库里奥萨倒是干脆，既然你想知道，那就全都告诉你。库里奥萨揭开了秘密，这种被称为蓝的神秘生物，力量全来自额头的宝石，即便死掉，记忆也会代代相传。维罗妮卡这才反应过来，难怪这种鹿能活几十年，原来真相是这样。雷接着追问，那个叫红色雇佣兵的组织到底是什么来头？库里奥萨竟然有问必答，直言那是教授创建的。这家伙表现得太配合了，完全看不出对组织的忠诚。库里奥萨盯着眼前的雷，现在轮到我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到底是不是人造人？雷低声辩解着，说自己也是个人类，可那些刺耳的声音却始终在他脑子里转个不停。所有人都怕他，觉得他是个不正常的怪物。他突然停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维罗妮卡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力道大得让人无法挣脱。雷冷静地回答，我只是个无家可归的人类，没有任何背景。库里奥萨没有怀疑，雷主动提到了那个神秘的教授，他是红色佣兵团的首领，从来没人见过他的真面目。雷立刻反应过来，原来那个带走孩子们的男人就是教授。但接下来的话让雷彻底坐不住了，大家拼命抢夺的充能石竟然全都是假货，真正的宝贝一直都在教授手里，2颗宝石形状一模一样，但这仅仅是个开始。雷一开口就点破了彩虹碎片的秘密，这下连对面的库里奥萨都愣住了。原来那个所谓的教授建立组织搜集碎片，背后藏着更大的野心。雷根本不想听废话，他更在意的是这家伙居然能看穿别人的情绪。库里奥萨突然变得歇斯底里，这种看透人心的能力对他来说简直是种折磨。他发誓一定要让那个教授付出惨痛的代价。维罗妮卡在一旁看明白了，雷这是在故意套话，想看看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头。既然这么狠，为什么还要替他卖命？雷这一问直接让现场的气氛降到了冰点。库里奥萨沉默了，不是不想杀，而是根本杀不了。那个教授拥有的力量让他只能像条狗一样听话。雷冷静地听着，最后终于亮出了底牌，原来他也在找那个消失的彩虹。雷直接开口要见那个教授，还想打听对方到底是什么水平，这胆子确实不小。库里奥萨冷笑着警告，就算见到了也没用，因为教授能轻易操控人的情感。可话还没说完，库里奥萨就发现不对劲了，这小子的情绪竟然没有任何波动。雷语气平静的让人发毛，他说自己根本没有感情，所以任何操控对他都无效。听到这个回答，库里奥萨突然疯狂大笑起来，这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库里奥萨盯着眼前的少年，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说：“好了，小鬼，我会告诉你怎么见到教授。”库里奥萨压低声音说：“那个教授只要没了控制情绪的能力，其实弱的不堪一击，想从他手里抢走碎片，简直易如反掌。”雷追问他在哪，他现在就去找那个教授。谁知道对方冷笑一声：“你根本见不到他，因为我会直接在戒指上动手脚。”还没等雷反应过来，一股诡异的力量瞬间爆发。库里奥萨递过戒指说：“有了它，你就能锁定其他干部的坐标，而且没人能反向追踪你。”雷闭上眼仔细感受，4个目标就在河对岸。他立刻明白了对方的意图，这是要让他把那些干部一个一个全部除掉。库里奥萨笑着点点头，只要他们接连倒下，那个躲在幕后的教授就不得不亲自现身了。该交代的都交代完了。库里奥萨话锋一转，语气突然变得冰冷：“现在轮到我问你了，你到底是怎么做到能随心所欲操控别人情绪的？”面对这个致命的问题，雷沉默了片刻，随后冷冷地回了一句：“这我可不能告诉你。”库里奥萨显然没料到会被拒绝，整个人都愣住了。他质问道：“刚才不是说好要互相提问吗？”雷却根本不吃这一套，语气平静的让人害怕：“我只说可以交换情报，可没答应过什么都要回答。”紧接着他直接下了逐客令：“谈话到此为止，我已经没什么想问的了。”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想知道的秘密还有很多，但现在绝不是开口的时候。库里奥萨彻底被激怒了，周身爆发出恐怖的黑气，他咬牙切齿地吼道：“你这个狂妄的小鬼，我要把你撕成碎片！”雷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心里却很清楚，对方表现得越凶狠，其实越说明他内心的好奇已经快压抑不住了。眼看大战一触即发，旁边的维罗妮卡突然大喊：“等一下，好东西就该留在最后，这样才能一直保持期待感。”他急得语无伦次，甚至搬出了奇怪的逻辑，就像吃草莓蛋糕，我总是把最顶上的草莓留到最后。这番话一出，现场的气氛瞬间凝固了，刚才那种杀气腾腾的镜头，硬生生被这句草莓蛋糕给憋了回去。维罗妮卡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她完全不敢相信自己刚才居然说了那么蠢的话。谁能想到库里奥萨沉默了半天，居然一本正经的回答：“仔细想想，你说的确实有点道理。”他看向雷，语气里多了几分玩味：“白发小子，我就先盯着你好了。既然那个红发小姑娘说了，好东西要留在最后，那我就把这份最大的乐趣留到最后再来收割。”库里奥萨发出一阵阴冷的笑声，身体开始在黑气中消散。“我很看好你，狂妄的小鬼，咱们后会有期。”危机终于解除，维罗妮卡脱力的瘫坐在地上。刚才那一刻，他真的以为自己死定了。他有些担心的问雷：“咱们没回答那个人的问题，真的没关系吗？”雷伸出手拉起他，语气冷静的有些可怕：“我就是故意不告诉他的，只要他还有好奇心，我就能一直利用他。”雷看着疲惫不堪的维罗妮卡，知道他为了维持结界，已经快到极限了，先回去休息吧，剩下的事以后再说。维罗妮卡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其实他早就撑不住了，要是再晚1分钟，他可能真的会直接晕过去。一辆白车在荒野上飞驰，雷正专注地握着方向盘。原本安静的车厢里，突然传来了维罗妮卡的惊呼：“雷，快看那边！”雷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远处的山崖上竟然站着一群通体发蓝的鹿，他们正居高临下的盯着这辆不速之客。带头的小鹿不仅不怕人，甚至还调皮的吐着舌头，对着他们叫了一声。维罗妮卡突然兴奋地趴在车窗上，对着山崖大喊弗兰的名字。他原本以为这只小鹿早就跟着家人离开了。“你是特意来跟我们告别的吗？”雷沉默地开着车，转头看向那只蓝色的生灵。小鹿像是听懂了似的，微微低头示意。车子越开越远，维罗妮卡拼命挥手告别，大声叮嘱他要健康强壮的长大。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这或许是他们最后一次感受到这种奇妙的温情。维罗妮卡坐回位子上，总算松了一口气，看到弗兰能和家人团聚，还能好好道个别，他心里这块石头总算落地了。可紧接着，他的表情变得有些犹豫，忍不住转头看向正在开车的雷。“雷，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雷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示意他直说无妨。维罗妮卡压低了声音，问起了之前那个男人提到的关于控制情绪的事情，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车厢里瞬间陷入了死寂，雷沉默地盯着前方，没有给出任何回应。雷看着窗外，知道有些事情已经到了不得不说的时候，他低声告诉维罗妮卡，等回到基地，他会把一切都解释清楚。画面一转，几人已经坐在了一家热闹的餐厅里，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物。菲利普热情地招待着他们，直夸这里的菜量大又便宜。菲利普一边往嘴里塞吃的，一边随口打听起约翰和斯凯尔的情况，想知道这次任务是不是进展顺利。原本轻松的气氛，因为这个问题瞬间降到了冰点。雷放下了手中的餐具，表情变得异常严肃。“在那之前，我有件事必须先告诉你。”雷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终于说出了那个隐藏已久的惊人秘密：“我能看到别人的情绪，因为魔力是有颜色的，而这些颜色就藏在每个人的心脏附近。只要情绪产生波动，魔力就会跟着变色。在他眼里，任何秘密都无处遁形。”菲利普听得心里发毛，忍不住问了一句：“这么说，你现在也能看透我们？”雷没有犹豫，直接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没错，如果魔力真的有颜色，那整个世界都要出大事了。”菲利普根本不敢相信，这种事简直闻所未闻。雷指着他们说：“你们现在的魔力是深绿色的，这代表你们很混乱。”甚至连维罗妮卡心里的羞愧都被他看得一清二楚。维罗妮卡赶紧叫停，这种被人彻底看穿的感觉，让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雷补充到，他不仅能看透，甚至还能直接控制别人的情绪。这句话一出，餐桌上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
菲利普已经彻底傻了，控制情绪，这已经超出了人类的范畴。就在这时，雷喊来服务员。雷随手拿出一枚硬币，对服务员说：“这是刚才忘了给的小费。”结果下一秒，服务员就像变了个人，拿着那一枚普通的硬币，竟然激动得手舞足蹈，仿佛得到了什么稀世珍宝。菲利普都看傻了，区一个先令，至于高兴成这样吗？这反应明显不对劲。雷摆摆手，让服务员离开，随后淡定的解释：“这就是他刚才说的控制，他能把某种情绪直接注入到别人的身体里，只要对方心里原本就有那么一点苗头，他就能将其无限放大。这种能力简直比读心术还要可怕。”菲利普听完脊背发凉，赶紧追问雷是不是也偷偷控制过他们。雷摇了摇头说：“有些人天生就对他这招免疫，而菲利普和维罗妮卡刚好就在这个安全名单里。”菲利普这才松了口气，甚至开始兴奋地盘算，有了这种逆天的能力，以后的旅行简直就是开了挂。但维罗妮卡却冷静得多，她盯着雷的眼睛问：“除了这些，你是不是还瞒着我们别的事？”餐桌上的气氛再次凝固，雷沉默了很久，终于说出了那个最深处的秘密。其实他自己根本感觉不到任何情绪。雷接着补充说：“准确来讲，他能感受到的情绪非常有限，只有在极度专注的时候，才能勉强体会到那么一点点，而且这种感觉就像流星一样，转瞬即逝。”雷沉默地坐着，已经做好了被排挤的准备。可没想到，维罗妮卡和菲利普却突然笑了，他们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怪不得以前总觉得雷怪怪的，这下所有不合理的地方全都能对上号了。”看着同伴们轻松的笑脸，这回轮到雷猛了。他原本以为会失去朋友，结果大家反而更亲近了。雷还是觉得不可思议，他忍不住问菲利普：“难道你们一点都不害怕吗？不觉得我像个怪物吗？”维罗妮卡笑着摆摆手，说：“大家既然是朋友，当然会试着去理解你。”他甚至还开起了玩笑，非要雷跟着他复述一遍，说维罗妮卡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旁边的菲利普听不下去了，吐槽他能不能讲点良心。三个人就这样在餐桌前像往常一样打打闹闹。雷看着眼前这一幕，心里默默重复着那个词，原来这就是所谓的朋友。这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似乎不再是孤身一人了。第二天一早，菲利普一边走一边复盘，昨天那场恶战牵扯到了不少大人物，甚至连红佣兵的高层都露面了。这意味着接下来的路会比想象中更加危险。雷倒是很冷静，反正目的的没变，计划继续。维罗妮卡却有点犯嘀咕，她担心那些孩子提供的情报不靠谱，万一对方是在撒谎，那他们可就白跑一趟了。说话间，三人停在了一处破旧的民房前。谁能想到关于黑羽的线索竟然会藏在这种不起眼的地方？菲利普走上前去，试探着敲了敲那扇紧闭的木门。菲利普敲了半天门也没动静，他嘟囔着是不是找错地方了，里面根本没人啊。雷却一脸严肃地否定了他，说屋子里肯定有东西，而且就在门后。菲利普大着胆子推开门，屋子里落满了灰尘，一眼望去确实空荡荡的，连个鬼影都没有。维罗妮卡正纳闷呢，却发现雷已经径直走了进去，死死盯住了角落里的一个柜子。雷径直走到一个木箱前，对着里面喊了一声：“亨德先生！”箱子里的人猛地颤了一下，显然被吓得不轻。雷没打算废话，直接说明了来意，想找他打听关于黑羽的消息。这个叫亨德的男人费了半天劲才从箱子里爬出来，他说自己还以为是债主上门，结果躲得太深，把自己给掐住了。看着眼前这个满身酒气、邋遢的不行的男人，菲利普和维罗妮卡都看傻了，这线索人物混得也太惨了。亨德尴尬地挠了挠头，开始询问关于黑羽的细节。雷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伸手摸向了怀里，看来想要从这种人口中套出真话，得先拿出点有分量的东西才行。雷从怀里掏出的竟然是一瓶黑金版的顶级名酒，这下可把亨德的魂儿都勾走了。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酒瓶，嘴里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雷顺势把酒递了过去，条件很简单，必须把知道的细节全都交代清楚。亨德接过酒猛灌了一口，终于吐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他说在这一片废墟里长出了一些奇怪的嫩芽。菲利普起初还没当回事，觉得不就是几棵草吗？可亨德接下来的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了。这些嫩芽不仅没被黑羽淋死，反而是在被污染最严重的土里自己硬生生钻出来的。维罗妮卡凑近一看，发现这种植物确实诡异，翻遍所有的植物书也找不到关于它的任何记录。雷追问这些种子的来历，亨德灌了口酒，说这东西其实是别人映色给他的，那是3个月前的事了。亨德在沙漠里溜达，发现地上躺着个倒地不起的旅行者，他本以为对方已经断了气，就想过去搜刮点值钱的东西，谁知道手刚伸过去，那具尸体竟猛地睁开眼，死死抓住了亨德的手腕，嘴里还念叨着要吃的。亨德被吓得魂儿都飞了，赶紧把随身带的罐头全掏了出来，结果那个蒙面人跟饿死鬼投胎一样，风卷残云般扫光了所有食物。亨德在旁边数着，这家伙一口气竟然吃了16罐，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而那颗改变一切的种子就藏在这个神秘人的身上。神秘人吃饱喝足之后，说自己从不欠人情，既然吃了亨德的罐头，就要拿点东西出来抵债。他在怀里摸索了半天，掏出几颗青绿色的种子，随手丢到了亨德手里。亨德盯着这几颗小玩意儿，心里直打鼓，这东西看着也不像金子，到底能不能卖个好价钱？他忍不住开口打听，这到底是什么稀罕品种？神秘人却只是指了指地面，让他自己种下去试试。神秘人露出一丝诡异的微笑，说现在解释也没用，等时候到了，他自然会亲眼见证奇迹。亨德一边喝酒一边抱怨，说
那个男人当时只留下一句：“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不明摆着是拿人寻开心吗？可抱怨归抱怨，那些不需要水就能生长的种子，还有那神乎其神的魔法，确实让他彻底看直了眼。更让他觉得不对劲的是，男人那张脸长得实在太完美，完美到让人脊背发凉，根本就不像个普通的活人。虽然这家伙是个大胃王，但身上那股子神秘感确实让人没法不在意。菲利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披着斗篷的少年绝对不是普通人类。雷转头询问维罗妮卡，这些种子到底有没有用？只要能治好魔法中毒，花多少钱他都不在乎。他直接找到邋遢的亨德，开出一颗10000先令的高价，要把剩下的种子全部打包。这笔巨款让亨德愣了一下，但他很快就意识到，眼前这小子是个不差钱的主。这男人露出了阴险的笑容，他觉得10000先令还是太少，准备狠狠敲上一笔。雷正在跟亨德讨价还价，为了拿到想要的东西，开价已经翻了好几倍。亨德这老油条还不满足，觉得雷这种有钱人出手应该更阔绰点。就在雷准备最后通牒时，意外发生了，一声怒吼打破了僵局。男人带着人找上门了，手里还拎着带钉的木棍，看这架势，他是专门来找亨德算账的。雷低声叮嘱：“你们先躲在这里。”外面催债的已经杀红了眼，亨德这回是真的踢到硬茬了。男人挥着钉木棒，摆明了是要他的命。就在亨德走投无路的时候，雷突然出现在他身后，他语气平静地问：“需要我帮你吗？”这一团凭空出现的火焰，让原本必死的局面瞬间彻底反转了。亨德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少年，竟然是个深藏不露的魔法师。眼看四周大火蔓延，他只能拼命求救，希望对方能大发慈悲拉他一把。可雷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彻底傻眼了：“救命可以，但得先谈谈价钱。12万先令，少一个字儿都不行，毕竟这可是买命的钱。”看着亨德还在犹豫，雷直接开始现场加价，每多等1秒，这命可就更贵了。12万，这笔买卖雷接了，只要钱给够再危险的活也不是问题。维罗妮卡抱着盆栽问：“那个旅行者到底是什么来头？”菲利普推测说，估计是为了研究黑羽才到处冒险的狠角色。如果真是这样，那接下来的路可就有意思了。雷一眼就看出来，菲利普的情绪不太对劲，虽然嘴上不说，但他心里的难受根本藏不住。原来在48区折腾了半天，还是没找到关于他母亲的任何线索，这种希望落空的感觉确实挺让人崩溃的。雷在一旁安慰他，一个人肯定跑不了太远，只要不放弃，总能抓到蛛丝马迹。雷也跟着打气，既然这儿没消息，那就去下一个区域碰碰运气，线索肯定就在前面等着。车子继续往前开，虽然前路还是个未知数，但只要这几个人还在一起，就总还有希望。雷停下脚步，语气平静地说：“咱们到了，这里就是第47区。”雷看着周围，心里盘算着时间，这次只用了8天，看来进度比预想的要快。维罗妮卡却有点坐不住了，她小声问雷：“为什么要让我们换上这身衣服？这样走在街上，简直就是帮派眼里的肥羊。在这种鬼地方穿得越显眼，麻烦就找得越快。”雷到底在打什么算盘？维罗妮卡还没反应过来，雷已经捡起了地上的石头，对他来说，只要能达到目的，用什么手段都无所谓。这一记重击下去，男人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只能倒在地上求饶。雷冷冷地问：“你们的老大到底是谁？”这已经是第26次了，他的耐心显然已经到了极限。男人吓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了：“是梅洛姆。”维罗妮卡低声提醒：“又是梅洛姆，事情远比预想的要复杂。”雷根本没打算收手，他冷冷地甩下一句话：“让他们的头儿亲自来见我。”看着这帮人落荒而逃，雷心里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这种规模的地盘，竟然只被2个名字给占满了，这说明背后的势力本事大得惊人。接下来的路恐怕没那么好走了。维罗妮卡低声提醒，对方少说也有200人。雷却没觉得这是威胁，人越多能挖出来的线索反而越多。路过一家书店时，维罗妮卡突然停下脚步，她想看看这里有没有关于黑羽的记载。雷点头答应了，毕竟现在的局面，任何情报都至关重要。推开门的一瞬间，里面的规模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菲利普和维罗妮卡各自去忙了，剩下雷一个人在图书馆里漫无目的的走着。本以为只是普通的查资料，可他却在书架前停下了脚步，那是一叠不起眼的绘本，这让他想起了一位故人，薇奥拉奶奶以前总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雷正想在这些旧书里翻翻看有没有关于那件事的线索，结果一个没留神，手里的书直接掉在了地上。一位路过的女士帮他捡了起来，还亲切地递到了他面前。可就在这一瞬间，雷察觉到了不对劲，这个女人绝对不是什么普通路人。他笑着问雷怎么了，女人笑着问是有什么问题吗？雷摇了摇头，随口应付了过去，但他心里清楚这女人绝对不简单，戒指没有反应，说明她不是要找的干部。可真正奇怪的是，她体内积压的负面情绪多得简直吓人，按理说她早就该失控了，为什么还能表现得这么冷静？难道连情绪都能被她彻底操控吗？雷，原来你在这！菲利普抱着一大叠书跑了过来，正想叫雷帮个忙，却突然整个人定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雷觉得有点奇怪，这小子到底在惊讶什么？可当他再次看向身边的女人，一个念头猛地闪过，这长相简直和菲利普一模一样。女人倒是很淡定，微笑着看向菲利普说：“这位就是你的同伴吧？小小年纪居然在看这么深奥的书。”女人没打算多留，压低帽檐，轻声告别：“期待我们下次还能见面。”看着他离去的背影，雷突然开口问了一句：“菲利普，你觉得那个女人会不会就是你的母亲？”菲利普愣了一下，语气里满是不确定。如果真是她，怎么可能认不出我呢？除非他是故意在装傻，可如果连亲生母亲都要装作不认识，那这背后的水
可就深得没边了。看着飞利浦低头不说话，雷心里直犯嘀咕：这小子是在害怕吗？怕自己真的被亲生母亲给甩了？雷打破沉默说：我觉得他应该不是。那个女人是个法师，脖子上还戴着红宝石项链。飞利浦这才反应过来，确实那条项链很反常，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得让眼线去查查他的底细。两人正聊着，维罗妮卡突然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嗓门大的全屋都能听见。什么情况？刚才有个跟飞利浦撞脸的人来过，刚聊完撞脸亲妈的怪事，麻烦就直接堵在了路中间。两个看起来不太好惹的家伙，正当街吵的不可开交，一个嫌对方踩了地盘，一个骂对方是活腻歪了，眼看就要当场掐起来。飞利浦小声嘀咕：那两个是梅洛姆和达宁帮的对吧？好像是冲着我们来的，可他们怎么自己先打起来了？话音刚落，那两人的争吵戛然而止，阴森森地转过头来：就是你们几个动了我们帮派的人吧？打了人还想全身而退，真当我们是吃素的吗？你别插手梅洛姆，别自作多情。弱者飞利浦都看傻了，觉得这两个对头迟早得把自己人先给掐死。雷却在一旁冷眼旁观，他发现这两个人吵得虽凶，体内的能量核心却全是犹豫，闹了半天原来只是在互相吓唬。眼看局面就要失控，雷不打算再等了，既然你们不敢动手，那我就来帮你们一把。红色的能量丝线瞬间迸发，直接锁死了两人的核心。事情突然变得不对劲，梅洛姆和达宁像是中了邪一样，心里的火气蹭蹭往上冒，越看对方就越觉得不顺眼。两人再也按捺不住，直接当街扭打在一起，拳拳到肉，恨不得把对方生吞活剥。达宁一边打一边冲手下狂吼：都给我上，把这帮混蛋全杀了！梅洛姆也不甘示弱，命令手下立刻还击，一定要把对方打出屎来。这下轮到手下们猛了，老大之前明明交代过，无论发生什么都绝对不能开战，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天就彻底塌了？梅洛姆彻底疯了，他一边疯狂殴打达宁，一边冲着手下歇斯底里的咆哮：谁敢不动手，我就先弄死谁！老大的威胁成了最后的火星，整条街瞬间炸了锅，棍棒、利刃、惨叫，原本还算克制的帮派成员，此刻全都杀红了眼。在这片血腥的混乱中，雷就那样静静地站着，冷眼看着这出荒唐的闹剧。在他看来，人的情绪只有两种下场，要么随着时间慢慢消失，要么在压抑中变得越来越强。而一旦这种愤怒堆积到了无法承受的临界点，就像往已经满溢的杯子里倒酒，剩下的就只有彻底的毁灭了。当情绪彻底失控，就像被灌满后炸裂的杯子，剩下的只有不计后果的疯狂。但这种爆发并不会持续太久，只要那股劲儿泄了，破碎的容器就会重新找回平衡。就像现在的梅洛姆和达宁，雷看得清清楚楚，这两个人虽然还在推搡，但心里的火气其实已经消得差不多了。可即便心里想停手，为了那点可怜的自尊心，他们还是得咬着牙继续演下去。梅洛姆一边心虚地喘着粗气，一边还在大声找补：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绑架了我们的人吗？达宁已经彻底听不下去了，他指着梅洛姆的鼻子破口大骂：少在那放屁，明明是你们把人卖给了其他组织！这一拳带着必杀的狠劲，眼看就要把梅洛姆的脑袋开花。谁也没想到，一直没动静的雷竟然瞬间闪到了中间，他两只手像铁钳一样死死扣住了这两个老大的手腕。刚才还杀气腾腾的局面，竟然被他一个人强行按下了暂停键。两人还没反应过来，正打算开口威胁这个多管闲事的家伙，一股诡异的红光突然从雷的手心猛然炸裂，惨叫声瞬间响彻整条街道。在这股绝对压制的力量面前，刚才还不可一世的两个老大，此刻只能痛苦地瘫倒在地上，连求饶的力气都没有了。达宁疼得大声惨叫，他根本无法理解这股怪物一样的力气到底是从哪来的。梅洛姆更是被吓得说不出话，他看着眼前这个银发少年，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自己刚才竟然想跟这种怪物动手。雷面无表情地松开了手，就像刚处理完两件微不足道的垃圾。他看着瘫在地上的两个人，语气平静得让人发毛：你们现在的火气撒完了吗？梅洛姆和达宁愣在原地，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雷微微低下头，眼神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压。既然闹够了，那接下来咱们该好好聊聊了。雷看着跪在面前的两个人，语气冰冷地确认：这个区的孩子一直在失踪吗？梅洛姆和达宁老老实实地点头，可还没等雷继续问，这两个人又开始互相甩锅，都说是对方为了钱在偷偷卖人。雷被吵得心烦，直接打断了这出闹剧：你们找人的时候就没发现一点有用的线索吗？达宁无奈地摇了摇头，那些孩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根本找不到任何痕迹。梅洛姆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为了防止再出事，他特意安排手下两人一组巡逻，互相盯着对方。可诡异的是，就在这种严密的监视下，竟然还是有人凭空消失了。他的手下追着孩子进了死胡同，结果一转眼的功夫人就彻底消失了，现场什么痕迹都没留下，只剩下一滩阴森森的红光。雷听到这里，立刻联想到了那个危险的东西，他低头看着跪在地上的两个人，语气里带着一丝试探：你们是真的想救回那些孩子吗？梅洛姆和达宁忙不迭地表态：那些孩子就是他们的家人，只要能把人找回来，让他们干什么都行。雷缓缓伸出一根手指：既然这样，从现在开始全都听我指挥，我会把那些孩子带回来。雷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标记，既然要找人，那就要把网撒得足够大。他下令让所有人散开，像平时一样在街上晃悠就行，这招叫引蛇出洞。梅洛姆心里直打鼓，忍不住凑上来问：雷先生，光靠这样真能找到失踪的孩子吗？雷没有正面回答，他盯着
那些远去的背影，只担心一件事：这些标记会不会太显眼了？雷突然冒出一句：“今天这里还会有人失踪。”这话把旁边的2人吓得不轻。根据情报，每隔2-3天就会有一个孩子不见，距离上次刚好过了3天，那道诡异的红光肯定会再出现。只要是魔法，就一定会留下能量残余，哪怕只有一点点痕迹，他也能顺藤摸瓜找到源头。雷叮嘱手下守好4周，接下来的追踪绝对不能被打断。雷闭上眼，周围的一切开始变得透明，他能感觉到空气中所有能量的流动，不管是位置还是形状，甚至连这些能量的去向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决定再加把劲，把搜索范围继续扩大，直到覆盖整片街区。现在那些带着标记的手下，就像黑夜里的萤火虫，他们的一举一动全都在雷的掌控之中。雷猛地睁开眼，目标锁定了，还没等伙伴们反应过来，他已经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没人知道他发现了什么，雷只管全速奔向18-2街，因为他确定那个东西就在这个方向。就在他踏入巷子的一瞬间，周围的气氛彻底变了，地面上竟然渗出了一滩红光。这诡异的景象跟传闻中失踪案现场一模一样。就在雷靠近的一瞬间，那道红光像是受惊了一样，猛地冲向半空，想要在眼皮子底下溜走。雷根本不给他机会，直接翻身上墙，全速追击。他在屋顶上飞速穿梭，死死咬住那道光不放。他现在无比确定，只要跟着这道光，就能找到失踪案的源头。真相就在这道光的尽头。红光最终停在了一座废宅前，雷紧随其后。他能感觉到这里到处都是束缚魔法的气息。伙伴们这时也终于赶了上来，大家心里都清楚，那些失踪的孩子肯定就被关在这座宅子里。可麻烦的是，大门被施加了强力的封印，凭他们现在的本事，根本没办法从正面破门而入，直接翻墙进去又太危险，谁也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怪物。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维罗妮卡突然开口了，她似乎想到了一个谁都没料到的新计划。谁能想到维罗妮卡口中的新计划竟然跟一只流浪猫有关？维罗妮卡介绍说，这只黑猫叫尼禄，它天生就招小动物喜欢，现在正好派上大用场。他打算把尼禄收为从者，直接开启感官共享，这样一来，猫看到的、听到的，他都能同步感应到。这招简直绝了，让尼禄先潜入废宅打探情况，他们在外面就能掌握全局，既不用冒险硬闯，又能把里面的底细摸个透。维罗妮卡突发奇想，想让雷也试试这个感官共享。他说这招得走心，得先跟黑猫建立起感情连接。雷虽然觉得有点离谱，但还是蹲下身子，试着向尼禄传达善意。结果话还没说出口，黑猫像是感觉到了什么，浑身散发出紫色的排斥光芒，对着雷就是一顿乱叫，显然是一点面子都不给。这下尴尬了，雷心里也明白，这种高阶魔法不仅吃技术，更需要双方有深厚的感情基础。他这种刚见面的陌生人，失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不过维罗妮卡并没打算放弃，她眼神一亮，又想到了一个更直接的法子。维罗妮卡为了帮雷，竟然连夜改进了感官共享的公式。她说哪怕感情基础薄弱，靠这些新公式也能强行连接。看着手里厚厚的一叠草稿，雷心里很清楚，为了帮她，这女孩肯定熬了不少心血。维罗妮卡本想劝她别急，今天先挑几个简单的试试，可雷却摇了摇头，语气冷静的让人害怕。他说没必要那么麻烦。接着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直接启动了所有的魔法阵。他竟然打算把这几十个复杂的公式一次性全开了，这种玩命的操作简直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看着被魔法阵吓到的尼禄，雷轻轻伸手摸了摸他的头，低声安抚说：“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就在这一刻，粉色的光芒瞬间将两人包裹。菲利普都屏住了呼吸，急切的想知道到底成没成功。雷没有说话，因为他的意识已经发生了偏移，这种感觉非常奇妙。他竟然通过尼禄的眼睛看到了正蹲在面前的自己，原来在别人的视角里，自己长这个样子。成了，雷冷静的宣布。了结果，维罗妮卡总算把心放回了肚子里。既然连接已经稳定，雷立刻下达了指令，现在该去看看那座宅邸里的秘密了。黑猫尼禄化身成最隐蔽的眼线，悄无声息地穿过大门。宅邸内部干净的有些过头，完全不像是一座荒废已久的古宅。雷通过尼禄的眼睛观察着四周，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就在这时，空荡荡的走廊里突然传出一阵阵小孩子的笑声，在这死寂的环境下显得格外刺耳。雷正想顺着声音找过去，一只手却毫无征兆地伸了出来，直接死死捂住了尼禄的眼睛。视觉信号瞬间中断，雷的眼前只剩下一片漆黑。对方到底是谁？竟然能发现前行中的尼禄，这下彻底暴露了。雷的视觉共享刚刚恢复，就看到一张女人的脸近在咫尺，尼禄竟然已经被对方抱在了怀里。这个女人优雅地笑着说：“哎呀，瞧瞧我们迎来了一位多可爱的客人！难道这些失踪的孩子全是被他带到这儿来的？”莱尼亚一边走一边说：“我必须带你出去了。”雷完全猜不透他到底想干什么。谁能想到莱尼亚突然笑着感叹，书店里遇到的年轻绅士竟然是个魔法师，这下麻烦了，身份竟然早就暴露了。莱尼亚笑着说：“你真是个有意思的魔法师，居然急着用支配魔法来找我。既然这样，不如待会儿一起吃个午饭，正好能跟其他孩子见个面。”他留下这句话，转身消失在门后。菲利普紧张地问：“刚才是不是遇到危险的人了？”雷沉默了一下，回答：“是这栋宅邸的主人，我觉得可以直接去见他。”第二天一早，莱尼亚已经在门口等着了。他笑着打招呼：“欢迎你，年轻的魔法师。”菲利普小声嘀咕：“大白天的，怎么这屋里一盏灯都没开？”雷没有说话，他想起出发前的报告，失踪的达宁最后
就出现在这附近。就在这时，他手背上的印记突然亮了，是束缚魔法的感应。那孩子果然就在这栋宅邸里。可推开门的一瞬间，眼前的景象却让人看傻了。一群孩子正围着餐桌欢呼：“夫人，快点！大家都在等您一起吃饭呢。”维罗妮卡看着这群开朗的孩子，小声嘀咕：“他们真的被绑架了吗？怎么一个比一个精神？”莱尼亚笑着招呼大家入座，孩子们热情的过头，围着雷不停的夸赞。雷却一口也咽不下去，在他眼里，莱尼亚身上全是负面情绪，就像个随时会炸开的火药桶。雷盯着那条红宝石项链，怀疑这东西正在强行压抑莱尼亚的情绪。他索性直接摊牌：“我们是跟着红光来找失踪朋友的。”莱尼亚愣了一下，随后笑着自我介绍，他说自己10年前出过意外，整个人彻底崩溃，连大门都不敢出。直到最近，他终于找到了摆脱悲伤的方法。莱尼亚一脸慈爱地说：“他现在专门救助流浪儿，每天都和孩子们快乐的生活。”雷却在此时看清了真相，他身上散发着淡橙色的魔力，那是所谓的母爱。雷看向菲利普，他是不是因为10年前的一件事而对他产生了某种联系？菲利普大约在那个时候与母亲分开。维罗妮卡询问他问过这些孩子的意见吗？莱尼亚却围着雷问个不停，表现得像个过度关心的长辈，但雷却觉得浑身不自在。每当这个女人看向自己，眼神里除了温柔，竟然还藏着一种病态的后悔和执念。这种待遇明显和其他孩子不一样。就在这时，旁边的维罗妮卡低声提醒：“你没感觉到吗？这些孩子身上全都有魔力残留。”莱尼亚口口声声说没用过魔法，但雷心里很清楚，这群孩子根本不是自愿留下的。雷看着满桌欢声笑语的孩子，心里却感到一阵恶寒，因为他发现这些人的身体里全都是空荡荡的，他们根本没有情感，却在魔力的操纵下演得像正常人一样真实。难道这也是那个女人的能力吗？就在这时，莱尼亚突然笑着站起身，说自己忘了准备甜点，让大家稍微等一下。孩子们整齐划一的大声回应：“好的，伊夫人。”这种机械般的顺从让雷意识到这里根本不是什么避难所。餐桌上的男孩突然开口，问雷是不是来带他们回去的。维罗妮卡刚点头承认，说大家都在到处找他们。结果男孩的脸色瞬间就变了，他冷冷的回绝，说根本没这个必要，让雷赶紧离开。这群孩子像是商量好了一样，开始疯狂夸赞莱尼亚，说他给吃的给穿的，还教大家识字。比起以前流浪的日子，这里简直就是天堂。他们甚至说莱尼亚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为了让他开心，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这种近乎洗脑的忠诚，让整个房间的气氛变得诡异到了极点。这群孩子已经彻底变了，他们甚至当面威胁雷，如果敢挡他们的路，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动手。就在气氛降到冰点时，莱尼亚端着甜点走了进来，孩子们立刻换上一副笑脸，欢呼着要吃点心。莱尼亚把蛋糕分给每个人，语气温柔地催促大家快尝尝。雷盯着眼前的蛋糕，心里却猛地一沉，这根本不是什么甜点，里面竟然加了麻醉药。看着旁边孩子们兴奋的脸，雷终于明白他们就是这样被控制的。孩子们围在雷的身边，不停地催促他快点吃下去，甚至质问他是不是想辜负莱尼亚的好意。雷沉默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拿起了叉子，把那块加了料的蛋糕吃进了嘴里。莱尼亚就站在对面，静静地看着他咽下去。紧接着屋子里传来了清脆的响声，叉子掉落在地，雷和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全都瘫倒在桌上。看着倒在脚下的雷，莱尼亚终于不再伪装，嘴角露出一抹阴冷的笑。昏暗的长廊里，雷被几个人抬着往前走，谁也不知道他们要把他带到哪去。就在这时，他突然睁开了眼，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切。雷递给面前的同伴几颗药，低声叮嘱道：“把这个吃了，这是退烧药。”他在花园里发现，到处都种着一种叫断片的草，这东西平时没用，可一旦经过特殊处理，就是最厉害的迷药。幸好当初在50区的时候，奈尔斯教过他怎么用药。既然知道对方玩什么花招，那破解起来就简单了，只要提前吃下解药，这屋子里的陷阱对他来说就形同虚设。这一步他已经占了先机。最让人纳闷的是，那个女人怎么会知道黑市里才有的草药配方？雷还没想明白，就被带到了这个房间。其实他一直保持着清醒，甚至能感觉到菲利普他们就在隔壁。看来对方是想把他们分开对付。雷环顾四周，发现这地方不对劲，家具尺寸这么小，简直就像个小孩住的房间。就在这时，角落里传来了动静，被绑在椅子上的竟然是达宁。还没等两人对上话，房门突然被推开，莱尼亚就这样出现在了门口。雷在一旁默默观察，想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莱尼亚笑着安慰，让达宁别害怕，说很快就能解脱了。结果项链光芒一闪，这股诡异的力量直接钻进了他的身体。这颗项链就像个无底洞，正在疯狂吸收达宁的情感。莱尼亚终于拿到了想要的能量。他慢慢走向倒在床上的雷，谁能想到他竟然轻声叫他儿子，还说这次轮到母亲来保护他了。本以为胜券在握，可手里的项链竟然毫无反应。莱尼亚怎么也想不通，这招为什么会突然失灵。就在这时，躺在床上的雷睁开了眼，冷冷地说：“别白费力气了，他根本就没有情感，能让这玩意儿吸收。这下轮到莱尼亚倒霉了。”谁能想到雷竟然直接强行破局？他盯着莱尼亚一字一句地说：“原来你就是用那条项链把孩子们都变成了人偶。”面对这致命的质问，莱尼亚彻底乱了阵脚。他怎么也想不通雷到底是怎么醒过来的。莱尼亚还在拼命狡辩，说他只是为了孩子，可他脖子上的那条项链已经快压不住那股疯狂的情绪了。一旦这最后的防线崩溃，后果谁也担不起。莱尼亚打开了屋里的灯，果然最担心的是
还是发生了，局面彻底失控了。莱尼亚看着眼前的雷，记忆深处的噩梦竟然在这一刻重叠，胸口的能量已经快要把他整个人吞噬。这股力量一旦炸开，后果谁也承担不起。谁也没想到莱尼亚竟然会突然失控，伴随着一阵剧烈的破碎声，他就这样在红光中消失了。原本整齐的房间瞬间变成了一片废墟，只剩下雷一个人站在原地。雷冷冷地看着地上的残骸，我已经记住了他魔力的气息，无论他逃到哪里，都绝对跑不掉了。既然想玩，那我就陪你到底。如果动用那种竞技力量，或许能看清真相，但代价实在太大了。他想起维罗妮卡的劝告，一旦失控，后果谁也承担不起。雷没有停下，他必须弄清楚莱尼亚到底为什么会出事，答案一定就在这间屋子里。就在这时，他发现了一个关键线索，这是照片里的孩子竟然长得跟雷一模一样，难怪那个女人之前对他表现的那么反常，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他在抽屉里翻出一本日记，上面记录着和妈妈一起生活的点滴，学魔法、做饭、拍合照，字里行间全是幸福。可日记写到这里就彻底断了。如果日记停在10年前，那照片里的孩子现在应该和我一边大。可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只写着一句话：没能保护好你，对不起。就在他出神的时候，一个桌子朝他袭来。你怎么会在这里？达宁像疯了一样大吼：你竟敢让夫人陷入危险！达宁这种容器根本没有感情，可眼前的达宁明明就在为了谁而愤怒，这根本不符合常理。他看着眼前失控的局面，心里只剩下一个疑问：你们这群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对方根本不打算废话，抡起椅子就砸了过来。给我死！他侧身躲过这致命一击，可还没等站稳，达宁的咆哮声再次传来：你竟敢让莱尼亚夫人身陷险境，我绝对不会原谅你！达宁彻底失去了理智，带着满腔怒火冲了上去。这家伙全身都开了强化，虽然力气变大了，但招式根本就是乱来。就在场面快要失控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一声尖叫：快滚！立刻离开这！看来没时间再耗下去了。他眼神一冷，身形一闪，直接贴到了达宁身后。达宁还没反应过来，脖子就已经被死死扣住。这一招干净利落，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对手瞬间就瘫倒在地上，得赶紧找到菲利普和维罗妮卡。可还没等他行动，走廊尽头就传来了密集的脚步声。他在哪？快抓住他！这群人像炸了锅一样冲过来，你竟敢对夫人动手，绝对不能让他跑了。面对四面八方的围堵，他眼神一沉，现在解释根本没用，只能先冲出去再说。杀了他！身后的叫嚣声越来越近，甚至有人直接动了死手。但他身形快得像一道闪电，在狭窄的走廊里反复横跳，这群人连他的衣角都摸不到。该死！快给我追！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守卫们气得直跺脚，身后的追兵还在死缠烂打。他一边飞速移动，一边在心里盘算，应该就在这附近了。滚开！你们这群混蛋！前方突然传来稚嫩的怒吼声，只见菲利普正挥舞着扫帚，拼命抵抗几个人的围攻。把手拿开，别碰我！可对方根本没打算放过他，再伸长点，拽住他的腿，把他拉下来弄死。眼看那只脏手就要抓到菲利普，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瞬间出现在追兵身后，一把扣住了对方的脖子。还没等那人反应过来，惨叫声就响彻了走廊。看着刚才还凶神恶煞的追兵，转眼间就瘫倒在地。菲利普整个人都愣住了。雷！菲利普看着满地的追兵，整个人都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等找到维罗妮卡我再细说。雷还没来得及解释，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是他的声音。两人顾不上休息，立刻循着声音冲了过去。维罗妮卡！可当他们赶到现场时，眼前的景象却让人大跌眼镜。这是什么东西？只见几个追兵被一团强光困在半空，正没命的挣扎惨叫：放我下来！快放我下来！维罗妮卡站在光芒中心，看着赶来的同伴，也是一脸懵。大家，你们怎么来了？菲利普看着这一幕，无奈的笑了笑。看来你也是个魔法师啊！太好了！维罗妮卡长舒了一口气，只要大家都安全，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宅邸突然就开始晃动，然后那群人就跟疯了一样冲过来。维罗妮卡一边解释，一边还没从刚才的混乱中缓过劲来。雷把刚才的情况简单复盘了一下，灯一亮，那个女人就直接溜了。所以事情就是这样。菲利普听完更纳闷了，可他为什么看到灯亮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可能是因为这个。雷从包里翻出一叠东西，我在房间里找到了一张全家福，好像是莱尼亚夫人的。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他又掏出了一本破旧的本子，还有这本小孩子的日记。维罗妮卡凑过去看了一眼，整个人瞬间定住了。不，这不可能！日记本上记录的内容让原本就诡异的宅邸变得更加阴森恐怖。这孩子肯定是莱尼亚夫人的儿子。菲利普盯着日记，声音有些发颤。难道他已经不在人世了？维罗妮卡在一旁分析，这大概就是爷爷说过的心理创伤。刚才灯光亮起的一瞬间，一定是让他想起了那些痛苦的过去。但现在不是感慨的时候，宅邸里还有其他孩子等着去救。维罗妮卡转头看向雷，雷，你觉得接下来该怎么办？出人意料的是，雷并没有直接拿主意，而是看向了身边的同伴。菲利普，你想怎么做啊？问我的意见吗？菲利普显然没反应过来，直到看见雷肯定的朝他点头，他才陷入了沉默。其实雷心里早就有了答案，而菲利普看着手中的日记，一个真相在他脑海中彻底清晰了。根据这上面的记录，莱尼亚夫人绝不可能是我的母亲。既然身世的谎言已经被拆穿，那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将决定所有人的生死。
菲利普看着雷那副淡定的样子，心里突然明白了，雷之所以一直没开口，是在等他自己拿主意。菲利普深吸一口气，终于说出了憋在心里的话：“我想去救莱尼亚夫人，这是我的真心话。”没问题，雷答应的干脆利落。既然决定了，那我们就去救她。维罗妮卡，你负责把孩子们带到外面去，我和菲利普去找夫人，咱们分头行动。这地方快塌了，墙上的裂缝正在疯狂蔓延，再不走，所有人都要被埋在下面。维罗妮卡没有半点犹豫，在这个节骨眼上，每一秒钟都是在跟死神赛跑。头顶的石块不断砸落，整座宅邸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雷带着菲利普在走廊里狂奔，每一步都在跟死神赛跑。滚出去，全都给我滚开！紧闭的房门后传出莱尼亚夫人近乎疯狂的嘶吼，那声音听起来根本不像个正常人。菲利普在门前停下脚步，声音里满是不安：“莱尼亚夫人就在这里面吗？”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雷已经一把推开了大门，刹那间一股狂暴的冲击力扑面而来。这到底是什么？菲利普被眼前的景象彻底镇住了，房间里竟然凭空卷起了红色风暴，在这股毁灭性的能量中心，那个女人的身影若隐若现，这股力量已经完全疯了。莱尼亚夫人被困在风暴中心，整个人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痛苦，她疯狂地抓挠着空气发出的嘶吼声，几乎要撕碎周围的一切。这种失控的能量还在不断膨胀。菲利普站在风暴边缘，整个人都看傻了。他原本是想来救人的，可眼前的景象让他根本无法靠近半步。莱尼亚撕心裂肺地喊着，让所有人离他的儿子远点。眼看巨大的柜子就要砸下来，雷死死护住身后的菲利普，强行挡住了致命的一击。可莱尼亚根本看不清真相，他把救命恩人当成了恶魔，拼了命地嘶吼着，不准任何人伤害他的孩子。菲利普急得不行，现在的夫人已经彻底失控，把所有人都当成了死对头。雷冷静地观察着局面，这股魔力早就超出了负荷，再这样下去，夫人的身体会先撑不住，直接被这股力量撕碎。菲利普整个人都懵了，难道就没别的办法了吗？雷转过头盯着他，想要救人就必须让他冷静下来，而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分担他内心的痛苦。原来莱尼亚一直都是一个人，在那种绝望里死撑，根本没人能帮他分担。情绪这东西是会传染的。菲利普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刚才会跟着流泪，因为那是他心底最真实的求救。但想要救他，就必须先穿过这片毁灭性的风暴。雷心里很清楚，让没有魔力的菲利普去冒险，简直就是送死。可谁也没想到，菲利普竟然主动站了出来。他说那种失去家人的痛苦他最懂，既然拦不住，那就只能放手一搏了。雷把剩下的魔力全部集中起来，强行灌注在菲利普身上，这是他能做的最后保障。能不能成就，看接下来的这一步了。菲利普顶着红光往前冲，嘴里还念叨着一定会回来，但这风实在太离谱了，感觉要把整个人都给撕碎。更诡异的是，这股力量竟然在吸取他的体力。他扶着桌子，感觉身体快被掏空了。就在重物砸下来的瞬间，雷的声音突然在脑海里炸响，让他躲过了一劫。菲利普彻底懵了，这种远程传声难道也是魔法的一种？菲利普，动作再快一点！雷罚现情况不对，这根本不是普通的风暴，里面的红色魔力正在疯狂吸取他的力量。这种诡异的气息，专门让人变得虚弱，甚至彻底枯竭。越是靠近莱尼亚夫人，雷的保护罩就越难维持。菲利普也快到极限了，他感觉浑身发软，已经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了。菲利普快要撑不住了，再这样下去，他会和这里一起崩塌。莱尼亚的惨叫声听得人心都要碎了，失去家人的痛苦正把他的灵魂彻底撕裂。这一幕让菲利普想起了那个背影，那是母亲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让他在这里等着，说一定会回来。可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头，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才是最让人绝望的。他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他让雷撤掉所有的防御屏障，把剩下的魔力全部用来强化身体，哪怕会被这股力量伤得体无完肤，他也必须走过去。莱尼亚显然已经彻底失控，他尖叫着让菲利普离远点，周围的能量波动越来越狂暴，每往前走一步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可菲利普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就在莱尼亚崩溃的边缘，他顶着风暴一把将他死死抱住。菲利普轻声安慰着，没事的，一切都结束了。莱尼亚简直不敢相信，那个日思夜想的人竟然真的出现在了面前。这一刻，所有的防线彻底崩塌，他只能死死抱住眼前的孩子。看着眼前这一幕，雷心里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滚烫的滋味让他觉得莫名其妙。这种感觉以前也有过，就在那座桥下，在他第一次面对死亡的时候。从那以后，他一直都在逃避，试图把这种本能彻底藏起来。但现在这股情绪又回来了，而且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这么多年，雷一直试图藏住这个秘密，但现在这股力量要从身体里炸出来了。那些曾经温暖的呼唤，此刻全变成了最痛苦的折磨。他越是想抓紧过去，现实就崩塌的越快。奈尔斯倒下的那一刻，成了他永远绕不开的噩梦，哪怕拼命想逃，也根本无路可走。雷终于意识到他已经到极限了，这股禁忌的力量再也压不住了，躲是躲不掉了。雷很清楚，想要救下所有人，就必须正面接住这份痛苦。这股失控的力量，就是他那极度不稳定的第二魔力环。仪式终于结束了，但眼前的景象却让雷整个人定在原地。莱尼亚已经倒下，库里奥萨却像看戏一样盯着他们，真有意思。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雷已经掀起了毁灭性的风暴。这下库里奥萨彻底踢到硬石头了，不仅动弹不得，连体内的力量都在飞速流失。雷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语气冷得让人脊背发凉。敢动他们一下，我就让你死在这里。这下麻烦大了。库里奥萨
怎么也没想到雷的实力竟然发生了质变。明明上次才刚入门，现在这股魔力的强度起码已经到了3环，这种怪物级的成长速度，今天谁也别想全身而退了。库里奥萨彻底破防了，他怎么也没想到雷一直在扮猪吃老虎。他歇斯底里地质问：“你到底是什么等级？3环还是4环？”雷根本没打算回答，他心里很清楚，库里奥萨一直潜伏在暗处，现在突然现身，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杀掉昏迷的莱尼亚。只要莱尼亚一死，所有的线索就全断了。他这是想杀人灭口，但既然雷已经出手，就绝不会让他得逞。库里奥萨的胃口被彻底吊起来了，他死死盯着雷，恨不得把雷的底细全部挖出来。他疯狂地追问：“你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到底想要干什么？”雷心里很清楚，凭现在的力量，还根本按不住这个疯子。既然硬来不行，那就只能换个法子。雷挡在同伴身前，冷冷地开口：“离莱尼亚和菲利普远点。如果你想知道怎么控制情绪。”雷直接把话挑明了：“感动我的人一下，你这辈子都别想得到答案。”不仅如此，雷还开出了更狠的条件：接下来的调查，你最好少在那碍手碍脚。这下轮到对方坐不住了，他意识到自己刚才话太多，竟然被雷看穿了底牌。为了挽回局面，库里奥萨还想套近乎，提议大家再多交换点情报。结果雷根本不吃这一套，冷冷地回了一句：“还没到时候。”看着雷转身离开的背影，库里奥萨气得不行，这小鬼的心眼实在是太多了。情况越来越糟了，就算雷一直在旁边安抚，莱尼亚体内的能量还是在暴走。雷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那条发光的项链正在死死压制着莱尼亚的情绪。想要救人，就必须亲手毁掉这条项链。可一旦这么做了，关于教授的线索就全断了。就在雷犹豫的时候，库里奥萨又开口了，他笑得非常狂妄。他说雷肯定很想留着项链去调查那个神秘的教授，但如果不马上动手，莱尼亚的脑子就彻底废了。这根本不是选择题，而是一个死局。库里奥萨还在不停地煽风点火，他断定雷不敢动手，因为一旦项链毁了，莱尼亚整个人就彻底废了。他甚至还在那冷嘲热讽，问雷是不是觉得就算人疯了，脑子里的情报也能留下来。但雷并没有被这些话吓住，他冷静地分析局势，想起之前沃尔特的情况，只要处理得当，事情或许还有转机。这一步虽然风险极大，但为了彻底解决麻烦，雷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他相信菲利普也会理解这个决定。看着雷握紧项链的手，库里奥萨也愣住了，他没料到这小鬼竟然真的敢拿命去赌。看着雷沉默的样子，库里奥萨觉得自己已经看透了一切。他冷笑着说：“原来你跟我们是一类人。”在他眼里，雷就是一个没感情的机器，只有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会表现出一点虚伪的怜悯。他甚至开始预言说，雷这种性格离彻底完蛋也不远了。可话还没说完，雷就用行动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伴随着一声脆响，那条至关重要的项链被摔得粉碎。这下轮到库里奥萨彻底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雷竟然为了救人，连唯一的线索都不要了。随着项链彻底碎裂，莱尼亚周身狂暴的能量终于平息了，但这一下可把躲在暗处的库里奥萨给气疯了。他气急败坏的大喊，问雷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说雷一定会后悔的。在他看来，雷不仅丢掉了到手的情报，还失去了一个把教授调出来的绝好机会，这简直是疯了。可雷连头都没抬，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没关系，情报这种东西，我从别的地方也能弄到。”他甚至直接下了逐客令，让库里奥萨赶紧滚蛋，因为他现在根本没打算跟这种人做交易。雷最后只说了一个字：“滚蛋！”库里奥萨终于消失在阴影里，随着红色的光芒散去，莱尼亚发出一声呢喃，慢慢睁开了眼睛。菲利普也跟着清醒了过来，他一脸懵地看着四周，还以为自己只是不小心睡熟了，赶紧问雷刚才是不是出啥事了。雷沉默了片刻，语气平静的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他随口回了一句：“没出事，一切正常。”维罗妮卡一看到雷就激动地迎上去，刚才院子里的孩子全都晕了过去，他差点以为大家都回不来了。好在虚惊一场，孩子们也陆续醒了过来。这帮孩子一脸懵，完全想不起刚才为什么要攻击别人。雷看着这一幕，心里总算松了口气，这说明那股控制人的力量已经散了，这帮孩子总算恢复正常了。可大家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发现莱尼亚依然闭着眼，所有人立马围了上去，七嘴八舌地问他到底怎么了。雷蹲下身子，示意大家先冷静一点。虽然最难的一关已经过去了，但莱尼亚什么时候能睁眼，谁心里都没底。在一片焦急的呼喊声中，莱尼亚终于睁开了眼睛，他看着围在身边的孩子们，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刚才到底怎么了。他只记得昏迷前看到了一道刺眼的光，紧接着意识就断掉了。可还没等大家松口气，莱尼亚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猛地伸手摸向自己的胸口，随后整个人都僵住了。项链没了，那条对他来说最重要的项链彻底消失了。这一刻，他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情绪，直接瘫坐在地上，失声痛哭了起来。看着泣不成声的莱尼亚，雷突然冒出一句：“夫人，饭点已经过了吗？”他一脸认真地盯着对方，说自己还没吃到甜点呢。等莱尼亚平静下来后，他终于开口讲起了自己的过去。谁能想到，这位看起来温柔优雅的夫人，以前竟然是个连名字都不要了的雇佣兵。雷听得整个人都愣住了，难怪他面对危险时那么冷静，原来全是死人堆里练出来的本事。莱尼亚苦笑着摇了摇头，他说后来有了孩子，总不能带着娃在战场上拼命，所以才选择隐姓埋名，躲到这儿过起了普通人的日子。就这样，莱尼亚在47去安了家，那段日子是他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孩子就是他的命根子。为了守护这份平凡，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可谁能想到，所有的美好都在10年前的那天戛然而止。当他推开门，看到的却是倒在血泊中的孩子，以及那个拿着尖刀的黑影。对方冷笑着问他：“你以为金盆洗手不干了，以前欠下的那些债就能一笔勾销了吗？”这一刀不仅要了孩子的命，也彻底杀死了那个温柔的母亲。杀手推开门，语气平淡的让人发凉。他说：“这屋子只有这儿亮着灯，本以为是你在这，没想到你居然还藏了个小鬼。”约书亚就这样倒在了血泊里，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留下。莱尼亚整个人都傻了，他颤抖着伸出手，一遍又一遍呼唤着儿子的名字，可怀里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冷。这一刻，所有的理智彻底崩塌。他紧紧抱住约书亚，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原本该死的人是他，可最后却是孩子替他还了债。在那之后，莱尼亚整个人都垮了。他把自己锁在空荡荡的豪宅里，谁也不见，仿佛要在这无尽的黑暗中等死。可就在这时，一个不速之客找上门来，神秘男人站在他身后，语气里透着一种诡异的优雅。他说：“你的这份悲伤真是美得让人心动。”男人递出一串红宝石项链，轻声诱惑着：“拿着它，这东西能帮你忘掉所有的痛苦，让你彻底解脱。”这下莱尼亚全招了。他说自从戴上那条项链，心里的负面情绪就像滚雪球一样，根本停不下来。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他竟然糊涂到去绑架这些孩子。现在他只想接受惩罚，把欠下的债都还清。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时候，达宁竟然哭着冲了出来。他大喊着没关系，直接打断了莱尼亚的忏悔。这局面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达宁的情绪彻底失控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的莱尼亚竟然背负着这种过去。男孩也赶紧围了过来，对他来说，在这里的日子才是最珍贵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在告诉莱尼亚，他根本不需要道歉，因为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温柔地对待过这些孩子。对他们来说，莱尼亚就是唯一的救赎。看着这群懂事的孩子，莱尼亚再也撑不住了。这一刻，他终于不再是孤身一人。菲利普总算松了一口气，他说莱尼亚夫人已经康复了，大宅也重新修缮完毕。不仅如此，他还打算办个收容所，把街上的流浪儿都接过去照顾。菲利普觉得有这些孩子陪在身边，莱尼亚夫人一定会慢慢好起来。雷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声，没人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或许这种平静才是现在最难得的东西。雷叹了口气说：“如果莱尼亚夫人真是你母亲就好了，可惜这世上没那么多如果。”菲利普倒是看得很开，只要他还在这个世界上，就一定能把人找出来。就在这时，那只黑猫又开始闹腾了，非要往维罗妮卡身上钻。说来也奇怪，自从那天之后，这小家伙就死皮赖脸的跟了上来。雷最后还是决定留下他，毕竟每到一个新地方，重新找个带路的实在太麻烦了。车里的气氛有点压抑，菲利普突然开口问雷：“莱尼亚夫人说的那些话，关于那个会移动的城堡，到底是不是真的？”莱尼亚在废墟里翻出一本笔记，那是他当雇佣兵时写的日记。他觉得这里面应该能找到不少有用的线索。结果菲利普刚翻开2页，就开始大声朗读，里面全是吐槽团长不正常，还诅咒人家任务结束就掉头发。这下场面一度非常尴尬。莱尼亚在旁边赶紧咳嗽2声，说前面的内容不重要，赶紧往后翻吧。这本笔记上记录的事情，恐怕莱尼亚这辈子都忘不掉。那天风沙遮天蔽日，四周突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就在他以为太阳都要炸裂的时候，眼前的景象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认知。一座巨大的机械城堡竟然在荒漠中大步横行，这根本不是什么幻觉。菲利普还在怀疑，觉得这听起来太离谱了。但在这个连飞路都能出现的世界，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破车颠得连猫都坐不住了。维罗妮卡被晃得直接叫出声。菲利普提议，既然现在手里有钱了，干脆换辆宽敞点的好车。雷却有点舍不得，他说这辆车是别人留给他的。菲利普随口问了一句：“这车到底是谁送的？”奈尔斯。雷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眼神里全是怀念，那是教他学会战斗的人，也是他最感激的人。维罗妮卡听完也来了兴致，能教出这种本事的人，听起来确实是个狠角色。谁能想到，雷口中那个教他喝酒撩妹的人，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菲利普觉得自己说错了话，赶紧开口道歉，怕勾起雷的伤心往事。可雷却表现得异常冷静，痛苦的回忆。菲利普只说对了一半。看着奈尔斯临死前的笑容，那段过去远比想象中要复杂的多。只要不去想那些难受的事，想起奈尔斯的时候，心就不会那么疼了。雷一直在这样催眠自己，仿佛只要不回头看，那些悲伤就永远追不上他。车子停在了荒凉的边界，眼前的这堵高墙就是传闻中的46区。雷很清楚，奈尔斯曾经待过的那个组织就在这里面。这一趟他必须亲手做个了断。谁能想到，沃尔特的戒指突然有了动静，这红光亮的刺眼，说明那些难缠的家伙已经到了。维罗妮卡停下脚步，奇怪，这大白天的整条街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店铺全都关了门，安静的让人心里发毛。雷没有说话，因为他知道真正的麻烦已经把他们包围了。雷低声提醒同伴，这里正在打仗。看着空荡荡的大街，他断定这是大帮派之间的火拼。为了尽快查清真相，他决定让维罗妮卡几人分头行动，独自走在死寂的街道上。雷发现连屋顶都没有守卫，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其中一方已经彻底控制了局面。就在他以为战斗快结束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怒吼：“抓住他！”雷连忙跑到楼顶观察，几个人已经把那个男人围住。雷看着眼前的局面，那个人的盟友已经被消灭了，眼看马上就轮到他了。雷瞳孔一缩，注意到男人身上的纹身。雷盯着那个纹身问：“这到底代表什么？”奈尔斯笑了笑说：“这是莲花，
也是我曾经带过的组织。他说当时只想帮那些街头少年，像书里的主角一样，在泥潭里也能发光。奈尔斯越说越起劲，说当年他的组织横扫了大半个街区，手下200多号兄弟全听他一个人调遣。他甚至吹嘘自己能一打20，顺便还交了7个女朋友。雷在旁边听得直翻白眼，心里全是嫌弃。奈尔斯最后叹了口气说，虽然那时候很辛苦，但现在已经彻底放下了，他一点都不后悔。他在撒谎，嘴上说着不在乎，其实他的心里全是对过去的留恋和后悔。雷怎么也想不通，既然奈尔斯是被同伴背叛的，为什么他还会对过去念念不忘？当年的那个街区到底发生了什么？画面一转，男人正满身是血的被围在墙角，他手里死死攥着短刀，对着曾经的兄弟破口大骂。他质问这些人怎么敢背叛自己的兄弟，哪怕今天死在这里，也要让他们一辈子活在愧疚里，说是他们毁掉了奈尔斯建立的一切。有人大喊着让他闭嘴，带头的男人一眼看穿，他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他冷笑着下令，直接开枪。就在子弹飞向男人的一瞬间，局面彻底失控了，谁也没看清发生了什么。一道屏障凭空出现，硬生生把子弹弹开了。对面的男人当场愣住，嘴里嘟囔着这家伙竟然是个魔法师。雷挡在男人身前，目光却死死盯着对方的胳膊，那上面竟然也有莲花纹身。这下事情变得有意思了，这群要杀男人的人竟然和奈尔斯来自同一个组织。不对劲的不只是后面那个伤员，雷看着他们身上的纹身，甚至开始怀疑这玩意是不是用来迷惑敌人的幌子。带头的男人终于反应过来，他歇斯底里的大喊，开枪，快开枪，绝对不能让他有机会施法。密集的子弹像雨点一样砸过来，却全被雷挡在屏障之外，连一根头发都没伤到。就在敌人准备换弹的一瞬间，雷抬起了手，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笼罩全场。刚才还叫嚣的这群人扑通一声全跪在了地上，身体重的像压了几千斤铁块。男人在后面也懵了，他发现自己竟然也动不了，这种压倒性的力量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绝望。雷转过头盯着男人，直接点破了他的身份，问他到底是怎么认识奈尔斯的，这个街区又藏着什么秘密。男人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救命恩人竟然认识自己的大哥。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阴影里突然窜出一个男人，手里攥着发光的短刀，直冲雷的要害刺了过来。男人吓得大喊小心，可偷袭的男人却觉得稳了，这么近的距离，魔法师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在刀尖快要碰到衣服的时候，雷不仅没躲，反而一个侧身直接抓住了对方的衣领。这下轮到偷袭者傻眼了，他引以为傲的速度在雷眼里简直慢得像蜗牛。雷根本没给对方反应的机会，顺势一个过肩摔，把偷袭的男人重重砸在地上。这一摔威力可不小，男人趴在地上半天没缓过劲来，只能发出痛苦的呻吟。雷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就在这时，雷突然收回了力量，原本压在众人身上的重力瞬间消失，发现自己能动了。这群人哪还敢继续纠缠，连滚带爬的往巷子外跑。带头的男人一边跑一边喊，这家伙根本不是人类，再待下去命都要丢在这了。男人呆呆地看着雷的背影，刚才那一连串的动作让他觉得莫名眼熟，这种干净利落的格斗技巧简直和记忆里的那个人一模一样。他下意识脱口而出，奈尔斯大哥。雷走到男人身边，伸手按住他腹部的伤口，一股柔和的力量瞬间缓解了疼痛。他叮嘱男人待会儿去找维罗妮卡做后续治疗，在那之后身体就能彻底恢复。男人虽然还没搞清楚维罗妮卡是谁，但看着雷冷静的眼神，他只能点头道谢。这个神秘的年轻人不仅认识奈尔斯，似乎还掌握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男人终于问出了那个压在心底的问题，奈尔斯是不是还活着？雷沉默了片刻，给出了一个极其精确的回答，直到78天前他确实还活着。他告诉男人，奈尔斯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势力，甚至改变了整个街区的规则。男人看着眼前的雷，忍不住感叹，你现在的样子和他真的很像。雷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说出了真相，奈尔斯是为了救他才丢掉性命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压抑起来，男人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雷没有沉溺在悲伤里，他话锋一转，开始询问最关键的情报。这个街区现在到底有多少组织在开战？男人给出了一个名字，莲花，这就是目前统治街区的唯一组织。雷听完立刻反应过来，这根本不是什么地盘争夺，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内斗。男人无奈地承认了，其实从奈尔斯建立组织开始，内部就一直有人反对他的做法。等到奈尔斯失踪之后，整个组织彻底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想守住他的遗志，另一派则想彻底推翻他。原本两边谁也奈何不了谁，这种微妙的平衡维持了好几年。可就在最近，局面被彻底打破了。反对派为了赢，竟然从外面找来了魔法师当外援。这下事情的性质完全变了。男人指着那些人逃跑的方向，语气沉重地告诉雷，刚才那伙人的头目就是反对派的首领布鲁克。听到这个名字，雷立刻想起奈尔斯曾经说过的话，那个男人最后悔的事就是相信了布鲁克的鬼话，一身一人去了那座大桥。雷盯着男人的眼睛，冷不丁地问了一句，在大桥上对奈尔斯开枪的人就是布鲁克对吧？男人整个人愣在原地，他显然没反应过来雷在说什么，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当他意识到真相的那一刻，积压已久的愤怒彻底爆发了。他攥紧拳头，大声咒骂，原来布鲁克才是那个背叛一切的垃圾。看着男人近乎失控的样子，雷心里已经有了答案。看来关于当年的那场谋杀，男人一直被蒙在鼓里。雷突然抛出一个细节，布鲁克找来的那些魔法师是不是都带着一种红宝石？男人整个人都傻了，他完全没明白雷是怎么知道
这种机密情报的。雷心里已经有了定论，既然红宝石出现了，说明那个组织的干部就在这附近。可他们为什么要帮布鲁克这种小角色？雷正想追问那些魔法师的手段，男人却像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指着巷子深处大喊：“在那儿！”原本昏暗的巷子瞬间被一股诡异的红光照亮，一个穿着黑斗篷的男人，周身缠绕着烈火，俯视着他们。追兵来的比预想中还要快，冰霜和雷电瞬间封锁了巷子。这3名魔法师显然是有备而来。男人看着眼前的阵仗，心里彻底慌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对方的动作会这么迅速。奈尔斯为了救这孩子，连命都搭进去了，所以无论如何，今天绝不能让雷死在这。男人咬咬牙，打算自己冲出去引开敌人，让雷赶紧找机会逃命。可雷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看着步步紧逼的魔法师，心里已经有了打算。既然这些家伙主动送上门，那就没必要下死手了。比起直接杀掉，把他们活捉回来，审问价值显然更高。火系、冰系还有雷系，这阵仗确实不小。要是换做以前，今天恐怕真的麻烦大了。不过现在的局面已经完全反转，对方全是1环魔法师，而他已经是2环了。既然他们主动送上门，那就一个都别想跑。现在的局面完全反转了，雷不仅没有被压制，反而开始反向操控多种元素，从雷电到大地，从寒冰到烈焰，他精准地找到了所有魔力的死角。只要强行切入对方的魔力核心，就能从内部彻底瓦解这种融合魔法。男人看着眼前的景象，彻底傻眼。他引以为傲的攻击，竟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他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一切就已经结束了。男人简直不敢相信，刚才那一瞬间，自己的冰霜魔法竟然被强行粉碎了。难道真的是眼前这个男孩干的？他还在心存侥幸，觉得这肯定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戏法，毕竟从来没人能直接破坏已经成型的魔法。结果下一秒，男人彻底崩溃了。不管他怎么拼命催动火焰，四周的能量就像死了一样，毫无反应。这下麻烦大了，引以为傲的手段完全失效，他们这次是真的踢到硬茬了。男人这下彻底慌了，扯着嗓子大喊：“快跑！必须立刻把消息传回去，告诉那个叫阿莱格的家伙。”可惜现在想走已经太晚了，雷只是动了动手指，强大的压迫感瞬间就把所有人定在原地。刚才还气势汹汹的追兵，现在全趴在地上动弹不得。男人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只能瘫在地上发出绝望的哀鸣。雷根本没打算废话，直接把这几个偷袭者全部活捉，一个都没放跑。菲利普和维罗妮卡看到这一幕，整个人都愣住了，完全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雷语气平淡地说：“这些家伙是他在路上顺手抓的，身份可都不简单，抓起来的都是默克雷德的成员，另一个来自莲花组织。”菲利普看着这几个俘虏，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他们的状态看起来已经完全失控了。雷从他们胸口翻出了几颗血红色的晶体，这东西看着眼熟，跟之前那个沃尔特身上的一模一样。看来这背后的势力果然跟默克雷德脱不了干系，线索终于对上了。科林带着几人来到据点，虽然看着破烂，但好歹是个能落脚的地方。科林刚一露面，屋里的人全都围了上来，谁也没想到他竟然能活着回来。科林指着身后的雷说：“多亏了这几个人，他这条命才保住了。而且你们绝对猜不到，这个看起来不显眼的少年竟然是个魔法师。”这话一出，全场瞬间没声了，所有人的表情都僵在了脸上。谁能想到把魔法师带回基地，竟然会引起这么大的骚乱？几人当场就炸毛了，这种危险人物怎么敢直接往家里领？就在场面快要失控时，科林连忙解释说雷是奈尔斯的人。这下大家的关注点瞬间跑偏了，这群人越看越觉得雷长得像奈尔斯的私生子，甚至开始八卦奈尔斯当年那段风流往事。眼看谣言越传越离谱，雷终于站了出来，他可不想莫名其妙多出个爹。真相其实很简单，奈尔斯只是他在50区的领路人。男人简直不敢相信，本该没命的奈尔斯居然还活着，而且就在50号区。更离谱的是，外面那2个被捆成粽子的，竟然是让人闻风丧胆的魔法师。男人整个人都愣住了，难道把这些家伙一锅端的，居然是眼前这个少年？科林赶紧出来打圆场，替刚才的无礼道歉，毕竟他们被魔法师害惨了，现在每个人都神经紧绷，生怕再出什么意外。科林缓缓开口，提到了奈尔斯和莲花的过去，这一切还得从他们最初相遇时说起。那时候他们都是街头的孤儿，为了生存互相厮杀，谁能想到这些曾经的死对头最后竟成了一家人，全靠奈尔斯凭本事打服了所有人。虽然一开始还有人不服，但很快大家就彻底对他心服口服了。就在奈尔斯成年那天，他从垃圾堆里捡回来一本书，兴冲冲地宣布要带着兄弟们建立一个真正的组织，这就是莲花最初的由来，一个从废墟里长出来的梦想。他从一开始就想彻底铲除那些帮派，因为那些家伙一直在威胁孤儿们的安全。但他心里很清楚，光靠吓唬根本治标不治本，既然没办法阻止暴力，那就让自己成为这片区域最强的暴力。当时他和布鲁克都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一群无依无靠的孤儿怎么可能打得过那些地头蛇？可谁能想到他们的组织竟然真的壮大了，甚至成了46区最硬的拳头。他们成功抹去了除了莲花本身之外的所有帮派，看着新政策推行，看着一座座孤儿院拔地而起，他们都以为他描绘的那个理想世界就要来了。直到那一天噩梦突然降临，谁能想到奈尔斯大哥刚出世，布鲁克就带人反水了，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竟然成了索命的恶鬼。那一晚半数以上的同伴都倒下了，这根本不是什么意外，而是布鲁克筹谋已久的清洗。
现在的局面已经彻底失控，他们这派人马早就被逼到了绝路。柯林弯下腰恳求道：“法师大人，求你帮帮他们吧。”柯林开出了诱人的条件，只要雷愿意加入，这场战争就有机会彻底扭转。同伴们也纷纷表态，无论雷做出什么决定，他们都会无条件支持这位领袖。虽然局面看起来一片大好，但雷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好像自己漏掉了什么关键信息。雷确实欠了奈尔斯的人情，但他并没有理由去帮其他人，更没有理由卷入这场麻烦。这种违和感挥之不去，真正的隐患或许正藏在这些逻辑之外。奈尔斯走的时候，心里显然还藏着事，那种没能完成任务的遗憾，让他留下了一些致命的东西。雷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奈尔斯在46区留下的恐怕不止是几个同伴。就在这时，被绑在椅子上的彼得突然惨叫，整个人开始剧烈抽搐。雷这才反应过来，男人身上种下了极其隐秘的潜伏咒语，这招藏得太深，现在想拦已经来不及了。这家伙竟然在这时候笑出了声，他死死盯着眼前的人说：“原来是你啊，就是你这个小鬼一直在爱他的事。”原来幕后黑手就是他。这个被绑在椅子上的男人一开口就充满了挑衅，直呼雷是个碍事的小鬼。雷冷静地问他：“是不是那2个人的头儿？”对方不仅承认了，还自称是那2人的主人，语气里听不出半点慌张。雷一眼就看穿了真相，这家伙根本不在乎什么换人质，他只是把手下当成消耗品。男人冷笑着说：“这些孩子对他来说不过是可以随便使用的工具。”他问雷是不是外面请来的法师，还假惺惺地劝雷赶紧走，说不想杀掉这么有才华的人。雷根本不吃这一套，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因为他来这46区就是为了找一个东西，而那个东西很有可能就在这个男人身上。听到这话，男人不仅没生气，反而笑得更狂了。他问雷是不是想跟他打一架。雷的回答非常干脆，如果有必要，他绝对会出手。男人发出一阵怪笑，警告雷如果敢动手，绝对只有死路一条。雷随口问了一句为什么，对方竟然开始装神弄鬼，自称是俯瞰众生的全能之神，不仅无所不知，还能随时随地取雷的性命。面对这种狂妄的威胁，雷只是冷淡地回了一句：“巧了，我也知道你在哪。”原来雷早就留了后手，他在之前放走的那些人身上全都种下了追踪标记，那些人为了复命，肯定会第一时间赶回总部。雷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对方的老巢就在第1街中心那栋大楼的第10层。这下轮到对方该害怕了。雷不仅锁定了对方的老巢，还直接点破了男人的身份，说他就是默克雷德的高层。就在这时，男人的身体突然燃起大火，显然是背后的主子想杀人灭口，但雷根本没打算停手，他顶着烈火继续揭露，说男人一直听从教授的指示，在各个区域到处流窜，而这一切都和那个叫彩虹的计划有关。雷甚至连男人身上藏着一枚红宝石戒指都知道。看着在火焰中挣扎的对手，雷冷冷地丢下最后一句话：“现在你应该清楚了，到底是谁把谁给看透了。”对方显然没料到雷调查得这么深，但他依旧狂得没边，自称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法师。谁知雷听完直接补了一句：“除了一个人以外吧。”雷指的当然就是他自己。这下把对方给气笑了。男人死死盯着雷，问他是不是真觉得自己能赢。雷的回答只有2个字：当然。这种自信让对方彻底破防，男人疯狂叫嚣着雷太弱了，根本不可能赢过神。雷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一字一句地告诉对方：“我就是比你强。”眼看男人的身体就要烧光了，他给雷留下了最后的挑战，想证明自己更强，就先去打败他所有的部下，赢下这场战争。只有活到最后的人才有资格站到他的面前。对方在临死前抛出了诱饵，只要雷能把他拉下马，就会回答雷所有的疑问。雷没有犹豫，直接应下了这场赌约。对方在狂笑中彻底消失，只留下一句：“我会等着你，挑战者。”危机暂时解除，雷转过身叫住了维罗妮卡，语气平淡的像是没事人一样，让他帮自己处理一下手上的伤。维罗妮卡一看雷这副惨样，整个人都要炸毛了，对着他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数落。明明可以用魔力护体，为什么非要硬扛着受伤？雷心里还在遗憾，刚才没能多气气那个对手。维罗妮卡一边帮他治疗，一边无奈的叹气，真拿这个不爱惜身体的家伙没办法。雷倒是没闲着，他提醒维罗妮卡，这里还有其他人需要救治。说完，他转头看向柯林，问他是不是该带路了。柯林愣了一下，随后带着2人穿过走廊。当他伸手拉开那道厚重的帘幕，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沉默了。狭窄的房间里挤满了病床，到处都是痛苦的呻吟声。这些伤员满身血迹，显然刚从鬼门关被拉回来。柯林语气沉重地解释，这些人全是被魔法伤成这样的。伤员们躺在床上痛苦的哀嚎，听得人心都要碎了。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医生，只能做一些最简单的包扎。柯林心里清楚，就算医生现在赶过来，恐怕也救不了所有人的命。雷闻着空气中刺鼻的血腥味，转头看向身边的维罗妮卡，问他能不能搞定。维罗妮卡没有废话，直接让雷把心放进肚子里。他走上前，叮嘱柯林他们最好把眼睛闭上。还没等柯林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维罗妮卡已经合十双手，一道极其耀眼的强光瞬间吞没了整个房间。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医术，而是足以改变生死的奇迹时刻。强光散去后，柯林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眼睁睁看着那些致命的伤口竟然在几秒钟内彻底愈合，这已经超出了他对魔法的认知。他激动地向维罗妮卡道谢，维罗妮卡道是挺淡定，随口回了一句没什么，毕竟这种场面他见多了。柯
柯林忍不住感慨，他以前也见过敌方的魔法师，但从来没见过这么厉害的治愈术。雷在一旁听完，语气平静地解释了原因。魔法的属性其实取决于施法者的本性，这种纯净的白色魔力只会出现在那些心怀慈悲的人身上，而那些只知道破坏的敌人，这辈子都别想使出这种救人的力量。维罗妮卡像个孩子一样围着雷不停地求夸奖，雷敷衍地应了2声，心里想的却是既然身体恢复得不错，那接下来的计划就能提前了。他突然叫住柯林，语气平静地宣布，他们要正式加入支持派参战。柯林听到这话整个人都懵了，他不敢相信这种顶级战力竟然主动要求入伙。雷心里很清楚，想要见到那个神秘的执行官，就必须先赢下这场战争，而且留在这些人身边，或许能找到奈尔斯在46区特意留下的那个东西。他主动请缨，要求参加下一次战斗。柯林还在担心会有危险，结果维罗妮卡直接冲了过来，一把按住了他，想要上战场先把剩下的治疗做完再说。雷觉得自己只是受了点皮外伤，根本没打算放在心上，可维罗妮卡却不依不饶，非说不处理好会留下难看的疤，硬是拉着他去找柯林借药膏。柯林把2人带到了药房，维罗妮卡立刻忙活起来，她一边小心翼翼地涂着药，一边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非要让伤口恢复得像新的一样。看着她那副认真的模样，雷心里其实很清楚，维罗妮卡体内的魔力容器早就被纯净的白色魔力填满了，这种力量骗不了人，只有真正温柔到骨子里的人才会因为同伴的一点小伤就紧张成这个样子。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这份过分的担心反而成了雷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雷心里很清楚，如果真的和那个执行官对上，他极有可能会失控，就像在49区那次一样，被愤怒彻底冲昏头脑。当时要不是维罗妮卡出手，后果简直不敢想象。他体内那股纯白的魔力就像一颗耀眼的太阳，强行熄灭了他身上的怒火。在那一刻，雷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股力量真的太美了，美到让他瞬间找回了理智。他突然意识到，只要维罗妮卡还在身边，哪怕以后再次陷入疯狂，他也一定能找到回头的路。雷轻声叫了他的名字，维罗妮卡还没反应过来，就听到了一句让他愣住的话：“你是我的太阳。”雷在心里默默盘算着，既然以后离不开这股力量，那维罗妮卡对他来说确实就像太阳一样重要。维罗妮卡先是愣在原地，脑子里嗡的一声，随后整个人彻底炸毛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平时冷冰冰的雷竟然会突然说出这种话，这一声尖叫简直要掀翻整个屋顶。深夜的巷子里到处都是野猫的叫声，但这只黑猫明显不太一样，它死死盯着眼前的大楼，就像在确认目标。雷盯着远处的货车问：“东西就在那吗？”麦考利放下望远镜说：“没错，今天的任务就是把物资抢过来。”雷问：“为什么要故意把补给放在外面？”麦考利说：“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对方故意把东西摆在明面上，就是在等他们上钩，毕竟他们很清楚我们物资有多短缺。”麦考利心里很清楚，虽然之前成功过几次，但每次带回来的都是兄弟们的命，就算他们守到没人的时候动手，敌人还是能瞬间杀出来。雷想起柯林说过，每场战斗都会发生奇怪的事情，每次战斗他们的撤退路线都会被提前封死，就像所有行动都被人读透了一样。可奇怪的是，周围明明一个哨兵都没有，就像有人在天上盯着他们。那个魔法师之前也说过同样的话，说有人在天上盯着所有人。雷越琢磨越觉得这事有猫腻，他昨晚刚救走的人今早全都被灭口了。可奇怪的是，对方明明知道位置暴露了，却连基地都懒得搬。柯林看着地图也反应过来了，每次他们能死里逃生，根本不是因为运气好，而是对方故意放他们走的。这根本不是在打仗，对方是把这儿当成了游乐场，正躲在暗处像玩弄虫子一样看着他们垂死挣扎。雷发现了一个关键点，不管是沃尔特还是库里奥萨，这些家伙的性格都有致命缺陷。既然对方不是铁板一块，那就一定能找到破绽，只要利用好这一点，局面就能彻底反转。此时他们已经全挤在又黑又窄的车厢里，正随着货车一起颠簸。雷低声问维罗妮卡：“还撑得住吗？”维罗妮卡赶紧点头说：“没事，我一点都不紧张。”这些士兵的状态差到了极点，愤怒、焦虑还有恐惧几乎要把他们压垮了。毕竟这场仗打到现在，谁心里都没底。更麻烦的是，他们看起来根本不信任雷，眼神里全是防备。就在这时，货车总算到了，车门一开，麦考利立刻指挥所有人动起来，搬物资的搬物资，警戒的警戒。雷走上前问他们需要帮什么忙吗？麦考利头也不回的说：“你们就在这待着，千万别离开警戒线。”说是让大家一起守着，其实就是想把他们死死盯住。麦考利看着物资一桶桶搬上车，心里刚觉得这回稳了，只要再坚持一会就能撤退。可这 flag 刚立起来，耳边就传来了刺耳的枪声，局面瞬间失控。谁也没想到对方来得这么快，敌方带着人已经杀到了跟前，密集的子弹压得所有人根本抬不起头。麦考利急得大喊：“法师先生，快帮我们挡一下！”但他话还没说完，整个人就彻底僵住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维罗妮卡竟然撑起了一个巨大的屏障，把整辆货车死死护在里面。麦考利整个人都看傻了，他根本不敢相信这姑娘竟然有这么恐怖的力量。雷在一旁冷冷的提醒：“别发愣了，口粮还不打算装车吗？”麦考利这才猛地回过神，扯着嗓子大喊：“快，动作快点！趁现在把东西全搬上去！外面的敌人还在疯狂扫射，但屏障纹丝不动，这是他们最后撤离的机会了。物资总算全部装车。”麦考利扯着嗓子让大家赶紧撤，眼看就能逃出升天了。可谁能想到，马克竟然从没有屏障的后方绕了进来，
黑漆漆的枪口直接对准了正要上车的布鲁诺。布鲁诺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拦住去路的竟然是昔日的战友。雷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这家伙是算准了防御死角进来的。麦考利在旁边急得直跳脚，疯狂大喊让布鲁诺赶紧开火。可面对曾经同生共死的兄弟，这一枪谁又能真的扣下扳机？麦考利在车尾急得直跳脚，大喊着让布鲁诺赶紧开枪，再磨蹭下去谁都走不了。布鲁诺握着枪还在犹豫，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2声枪响直接贯穿了马克的身体。布鲁诺彻底吓傻了，他看着倒在血泊里的战友，半天没反应过来。麦考利根本不给他发呆的时间，拎着枪冲上来大吼，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上车！货车发动机一阵轰鸣，载着剩下的物资和满地的鲜血，头也不回地冲出了营地。车厢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麦考利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斥，责怪布鲁诺刚才的犹豫，差点让整队人都跟着陪葬。布鲁诺低着头一言不发，只能小声说着对不起。雷在一旁看出了端倪，低声问麦考利他们2个是不是认识。麦考利闭上眼叹了口气，终于说出了那个残酷的真相，刚才被他亲手击毙的那个敌人竟然是布鲁诺的亲弟弟马克。难怪布鲁诺会彻底失控，换作是谁恐怕都没法对着自己的亲兄弟扣下扳机。当他遇到那个敌人的那一刻，他的容器已被负面情绪占据，绽放出明亮的黄色喜悦与欢愉。麦考利终于对雷说了实话，对面那些拼命的家伙其实并不全是因为忠诚，这个组织里的大多数人原本都是街头无家可归的孤儿，是奈尔斯的恩情让他们有了家，所以当奈尔斯失踪的时候，大家都想守住这份遗志，可现实远比理想残酷。布鲁克带着人强行夺权，那些原本还在犹豫的人，为了能在这乱世里活下去，最终都选择了倒戈。说到底，在生存面前，所谓的忠诚根本一文不值。麦考利看着窗外叹了口气，曾经并肩作战的盟友，现在全成了你死我活的仇人，这局面确实让人窝火。雷提议把布鲁克篡位的事捅出去，想看看能不能给这局势加点不一样的变数。麦考利却表现得很冷静，他觉得光靠嘴说根本没用，毕竟手里没有真凭实据，谁会相信布鲁克害了奈尔斯？麦考利正想接着往下说，如果手里真的有证据，那些中立派肯定会倒戈。话还没说完，货车突然一个猛烈的急刹车，巨大的惯性差点把2人甩出去。司机慌忙解释刚才突然有魔法袭来，他为了躲避才下意识猛打方向盘。雷没有废话，直接推开车门，打算亲自去确认外面的情况。可当他看清眼前的景象，整个人都定住了。几辆黑色轿车像幽灵一样死死地跟在货车后面，车顶上还站着几个披着斗篷的家伙。